诡异末日爆发的那天，城市便不再属于人类，热武器在诡异面前只是个笑话。诡异无法被杀死，能活下来的人只能依靠序列超凡不断迁徙。当我认定人类已经没有未来的时候，却意外觉醒了万物升级系统。别人推着破车一路逃亡，而我却在车队打造出一座行走钢铁堡垒。生锈的自行车在我手中升级为装甲战车，破烂的帐篷也能进化成流动的避难所。最离谱的是，那些无法被杀死的诡异不再追着我肆意，反而一路尾随。我望着远方翻滚的迷雾，忍不住苦笑。我明明只是想活下去，怎么就成了人类最后的希望？我从江城逃了出来，和一群幸存者组成车队，打算前往上户的幸存者基地。有人驾驶改装越野，有人开着大巴，只有我一个人蹬着破旧的28大杠。一路上所有人都得谨记2条铁律：第一，不要掉队；第二，尽可能储备物资。而第一条永远高于第二条，因为没有物资，也许还有人会救你，可一旦掉队，迎接你的只有死亡。原本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上户，那可是全国屈指可数的超级都市，谁都相信那里有办法对付诡异。结果还没有到达目的地，上户已经沦为无人区。得知这一切的，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，企图把这片死寂的空气冲淡些。吃完晚饭后，血月已经完全笼罩大地，所有人都把呼吸压到最低，生怕惊扰到潜伏在黑暗中的恐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心底的紧张压下去。末世的规则很简单，想活命就得熬。于是我点上最后一根烟，让烟雾带来一丝虚假的安宁。抽完后，我裹着毛毯，正准备熬过这一夜。可当我手触碰到毛毯时，脑海中陡然浮现一行字：升级毛毯需要消耗129点杀戮值。几息后，我发现并没有觉醒所谓的序列能力，而是获得了一个升级系统。只要有杀戮点，我就能升级任何接触的东西，就连卡式炉也能进化。然而喜悦还没持续多久，我就被现实打醒，因为我没有任何杀戮点。不过好在这时新的信息再次出现，鉴于宿主首次使用，本系统可借贷杀戮点300，期限1个月。我随即哈哈大笑，末世之中，明天我都可能死在诡异口中，不借才是傻子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确认了借贷，300点到手。我看向那辆28大杠，车队第一铁律是不要掉队。对我而言，这辆破旧的自行车就是我的命，于是我果断选择将全部杀戮点投入其中。下一刻，28大杠上方浮现出一个沙漏，5个小时的倒计时缓缓流动，直到天边泛白，系统的提示骤然响起，升级完成。借着天边亮起的一丝微光，我猛然发现自己的28大杠已经彻底蜕变成了一辆3轮车，后面不仅多了个宽敞的车斗，车身还被系统贴心加装了省力装置。车队里的人见到这一幕，有嫉妒，有贪婪，也有惊惧。末世之中，任何物资都比命还珍贵，更何况一辆不需要一滴汽油的3轮车。曾经有人开着小轿车加入车队，可一旦没了油，那些车瞬间从宝贝变成累赘。如今唯有前方的2辆改装越野车还能稳定行驶。据说那2辆车里坐着几个狠角色，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小丫头，手里却始终握着一柄长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瑜伽裤的女人走了过来，目光死死盯在我的3轮车上，那是打量猎物的眼神。我甚至不用开口就明白她在打什么主意，于是我干脆利落地拒绝了她。女人刚想发作，却就被一个壮硕的男人截了话头，那是强子，末日前的健身教练。他立刻表现得极为殷勤，邀请女人坐上他的自行车后座。女人的脸色终于缓和几分，临走前不但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甚至还建议强子干脆把我的3轮车抢过来。强子看了看我的手弩，看起来心底有些忌惮，而我懒得理会他们。说来也怪，今天车队的行进速度比昨天快了许多，但对我而言，这根本不算压力。3轮车的省力装置让骑行变得比以往更加轻松，我甚至能感受到双腿发力间那股顺畅如风的快感。忽然前方出现了一排房子，原本低头前行的幸存者们瞬间抬起头来，毕竟车队之中很多人的物资已经见底，几乎撑不下去了。末世之后，大部分城镇都成了禁区，人口越密集的地方，越是诡异横行。从江城一路逃出来的人，没有一个想再面对那些恐怖的存在。倘若换作夜晚，车队一定会绕开这种地方。可现在是白天，白天意味着这机会，只要能拼死冲一把，就可能获得新的食物和水源。于是带头的几辆越野车猛地提速，直冲小镇。车队在这一刻仿佛被点燃，就连那些已经精疲力竭的徒步幸存者们也都咬牙加快了脚步。可越临近小镇，那股压抑的气息就越发明显。明明是大白天，却仿佛寒冬的深夜，连呼吸都透着刺骨的凉意。最前方的一辆改装越野车忽然一脚急刹，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尖鸣，留下2道深深的黑色印记。就在所有人犹豫踌躇的时候，一个粗犷的声音炸响：都婆婆妈妈的干嘛？老子先进去了。话音刚落，一个2米多高的巨汉从一辆改装越野车里硬生生挤了出来。当他脚掌踩到地上的那一瞬间，整个地面都在跟着震动。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这货到底有多离谱，活脱脱的一头人形猛兽。他根本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，而是像头巨象一样径直朝远处的商超狂奔。紧接着后面的越野车也跟上去。更离谱的是，一个老头子也发动了他的老年代步车，还嚣张喊着：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行，等老子出来，看我怎么吃香喝辣的。这一嗓子把所有人都吼急眼了，跟风似的冲向商超。可我却没有跟，而是盯上了街道2侧的商铺。商铺的物资或许不如商超那么全，但离出口却很近。末世里有个规律，能活下来的全靠阳光，只要一脚踏进太阳底下，那些邪门东西就追不上你。我拎着背包冲到一家烟酒副食店门口，
透过玻璃门，我看到里面琳琅满目的香烟美酒，成堆的零食饮料，凡是能吃的能用的，我一股脑全都扫进背包。正当我满心窃喜时，突然一股寒意从脊背冒起，在我身后竟是一个7、8岁模样的孩子，那脸比死了3天的尸体还要白，眼睛和嘴巴更是拼凑出一个怪异到极点的笑容。我忍不住暗骂一声，本想翻过柜台冲出去门外，可当我扑到门口时，整个人却僵住了。玻璃门竟被人从外面插上了木棍，原来是有人想把我困在这里。我透过玻璃门死死盯着外面，此刻那辆3轮车旁正站着一男一女，女人穿着紧绷的瑜伽裤，是之前被我一口回绝的贱人，而男人则是他身边的健身教练强子。他们本来眼里带着得意与冷笑，当看到我身后的黑暗深处时，隐隐有一个小小的身影。强子，快走！两人直接骑上3轮车，快速逃离了此地。月娘娘教官场，阿弟登堂哭断肠。稚嫩的童声像从尸骨里钻出来，据说这诡异名叫纸枯童，一旦被他缠上，尸死无生。于是我想也没想，直接扣动女机，下一秒箭矢穿过他的身体，那小小的身影纹丝不动。那咿咿呀呀的童声就在我背后响起，要不是我正好站在阳光照进来的位置，怕是现在我早就已经凉了。我眼睛快速扫了一圈，左右望去，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。于是我心头一狠，狠狠踹向玻璃门，玻璃门终于应声而碎，我一头冲了出去。外面正是下午4点多的太阳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我身上，驱散了骨子里的寒意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从地狱重新回到人间。我回头看去，可我已经不怕了，因为我站在阳光里。我背起物资，顺着3轮车离开的方向追去。强子和那瑜伽裤女开走的方向正是大商超。本来我不想进去，可现在我的3轮车在他们手里，我必须要追。太阳正一点点往西落下，街道上的阴影越来越多，阴影之中，我甚至能感觉到无数双冰冷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。是的，杏花镇因为我们的到来，某些东西正在被惊醒。当我来到商场门口时，一眼就看见了那辆熟悉的3轮车，车斗里还放着我的东西。此刻我心里杀意渐浓，于是我先把背包腾空重新背好，然后猫着腰慢慢靠近商超。可当我真正走进去时，却发现情况远比我想的更糟，里面货架大多都是空的，角落里更是站着几道人影。他们看见我立刻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就在我疑惑的刹那，一股阴冷的气息从脊背窜上来，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少女正拖着脚步在货架之间徘徊，她的身子足足有3米高，手里还握着一把巨大的剪刀，嘴里还发出阴森的声音：你在哪儿？出来呀，我们一起玩。此刻我额头冷汗直流，刚从纸枯童的手里逃脱，没想到转眼又遇到白衣剪刀女。我企图绕开她的视线，转到另一边，可就在这时，我才发现食品区还有不少幸存者，就连那个2米多的壮汉也在，但他的脸色却非常紧张。剪刀女忽然停住脚步，长发下的2点猩红骤然转向我们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僵住了，空气里只剩下心跳声。幸好他并没有发现我们，而是继续机械地走远。正当我大松一口气，准备继续装东西时，突然撞到了前面幸存者的后背。抬眼一看，所有人全都停下了，目光齐刷刷落在前方。3米多高的白衣剪刀女僵硬地转头看向这边，她大踏步冲来，沿途货架轰然倒塌。我抓起背包就要跑，却亲眼看到前面2个幸存者被剪刀女一剪而断。嘿嘿，真好，真好玩啊！她的笑声比刀还冷。下一秒，又一个戴金丝眼镜的西装男也被齐腰紧。就在这时，那个2米高的壮汉发出一声暴喝：他妈的拼了！只见那人像是被瞬间冲起，一眨眼就化为3米巨人，浑身肌肉虬结，像铁疙瘩一样隆起。他和剪刀女对视，气势丝毫不落下风。这是序列超凡，末日来袭，全球爆发诡异。我和幸存者们逃到一座小镇，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我们准备收集物资时，黑暗中一名诡异白衣剪刀女突然出现。危急关头，一个3米高的序列壮汉破墙而出，硬生生将他挡下。这时候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之前这个序列超凡对白衣女如此恐惧。魔鬼肌肉人挥舞拳头攻击白衣剪刀，却被白衣剪刀女单手轻松接下来。然而这瘦弱的白衣剪刀女却有让人无法理解的超强力量。只见他捏着魔鬼肌肉人的拳，就像是在捏面的。魔鬼肌肉人面露痛苦，身体在对方的狞笑声中微微弯曲。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想，还起手弩对准白衣剪刀女就是一刺。箭矢虽然没有给白衣剪刀女造成伤害，却意外让我白嫖了200杀戮点。然而还不等我高兴，剪刀女怒吼一声冲我跑来。好在此时魔鬼肌肉人动了，只见他一拳狠狠轰向白衣剪刀女的面门。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白衣剪刀女非但没有半分动摇，相反，他还把魔鬼肌肉人甩了出去，巨大的身体撞飞了无数货架。这就是诡异，就连号称人类奇迹的序列超凡，在白衣剪刀女面前就只是一个布娃娃。不过那个庞大的身体从倒塌的货架之中跳出来，再次冲向白衣剪刀女。他就像打不死的小强，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既然他这样都不跑，那好，你不跑我跑。趁这个傻大个和白衣剪刀女大战时，我背起背包撒丫子狂奔。可谁知下一刻，那个熟悉诡异的童音在我耳边响起：月娘娘照官场，阿弟登堂哭断肠。却见一个苍白孩子就那么抓住我的裤脚。就在我心生绝望的时候，突然看到货架地面上倒了一地的糖果。我连忙抓起几颗糖递过去，他有心不想去接，但似乎是有某种规则让其不得不接过我的糖。而我趁着纸枯童接过糖的时候，
快速跑向商超门口，周围全是哭爹喊娘的幸存者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那只哭童正在包藏衣，而远处那个魔鬼肌肉人再次被打飞，但很快又冲向了剪刀女。直到我重新站在阳光下面的时候，这才有种重回人间的感觉。而商超里面还在传来尖叫声和惊恐的呼喊声，周围鬼影重重，很多幸存者跑着跑着就被诡异的身影再次拉入黑暗之中。整个杏花镇的诡异都被人群吸引了过来，唯有阳光才是最安全的区域。我一屁股坐在车上，将带出来的2包东西也顺手丢进了车斗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很不友善的女声传来：“陈爷，你想做什么？想抢我们的车子不成？”却见瑜伽裤女佳佳和健身教练强子两人扛着2个包裹站在不远处。我一句话没说，而是直接将手弩上弦，一道弩箭划过眼前，直接刺穿了强子。你射杀了你的敌人，你获得杀戮值加1000。我微微一愣，没想到杀人也能获得杀戮值，于是我再次抬起手弩。瑜伽裤女吓得尖叫一声，转头就要跑回去超市。相比起诡异，此刻的我才是她心中的噩梦。只可惜还不等我出手，就听到这女人的尖叫声再次传来。此时的女人脸上全是惊恐，而在女人身后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影。就在女人即将逃到阳光下面的时候，那衣衫褴褛的人影一把抓住女人的背，将女人拖回黑暗之中。此时周围已经有不少刚逃出来的幸存者，这些人都慌乱地将物资放上自己的车，转身就逃。而我也站起来蹬着3轮车就跑，走之前也没忘把那2个包裹捡起来丢进车里。就在所有人争分夺秒的逃命时，屋顶之上突然划过一个白影，我只是往上面扫了一眼，却发现一个背剑的少女，她就像是传说中的剑客一样，朝着我相反的方向逆行而来，目标是我身后打斗的商超。在末世，只有序列超凡才可以和诡异抗衡，可我顾不了那么多，一口气冲过镇子口的门楼，但很快就被一大群人围了上来。他们见我就问东问西，可我懒得搭理他们。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女人，在末日之中，老人和孩子的体力相对较差，因此在遇到诡异的时候很难逃走，反而是成年女性，虽然体力和身体素质比成年男性差，可他们更加容易活下来。而就在这时，一辆改装越野车上下来一个男子，男子打扮有些怪异，他身披连帽卫衣，腿穿宽松束脚裤，但是脚上却没有穿鞋子。此刻他弯腰从地上抓起一把沙桶，就那么丢进嘴里尝了尝，随即男子脸色一变，大声说道：“快走，再不走就晚了。”而周围几个围着男子的人脸色顿时一变，纷纷连滚带爬的往自己的车上跑，仿佛有大恐怖即将来临。有人在慌乱中喊道：“娜娜和铁士怎么办？”男子怒吼一声：“放心，他们会追上来的，快走，别废话。”很快这几辆车的异动就被其他幸存者发现了，有人慌了，甚至开始试图阻拦车队。不行，我老公还没出来，你们不能走！求求你们，我弟弟还没出来，你们不能抛弃我们。然而改装越野车根本就不理旁人的拦阻，一脚油门狂奔出去，而我也准备踩起3轮车跟上去。前面的越野车速度格外的快，那些没有车的幸存者很快就掉队了。好在我的3轮车装有省力装置，能够勉强不掉队。就在这时候，一辆大巴车摇摇晃晃的从镇子冲了出来。这辆大巴车我认识，本就是车队里的。之前车里的人满满当当，而如今大巴车空了不少。一个幸存者想要拦下大巴车，结果却被大巴车直接撞飞出去，生死不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就像是发了疯一样的往前跑，但我此时的我已经满头大汗。可就算如此，前面的车队在我的视野之中也只剩下一点点亮光了。身后不远处传来剧烈的呼吸声，显然是几个骑自行车的跟在身边。至于那些徒步的幸存者，则是一个没见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终于看到前面的那一点点亮光，他们似乎是停了下来，一股重生的希望在心里燃起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我终于算是和车队会合了。车上的人已经从车里下来，开始搭帐篷。我甚至看到那名壮汉被人抬到空地上，壮汉的左臂已经齐肩而断，鲜血染红了地上的草坪。在他身边还站着一个背剑的少女，还有一个赤足的男子。大约过了5分钟，我这才感觉好受了一些，于是调出系统，发现自己此时的杀戮值竟然已经有1200多。经历了这次灾难后，我无比的确定，车队肯定是察觉到了什么危险。为了不再掉队，我决定将力3轮车改成电力3轮车。于是我查看系统的升级方案，没想到系统很快就给了我确定的答复。在我的眼前，很快就出现了一个3D 的立体效果图。按照目前的升级方案，需要杀戮值1200点，升级需要15个小时，而我目前杀戮值只有1200多一点，15个小时倒是也能接受。就在我刚准备点击确定的时候，却见一辆废弃的摩托车停在路边。这样的情况在末日随处可见。我心中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，系统，如果我能搞到配件，是否杀戮点可以减免一些？系统很快有了答复，找到合适的配件，系统可酌情减免部分杀戮值。我忍住激动的心和颤抖的手，将路边那辆摩托车拖到3轮车边上，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系统改造之上。系统，可否利用眼前的这辆摩托车进行改造？可以，目前改造需要杀戮点900点，才省了300点杀戮值，这未免也太不值钱了吧？系统，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省一些杀戮值？有，如果宿主能将摩托车的所有零件拆卸下来，并且初步安装到3轮车，能省100杀戮值。如果宿主能找到第3个轮胎，还能省100杀戮值。我终于明白了，
想要升级的目标完成度越高，能省的杀戮值则越多。可由于现在天太黑，也只能就此作罢。在系统之中点击确认之后，我看到自己的三轮车上多了一个沙漏倒计时，升级完成需要6个小时。吃完晚饭之后，我试探性地问了问系统，如何才能觉醒序列超凡？系统给我的答复有2种，第一是获得序列真迹，第二是自我觉醒。序列真迹需要3000杀戮点，而我账户里仅只有300杀戮点。于是我突发奇想，利用300点杀戮值兑换了一个对付诡异的办法，那就是用黑狗血。黑狗血能有效克制诡异，甚至我还能利用这个法子换取所需的物资。第二天天光微亮的时候，3轮自行车已经升级完成，车辆的前半部分是辆摩托车，后斗的装载能力再一次得到增强。不少人嘲讽，以前的自行车多好啊，现在还要搜集汽油。但也有眼尖的人发现不对，这不就是那辆3轮自行车改造的吗？一晚上就把3轮车改成这个样子，这怎么可能？所有人都用忌惮的眼神看向了我，甚至还把我当成诡异。不过就在这时，那个持剑少女朝我走来，随后将目光落在我的这辆摩托3轮车上，然后问道：这摩托车是你的？你是不是觉醒了序列超凡？此话一出，周围的幸存者们更是轰然。于是我编了个谎言，说是机械师序列。说完，女孩带我来到前面几辆车的方向，估计把我当成了序列能力者了。我甚至还看到昨晚那个气质独特的赤足青年，尤其是得知我是一名序列超凡，他更是两眼放光。欢迎觉醒序列超凡，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此时我被请到了帐篷之中。据我所知，这个车队总共有3名序列超凡，而队长就是那个赤足青年，名叫楚彻；领路人序列，白发美女名叫娜娜；剑仙序列，还有一个就是大块头铁士，他是泰坦序列。听楚彻的解释，序列超凡有好几百种，每个序列超凡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，比如战斗序列、辅助序列、超自然序列，甚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有序列。夏国就有剑仙序列和天师序列，岛国有忍者序列和弑神序列。序列超凡并不是无敌的存在，但想要真正杀死诡异，低级序列几乎不可能。无论是杏花镇的纸裤头，还是白衣剪刀女，其实在诡异中并不算强。那一刻我清醒地认识到，人类的序列超凡在诡异面前依旧太过弱小。说到这里，楚彻伸出左手，眼神郑重。陈野，你是车队的第4位序列超凡，有了你，我们就更有保障了。欢迎加入。我伸出手与他握住，询问车队的汽油情况。可楚彻态度明确，想要就得用物资去换，哪怕我已经觉醒了序列超凡，也别想白拿一滴。我原本以为超凡就能带来地位和福利，可现实却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在这里既没有特权也没有庇护，只有等价交换。但楚彻又补上一句话，车队很快会举办一场内部交易会，只要肯付出代价，就能换到任何想要的东西。在这个车队之中，4个轮子的车一共有4辆，2辆改装越野车，大巴车是泰坦序列傻大个的财产。至于剩下那辆小汽车，竟然是个女明星的财产。她的物资并不多，由于末世前的明星光环，摊位前总是围着一群眼神猥琐的男人。就在我犹豫先找谁换汽油时，她竟然从车里搬出一个铁桶。陈先生，如果你需要，我这里还有1桶汽油，只需要8斤大米，比楚彻和娜娜的20斤便宜。我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算盘，他在用便宜的汽油换取我的庇护。我直接挑明，你把油给我，以后遇到麻烦我会出手。周兰眼睛死死盯着我，沉默了足足半分钟，他才咬牙成交。当周兰把那桶汽油交给我的时候，他弟弟整个人都急了。没有汽油，我们的车就成了废铁。少年声音故意放大，吵嚷着要把油拿了回来。有人幸灾乐祸地看我笑话，而周兰没有阻止，只是心虚地扭过了头。好在汽油不是只有他有。我径直走向楚彻，用黑狗血的消息换走了1桶汽油。接着我又找到娜娜，换来了一把岛国品牌的户外柴刀。直到广播响起，车队开始出发，我跟在大巴车后面，已经成了整个车队的第4号人物。一路上楚彻不断下车，抓起一把沙土塞进嘴里，这就是车队活到现在的最大依仗。等到铁士醒来的时候，我才算真正见识到什么叫超凡。那天我亲眼看见他断臂弃剑，可今天他却恢复如初。铁士见到我第一句话竟是道谢，说要不是我那一剑他早就死了。可我何尝不是，没有他挡下那白衣剪刀女，我也活不到今天。接着我向他提起黑狗血能克制诡异，这个消息价值不小。就这样，我的车斗里多了一块电源。之后车队东走西拐，避开了几头紧追不舍的诡异。如果不是楚彻，车队早该尸骨无存。我抓紧一切休息的机会，将黑狗血渗进剑身。这天晚上，楚彻说明天到长寿村搜集物资。消息一出，所有人脸上都写着恐惧。可长寿村3个字本身就透着一股诡异，趁着弩箭充足，正好借机猎杀诡异，攒取杀戮值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夜空忽然被一声尖叫撕裂。有鬼！此刻人群瞬间陷入沸腾，我反手拿过蘸了黑狗血的手弩，看向不远处的几十道黑影。可就在空气紧绷到极点时，树林的阴影里传来了一个虚弱的声音：请救救我们！随着一道强光照射过去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显露出来，紧接着更多的身影从阴影中浮现。楚彻不知何时已走到人群最前面，眼神警惕地看着这些人。我们是从路城逃出来的，路城已经没了。伴随着这声颤抖的哭诉，这些人影同时抽噎起来。就在这绝望的声浪中，楚彻忽然蹲下身子，从地上抓起一把桶丢进嘴里，就像品尝绝世美味一样。
在确认没有危险之后，楚彻便开始提醒他们：你们新加入的，我可以免费给你们提供1天的食物，1天之后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。说完，楚彻挑了几个中年妇女帮忙做饭。就在众人以为秩序恢复时，一个新加入队伍的女人突然大喊大叫：这不公平！凭什么做事情的全是女人？那些男人为什么不做饭？你这是在歧视女性！随着女人话音刚落，新来的女人把她当成领头人，反而下厨的女人们却恨不得撕了她。只见楚彻只是淡淡一笑：既然如此，那赵大姐你们先歇着，阿宝叔你带几个男人去做饭。很快女人就尝到了苦果，那群男人乐得跟过年似的抢着烧水生火。而刚喊完不公平的女人傻傻站在原地，她原以为自己是在争取权益，结果换来的却是同伴的厌恶。晚饭刚吃完，楚彻顺势给男人们发下酬劳，那女人瞬间脸色煞白，有几个大妈甚至上前揪着她的头发，扇着耳光大骂她是害群之马。楚彻不用跟她正面交锋，就把她彻底压死在泥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多数幸存者依旧只能啃粗粝的干粮，而我却端着一碗腊肉炒饭。一个老妇人牵着孙子走来，笑容殷勤：小伙子，分点食物给孩子吧，他太久没吃肉了。话音未落，熊孩子已经扑了上来，2只脏手直接伸进了我的碗里，疯狂抢我饭吃。我无奈之下又换了个地方。随着夜幕降临，楚彻带队找到新的庇护所，我刚要合眼，阿宝叔便急匆匆跑来：陈先生，楚队长请您过去开会。此时的帐篷里已经坐了好几个人。随后楚彻从怀里取出一台老旧的收音机，那看似破铜烂铁的玩意，编号却是01357的奇物。在诡异横行的时代，唯有奇物才是人类真正的底牌。楚彻把那台老旧的收音机放在桌上，所有人屏住呼吸。3个月前，长寿村爆发诡异，全员死亡，无一幸存。村子物资完备，中间大柳树下有一间小型超市，物资充足，可重点收集。村长家地窖还有储备粮，可次要收集。入村口有水井，水质未受污染，可饮用。村内诡异超过100只，危险等级 SSS 级。信息落下，楚彻的表情却非常古怪，仿佛收音机里面有鬼似的。直到1分钟后，他才开始分配任务。先去柳树下的小超市，再去村长地窖收集物资。就在大家都在讨论细节时，收音机里突然传来楚队长熟悉的声音：那死丫头，看着清秀，整天皮猴子样，末日之前估计没人要。铁狮、泰坦序列降智都能笨成这样，也真是个奇葩。新来的那个家伙脾气暴躁，末日前肯定也不是好人。我亲眼看他打老人小孩。女明星周兰荧幕上风光无限，现实不过如此。这台奇物不仅能收集信息，甚至能把主人自己说的话当众播放出来。楚彻张了张嘴，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娜娜的剑光已经闪出。平日里沉稳无声的队长，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尴尬。为了早些赶到长寿村，第二天一早，车队速度稍稍快了一些。在车队的后面，则是一些交通工具都没有的徒步幸存者。而我总觉得有一双怨毒的眼睛在看着自己，可我回头却什么都没发现。就在这时，队伍之中传来大声的惊呼：村子，前面有村子！我拧了一把油门，突然意识到摩托3轮车没有油了，身后的大巴车一个加速将我甩在了身后。我甚至还能看到铁狮憨笑的脸。等我赶到时，所有人都已到达村口。当我看着这个村子，我只觉得心底一阵阵发寒。明明是艳阳高照的大中午，里面却是阴沉沉的，甚至比杏花镇感觉还要恐。这时楚队长戴着墨镜，手里拿着个喇叭，大声说道：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，下午4点之前必须得从长寿村出来，过时不候。长寿村中间有一棵无比高大的柳树，这棵柳树甚至大的有些不正常。殊不知就在那长寿村的村口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多了个老人，那是一个驼子，手里杵着一个拐杖，脸朝众人方向露出一个无比阴森的笑容。此刻所有人都被恐惧定在原地。爷子，跟紧我！铁狮低吼一声，第一个大步流星地踏入村子，然后我攥紧了手弩，与奈娜并肩而行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胆大的人立马跟了上去，但更多的幸存者还在犹豫，毕竟谁也无法保证能够活着出来。奶奶，我不要你去，我不要你去！傻孩子，奶奶不去，你吃什么？要是奶奶回不来，在场所有人都是害你奶奶的凶手。等你长大，记得给奶奶报仇。而就在不远处，楚队长抱着收听机远远叹息：人作孽，不可活。正当我迈进村口那一刹那，小心，这里是鬼域。娜娜握紧了手中的长剑，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。鬼域是因为某种力量而形成的特殊领域，而若是在鬼域之中，即使是大白天，诡异出现的概率也会偏高。听完娜娜的解释，我仿佛感觉到黑暗中有人盯着自己，但仔细去看却什么都没发现。这时有2名幸存者推开了村口的屋子，一个黑漆漆的洞口出现在2人面前，两人相互看了一眼，随后并排着走进屋子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彻底崩溃，尖叫着掉头狂奔。我不要死，我要出去！恐惧是会传染的。周兰和周小小姐弟望着他的背影，忍不住下意识的想要后退。然而我们的脚印还没在村口落幕，之前那驼背老人竟再次凭空出现。我下意识抬起手弩，死死对准他。你们总算来了。你是这个村子里的人？我知道你们是来搜寻物资的。大柳树下有个小超市，里面很多物资，你们可以去那里看看。说完他转身就走。
可在他身体深处，我清晰听见一阵悠悠的呼喊：“救我！”声音忽远忽近，仿佛是有人被困在他的体内。我心头一震，根本来不及多想，直接扣下扳机，黑狗血浸透的剑矢狠狠钉进了他的身体，顿时升起一阵青烟。你对驼背老鬼造成伤害，获得杀戮值加100。没想到这个老头竟然是个诡异，可我还没来得及欣喜，娜眼神突然一寒，只见长剑化作一道冷光忽然斩下，驼背老鬼顿时被劈成2段。周围的幸存者们刚要松一口气，却见这两截身体根本没有半点鲜血，反而像2只怪猴子般蹦跳着爬上屋顶，转眼消失不见。救我！一阵阵如泣如诉的声音从驼背老鬼的方向传来，铁石本想追上去，却被娜猛地一把拉住。大个子冷静点，收集物资要紧。这一切不过发生在眨眼之间，很快又有几名幸存者崩溃大叫：“我不去了，你们自己去吧，我要离开，我要出去！”说完他转身就跑，紧随其后的又有2人拼命往村口逃去，气氛瞬间压抑到极点。此刻我们就像是行走在另外一个位面，走着走着，突然身后再次传来惊恐的尖叫声：“阿紫不见了！”说话的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少女，明明还没到大柳树的小超市，就已经接连出现这么多病。别哭了，说不定阿紫已经回去了，我们一会儿回去就能看到她。不行，没有阿紫，我活不下去！那少女猛地冲向来时的方向，此刻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太对劲，因为我敢肯定，我们的车队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少女。于是我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众人，周小小却下意识反驳：“你怎么就确定没见过那女孩？”不知道为什么，当周小小在搜索记忆的时候，竟然叫不出这个女孩子的名字。我冷笑一声，这里可是长寿村，在这种地方出现一个陌生女孩，你难道就不觉得这事有问题？周小小还想反驳，却被周兰一把拉住。我们还是快些行动吧，争取在下午4点之前搜集到足够的物资，离开长寿村。娜刚说完，众人这才继续往大柳树的方向走去。殊不知就在铁狮第一个走过前面的拐角时，忽然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铁狮，发生了什么？娜，你来看看。说完，我跟娜加快了脚步，然后我也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。只见那棵参天大柳树的枝条末端，竟悬挂着一具尸体，至少有上百具之多。身后的幸存者们全都僵在原地，一个个吓得瞪大了双眼。而在那阴森的大柳树下，赫然立着一间小平房，木牌上写着“大柳树小超市”几个字，外面小门敞开，甚至能看见超市里面的玻璃柜台，里面货架上什么都有。一时间，所有人双眼放光，仿佛忘记了头顶上的那些尸体。其中一个老太太更是满脸贪婪。而在超市外面，不知道从哪儿起了一阵风，将柳枝下的尸体吹得微微晃动。大家小心点儿，不要惊动这些东西。当我提醒完大家，便小心翼翼地往柳树下的小超市挪去。这里不仅物资丰富，里面零食更是堆积如山，简直就是末日中的宝藏。我带来了2个背包，第一个装满大米面粉，第二个塞满腊肉腊鱼。娜也拼命往背包里塞，铁石更是提着巨大的袋子疯狂扫荡，而其他人也不例外。不到片刻，小超市被我们洗劫一空，连一包盐都不剩。能在这种小超市里刮到这么多东西，已经是意外之喜了。我们要不回去吧？但我的背包还只装了一半，这点收获还远远不够。要回去的自己回去，不想回去的跟着我们继续去搜集物资，但是要听话，否则发生了什么意外，我们也没办法保证。然而就在我们刚走出超市，一声尖叫声突然响起，只见一名幸存者的身体被一根柳条紧紧缠住，随后被狠狠拽到半空。不到片刻，那名幸存者只剩下一具垂挂的尸体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那张脸我无比熟悉，之前他还跟在我的身后，可现在短短1分钟不到，他已然成了柳树下的亡魂。我的物资够，我不去了，你们自己找吧。恐惧让人不敢停留，最终众人分成2队，我和娜他们继续前进，另一队拼命往村口逃跑。而周兰想和那些人一起离开，可周小小却拽住了他的衣角。姐，我们跟着去吧，跟着他们总好过自己出去送死。不久后，一座灰蒙蒙的3层大宅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当我看到的第一反应，这里绝不是活人该踏足的地方。进去吧，时间不多了。铁石背着大包率先闯进院子，我和其他人紧随其后。所有人第一个寻找目标是厨房，接着就是卧室大厅。幸存者几乎把每个房间都翻找了个遍，才发现只有少量的米面，根本不够下一次的补给。趁着众人分头继续搜查时，而我却在3楼衣柜里翻出一块电子表，顺手塞进怀里。我本打算从楚彻那里换一块太阳能充电板，说不定以后就能用得上。就在时间只剩1个半小时的时候，1楼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这里有个地下室。”只见一个戴眼镜的少年指着地下室的入口，表情兴奋地看着众人。娜第一个纵身跳了下去。片刻后，地下室传来他抑制不住的喜悦：“陈野，铁狮，这里面全是土豆。”那一刻压抑的气氛被打破，众人争先恐后跳进地窖，接着一袋又一袋的土豆被运上来，丰收的喜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。然而就在我们搬运的热火朝天时，而我却透过窗户看到1楼门外老奎的身影，他就像死神一样死死盯着我们。于是我抬手就是一剪：“你对驼背老奎造成了伤害，获得杀戮值加100。”野四，你看到了什么？那老奎一直在跟着我们，别磨蹭了，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，大家得赶紧离开。铁士没再多问，但搬运的动作明显快了几倍。众人陆陆续续从地窖爬出，每个人的背包都被塞得鼓鼓囊囊，就连周兰姐妹都被压得几乎弯腰，人人脸上都带着丰收的笑意。
娜娜看了一眼手表，笑容瞬间收敛。还有40分钟到4点，我们必须赶在那之前离开。众人立刻出发，唯有那名老太婆慢吞吞的最后爬出，除了刚发现地窖的那个大学生扶她以外，根本没人理她。可当我看到她背上的负重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只见她浑身上下挂满了背包，比起其他幸存者，她的收获竟是最多的。而她似乎也注意到我们的目光，竟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，精力旺盛的像是不知疲倦的老牛马。娜娜手持长剑走在最前面，众人顺着来时的路开始往回走。此时天空依旧是灰蒙蒙的一片。娜娜看了看手表，以往每次搜集物资都是9死1生，可这次竟意外顺利。结果走着走着，娜娜指着路边民房说道：“不对，这条路我们走过，之前就有人进入这栋民房没有出来。”当所有人抬头望去，一棵巨大的柳树静静地矗立在前方，按照我们行进的方向，这棵柳树本该在我们身后。所有人脸色瞬间发白。我们走错了，还剩30分钟，往回走，快，还能赶得及。众人立刻掉头狂奔，唯恐下一秒大柳树又出现在面前。末日诡异爆发的第10天，我和幸存者来到长寿村收集物资。然而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大家好不容易收集齐物资，本以为可以安全离开时，整个长寿村却变成了一座无尽的迷宫。无论我们朝着哪个方向逃跑，结果还是会回到那棵诡异的大柳树下。此刻众人不由得表情惊恐，距离汇合时间只剩下20分钟。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几名超凡序列者身上，于是我们试图朝着大柳树相反的方向逃跑。这一次众人的脚步明显加快了许多。然而让我绝望的是，我们再一次回到了原点。怎么又回到这里？你们这些序列超凡不是很厉害吗？为什么还不能带我们出去啊？你们这些废物，快点带我们出去，我还不想死！一些疯狂的幸存者更是歇斯底里的叫喊，甚至有人红着眼想要对我们动手。谁知就在此时，一条粗壮的大腿猛然踹，将那名发疯的幸存者当场踹飞，而我也默默抬起手弩警惕四周。偏偏就在这时，那个老魁突然出现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？哼，你们从我家偷了那么多物资，还问我是谁？你就是村长，告诉我们要怎么出去。你们出不去了，都留下来陪我吧。装神弄鬼！娜娜怒喝一声，左手捏了一个剑指在长剑上一抚，下一秒剑身浮现出幽蓝的流光，随着一道剑光狠狠斩去。那驼背老魁还没来得及躲开，后背衣服就被剑气炸开。只见老魁身体上竟嵌着一颗人。此刻我终于看清，那颗人头竟是我们一起进入长寿村的幸存者之一，如今他却成了驼背老魁身上的一部分。我只觉得一股凉气直往头顶上冲，接着我反手对着那颗人头就是一剑。然而驼背老魁连看都没看，翻身跑进旁边的民房。与此同时，那长剑割破手指，随着血液被长剑吞噬，紧接着剑身发出嘹亮的剑鸣：噬痕为气，剑破铜身，阴无精血，万刃归真。破！当那话音落下的刹那，接着让我震惊的一幕出现了。只见那双手持剑，剑光骤然爆着，对准老魁逃进去的民房狠狠，直接将民房斩成2段。原来这就是剑仙序列。现场的幸存者们无一不是瞠目结舌。半晌之后，我骇然发现废墟之中根本没有老魁的踪迹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此刻的诡异大柳树下竟多了一些熟悉的身影。这些人是之前离开的幸存者，原来他们竟然全都没能逃出长寿村，而活着的幸存者们更是又惊又恐，谁都害怕下一个死的会是自己。他妈的装神弄鬼，看我去把他砸烂！刚变身的铁狮本想一拳轰烂这个柳树，可谁知就在这时，枝条下的尸魁竟鬼一般的动了起来。紧接着数百具尸魁同时睁开了眼睛，这些尸魁被柳枝操控着，纷纷跟下饺子一样从树上掉了下来，朝着我们发动猛烈的进攻。而铁狮只能被迫停下脚步，挥拳迎敌，将拦路的尸魁硬生生挡住。可随着尸魁越来越多，铁狮渐渐开始无力招架，甚至还有尸魁已经扑到铁狮的后背。见此情景，我抬手就是一弩，黑狗血涂抹的箭矢准确定在尸魁后背，伴随着一阵刺耳的白烟，那具尸魁从铁狮背上跌落。你对尸魁产生了伤害，已获得杀戮点加100。然而还不等我反应，那具插着弩箭的尸魁竟朝着我扑来。好在娜及时挡在我的面前，只见他左手剑指划过剑身，随着一声爆喝响起，尸魁瞬间被他斩成2段，但仍旧拖着半截身体向我爬来。我的心头一凉，这玩意儿竟然还没死透。而就在此刻，人群中不断传来各种尖叫声，有些倒霉的幸存者被尸魁硬生生拖走。而更远处，那个装满物资的老太婆还在左躲右闪，结果旁边一个幸存者稍不注意，被老太婆推了一把当了替死鬼。周围不少幸存者看得清清楚楚，眼底全是厌恶和愤恨。周兰姐妹俩此时也是狼狈无比，之前还打算靠着铁狮和娜娜的庇护活下来，可惜铁狮此时已经冲向大柳树，至于娜娜更不可能保护她。他不仅要掩护铁狮，又要保护我这个队里唯一的辅助序列。很快，一头尸魁直冲周兰而来。学姐，小心！周小小顺手将背上的背包狠狠砸向尸魁，这才让周兰侥幸躲过一劫。可这不过只是开始，当更多的尸魁涌来，周小小看到我射出的弩箭定在一头尸魁上，尸魁很快就冒起白烟退离。于是他死死拽住姐姐的手，拼命往我这边冲，似乎把我当成了最后的希望。不过就在这时，那位身手灵活的老太婆已经躲到我的身后，看样子她不仅想要得到庇护，必要时还想拿我当替死鬼。可我怎会如她所愿？还不等赵老太婆有所动作，我猛地换了个位置，
只见一具身影猛地扑了过来，这位身手敏捷的老太婆还没来得及咒骂，就被几头突然扑来的尸魁给拖走了。我心里没有因此生出一点点愧疚，要不是我刚才动作快，刚刚被拖走的一定是我。陈野，救救我姐姐！我连忙转身看去，发现周兰被一具尸体扑倒，而周小小拿起地上的铁棍，将扑倒在她姐身上的尸魁生生推开。然而就在她一把拉起周兰的瞬间，只见四面八方尸魁已经围成一圈，一个个露着森白的牙齿，其中好几张脸她竟然还认得，大多数都是车队的熟人，如今已然全都成了吃人的怪物。此刻两姐妹背靠背，妹妹，一会儿你先跑，只要跑到陈野身边，他就算不想救你，也能保你一命。你在说什么屁话？我宁可死在这儿，也不会去求那个混蛋。不远处的一名幸存者刚想逃，就被尸魁狠狠扑倒，接着被硬生生拖进大柳树的树冠深处。陈野，快救救我们！可我自己也好不到哪去，弩弦都快被拉断了。如果奈娜和铁狮再慢一步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在这儿。至于其他幸存者，我根本没心思去管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声震天的怒吼忽然响起，整个长寿村的地面忽然发生了剧烈的震动。只见铁狮像是一头被彻底激怒的蛮兽，对着大柳树的树干一顿猛锤，整棵树剧烈摇晃，绿色的枝叶喷涌而出。而奈娜此刻更是杀意凌厉，只见她单手高举长剑，原本1米多的剑刃竟延展到10几米。随着剑光落下，大柳树上瞬间出现一道骇人的剑痕，绿色枝叶顺着伤口狂流，整个村子的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。这一剑似乎彻底惹怒了什么东西，所有尸魁都停下了动作，仿佛一种更恐怖的存在正在苏醒。快跑啊！不知谁喊了一嗓子，众人立马从噩梦中惊醒，疯了一样朝村口狂奔。我也顾不得太多，因为我能感觉到村里有某种禁忌正在苏醒。傻大个，走！我朝铁狮发出怒吼，可他完全陷入癫狂，一次又一次砸向大柳树。我眼神一冷，如果换成周兰、周小小，我绝不会救。可铁狮和娜娜不一样，他们序列超凡，是有价值的人。我只犹豫了0.01秒，立刻举起手弩扣动扳机，弩箭狠狠扎进铁狮的胳膊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立马转身就逃。吃痛的铁狮猛地转身，下一秒朝着我狂奔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娜娜轻盈地落在铁狮的肩头。可还没等我们跑出村口，整个长寿村彻底苏醒了，无数柳枝仿佛活过来，铺天盖地的从街道两侧蔓延而来。一些跑得慢的幸存者当场就被卷进黑暗里，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而我也被几根柳枝挡住了去路。于是我抬手就是一箭，黑狗血浸泡过的弩箭嗖地射穿柳枝，柳枝迅速缩回黑暗。可下一秒，我感觉脚踝一紧，整个人瞬间被倒吊起来。我立刻拔出腰间的柴刀朝柳枝狠狠劈去，直到柳枝被彻底斩断，我才重重摔到地上。野子，上来！铁狮一个大手直接把我薅起来，我要加速了！铁狮低吼一声，脚下的土地直接被踩裂。与此同时，村外的楚彻看了一眼表盘，时间已经超过约定时间21分钟。他之所以把集合时间定在4点，而是因为4点之前长寿村是相对安全的，一旦超过4点，那些沉睡的东西就会醒来，就会顺着气息追上车队，到时候连逃的机会都没有。此刻在楚彻的感知里，西南方10公里外正有一头恐怖的诡异快速靠近。楚彻再次低头看了看表盘，现在是16点22分，再给你们8分钟，4点半还不出来，我就不等了。车队里的人，我要保活全员。而此时，我们离村口不足100米，我甚至听见身后柳枝的声音越来越近。忽然，可我心头陡然一寒，因为我看见那驼背老魁再次出现了。他弯着腰向山里的老猿，仅仅一个纵跃就来到了我们身后。我浑身汗毛倒竖，一种濒死的恐惧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感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眼前黑暗瞬间破裂，整个人眼前猛地一亮。原来我们冲出了村口，我忍不住回头看去，却见那驼背老魁站在村子的阴影里，用那张扭曲恐怖的脸对着我露出一个阴森的笑。还不等外面的人询问里面情况，楚彻已经弯腰抓起一把土放进嘴里。下一秒，他脸色骤变，立马吩咐众人赶紧离开。所有人慌忙奔向车辆，而我也冲到摩托3轮车旁。可当我一拧油门，才发现车子没油了。好在阿宝叔提着一壶油递过来，说是楚彻队长借给我的。当我加满油后，摩托3轮车总算能勉强跟随车队。然而在这一路上，我明显感觉不对劲。原本进入长寿村的有50人，如今活下来的却只有10几人。尤其是到了夜晚，车队前后左右全被诡异的气息包围，离我们最近的诡异也就只有7、8公里。我甚至还能听到恐怖的咆哮声。此时前方2辆越野车不由得加快了速度，我死死拧着油门，可车队里那些徒步的幸存者早就被甩得不见踪影。整整一晚上，我们就像摆脱野兽的猎物，换了无数次方向，直到天色发白，车队才终于停在一块公路路牌下。我抬头一看，这里竟是燕州，前方是无边无际的沙漠。明明现在是11月底，而这里却热得跟盛夏一样。我每一口呼吸都像在嗓子眼里烤火。这种不正常的天气让所有人心中都有些不安，可我没工夫去多想。长寿村的数小时血战已经把我的体力和精神消耗殆尽，此刻的我眼圈发黑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。于是我拿出面包狠狠往嘴里塞，接着又喝了一瓶矿泉水，直到我勉强恢复了点力气，这才迫不及待地打开系统面板。然而当我看到杀戮点的数值时，我整个人兴奋的手舞足蹈。系统整整多了7000杀戮点，我几乎毫不犹豫直接兑换了序列真经。下一秒，
一个玻璃针筒出现在我手中，蓝色的药液散发着幽冷的光。我强压下心头的激动，走到离人群稍远的地方，然后卷起袖子一针扎下去。没有想象中的钻心疼痛，药液顺着针管涌入体内，所有的疲惫感一扫而空，四肢仿佛重新充满力量。我闭上眼，努力感受身体变化。按理说，成为序列超凡后，身体会有明显的蜕变，可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，竟然什么也没察觉。系统为什么没有任何变化？难道是我觉醒失败了吗？正在觉醒中，请宿主耐心等待。要多久？正在觉醒中，请宿主耐心等待。系统的回答让我心里很没底，于是我打算换辆末日基地车。结果我看到兑换价格时，那一长串吓人的零，简直让我头皮发麻。没多久，沙漠的气候让我很不舒服，尤其是周围连一棵树影都没有。我翻遍车斗，总算找到一条花式的大裤衩，还有一堆女士衣物，这些都是瑜伽裤女留下来的。我盯着这些衣服，突然灵光一闪，要不用它们给车子做个遮阳帘？当我决定下来之后，系统提示亮起，一个精致的遮阳棚虚影浮现眼前。这不仅能完全覆盖整个车身，甚至还带防雨功能。于是我果断选择同意。车斗里的衣服瞬间少了一大半。与此同时，摩托三轮车头顶出现一个倒计时，4点59分59秒。由于现在沙漠温度过高，我不由得望向铁狮的大巴车，那里有不少的幸存者在呼呼大睡。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戴眼镜的青年，30岁出头，其他人都叫他老李。见我走近，老李满脸笑容的下车迎接。这是末日之后，我首次登上别人的车，车厢比我想象中干净，车尾甚至摆着一张硕大的床，铁狮此刻正躺在上面呼呼大睡。泰坦的力量的确无可匹敌，但每次变身都会榨干他的能量，如今只能陷入深度沉眠来恢复。我挑了个阴凉的座位，一边看着系统的倒计时，一边等待楚彻醒来分配物资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公路尽头驶来了一辆老头乐，开车的竟是那个猥琐老头。我本以为他死在了长寿村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2次在禁区收集物资，他竟然还能活着。不仅从车里搬出一个天幕帐篷，甚至还拿出好几块太阳能充电板。哈哈哈，终于到了，老头子，我差点就死在了长寿村。嗨，你们这些年轻人一点都不尊老爱幼，也不过来帮我老头子一把。大约2个多小时后，公路尽头又出现2道骑自行车的身影，状态差的像是从地狱里刚爬出来的。其中一个我认识，之前在长寿村发现地窖的大学生，他们的自行车上还绑着2个包裹。陈野，楚队长醒了，喊你过去。阿宝叔话音刚落，我便看到几个壮汉抬着铁狮的大包往楚彻帐篷里去。按照长寿村的分配规则，楚彻和娜娜占3成，我和铁狮占2成。此刻我来到楚彻身边，只见楚彻赤脚蹲在地上，抓起一把沙子嚼了起来。领路人序列的能力通过与大地产生联系，能感应诡异的存在，而这些沙子就是最好的媒介。能理解，但沙子到底是什么味道？沙子还能是什么味道？就是沙子的味道。我就算是领路人序列，也还是人，和你们没区别。那你感应到什么了？我们能在这里停留到明天早上9点。我不完全理解领路人序列的原理，但依旧惊叹于楚彻的能力。要不是他的存在，或许整个车队的人一定活不到现在。同时，我也开始期待自己的序列能力。铁狮仍在大巴车中进入深度休眠，大巴车迎来了新的成员，营地人手有所补充。徐娇娇仍在串联幸存者，试图推翻车队现有的统治体系。然而长寿村一役严重削弱了他的威信，要想推翻宫廷车队的统治，恐怕比他预想的更难。楚彻自从拥有了奇物012武器偷听收音机之后，偷听的癖好越来越严重，每天能听到别人不知道的秘密，是楚队长最开心的时候。放下收音机，于是他吩咐阿宝叔去召集所有人。没过多久，所有幸存者齐聚在那片最大的临时营地，在娜娜和老李的身后，各自拖着一个硕大的背包，不少幸存者投来羡慕的目光。阿宝叔，这次我们有多少人没回来？车队原本124人，现在只剩下44人，光是长寿村加上昨夜的奔逃，就死了80个。一夜损失80人，这要是在末日之前，这种死亡率足以震惊全球。而此刻却只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日常。接着奈娜把长寿村里发生的一切都讲了。楚彻一言不发，却听得极其专注。尤其当说到驼背老魁时，所有人的脸色都不约而同地变得惨白。那东西没有正面袭击我们，只是远远跟着，像是猎人耐心追踪猎物。这意味着他可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怪物。陈岩，你怎么想？而我的回答却是诡异正在慢慢变强，甚至可能产生智慧。话音刚落，所有人只觉得背脊发凉。诡异本就几乎无法对付，若再加上智慧，那就是人类真正的末日。沉默良久，阿宝叔这才干笑一声：“哈哈，算了，不想了。反正世界都烂成这样了，还能坏到哪儿去？”由于铁狮还在沉眠，物资领取由老李代为出席，按之前商定的比例分配。哪怕我只分到2成物资，堆起来也能形成一座小山。我把摩托3轮车牵过来，开始把物资装进车斗。本来还有些空旷的车斗，转眼间被物资填得鼓鼓囊囊。没多久，血液开始升起。与此同时，车棚升级完成的提示弹出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见一辆摩托3轮车在月光下站立，车斗上方加了个补丁满满，外观简陋，更像一辆匆忙改装的3轮快递车。陈野，这是你的新车吗？一道夸赞声从我身后传来，我看见娜娜手里拎着一罐啤酒，半醉半清醒地绕着车转。以前是一辆自行车，这才过了多久，没想到就能变成这样。看来机械师序列真不是盖的。娜娜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如果末日还有谁能混出点名堂，
你算一个。短暂的交流过后，我用4罐啤酒换来了娜娜手里的整条荷花和一条塔子。只不过刚等她走远，我忽然察觉到身体有些不对劲。这本该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可我偏偏看得更清楚了。远处一个丰腴的少妇紧跟着那猥琐老头钻进了老头乐，我整个人都在悄然变化。于是我忍着心头的躁动，点上一根烟，躺在沙地上，企图让自己放松下来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烟圈自唇间缓缓升起，圆得近乎完美。我抽烟这么多年，从未吐过这么圆的烟圈，这不是习惯的提升，而是身体在发生蜕变。我心头一震，立刻开口询问系统：系统，我是不是已经觉醒完成？宿主序列超凡，已觉醒完成。就在系统提示出现的那一刹那，我仿佛被拖入无尽的星河，一股奇妙的能量在我体内不断的游走。随着身体被逐步强化，一大段陌生却熟悉的信息涌入了我的脑海。超自然途径，胭脂使徒序列1。我猛地睁开眼，整个人因激动而止不住地颤抖。于是我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支华子，点燃，随着烟雾顺着鼻腔喷出，它竟在我周身缓缓扩散，形成一个半径1米的保护圈。这是我的第一个能力烟气，哪怕只是一口烟，将来随着序列等级的提升，也能弥漫数公里。接着我心念再次一动，烟雾突然扭动，继而凝聚成一只潦草的小兔子。可它只存在了几秒就轰然溃散，重新变回无序的烟。这是我第2个能力，烟雾初级塑形，它能形成任何物体，甚至还能够模拟诡异。而最后一个能力更让我心跳加速，尼古丁的耐受，只要有烟，我就能不断增强。然而兴奋还没持续多久，我的左眼忽然传来一阵恍惚，视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弱化。我顿时想起铁狮说过的话，每个序列超凡都有副作用。楚彻总是赤脚行走，泰坦的超凡者智商会受到影响，而属于我是左眼的衰弱。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代价，可我没时间沉溺在恐惧里。觉醒后的力量让我精力旺盛，于是我立刻调出系统的升级工具，开始设计新的方案，将路边2辆自行车的车轮拆下，焊接成一个结实的车顶棚框架。这样一来，车棚不仅能大幅提升坚固程度，还能在上方架设行李架，车斗内更是能腾出休息空间。得益于身体素质的增强，我拆卸自行车的动作快得惊人，只是可惜车架是焊死的，我没有切割工具。系统可否将眼前的材料升级成车棚加固配件？是否消耗362杀戮点对眼前材料进行升级加工？300杀戮点。我只是犹豫了一下，就选择了确定。紧接着那一堆自行车的配件上多了一个杀戮倒计时，0点59分59秒。趁着倒计时，我开始训练刚刚觉醒的能力，一会儿把周身的烟气扭成猛虎的轮廓，一会儿又将烟雾拉长，化作缠绕的巨蟒。烟气拟态是我目前最强的攻击手段，日后遇到敌人，我打算先用烟气遮蔽，再用拟态猛然撕开缺口。你的配件升级完成，1个小时眨眼就过去了。我立刻起身走向那堆改造好的配件，原先散乱摆放的自行车架位置，此刻堆着整齐的固定配件，像是为我的3轮车量身定做。我拎出工具箱，开始在车斗上安装那些支架，每一根钢管固定上去，车棚的轮廓就稳固1分。等到最后一个螺丝锁定，整个车棚像是长出了脊梁，看起来更加结实了。本想着有了这份安全感就能安心睡去，结果我触到一根细长的东西，我借着月光看清了这玩意，竟然是一只长寿村大柳树的柳枝。原本我打算顺手把它丢出车棚，可手刚抬起，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海中升腾，这可是诡异大柳树上的柳枝，我的手弩弓弦早已磨损，如果用它来修复手弩，或许能诞生出一件奇物，那我接下来的战斗力必定能大幅度提升。想到这里，我把柳枝与手弩并排放下。系统能否将柳枝和手弩融合升级？升级需要5000杀戮点，宿主杀戮点不足，请再接再厉。我经历了无数次升级改造，7000多杀戮点如今只余4000出头，距离目标依旧差了一大截，我只能无奈的放弃。夜色渐深，温度以夸张的速度急速下降，好在我提前升级了车棚，可当黎明到来时，气温又骤然升高，幸存者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从大巴车里钻出来。能加入车队固然有好处，代价是所有物资都由老黎统一分配。姐，昨天晚上太冷了。周小小揉着惺忪睡眼，此刻她早已不再女扮男装。姐姐，我嘴巴好臭，我要刷牙。你疯了？现在可是末日，在沙漠里水比金子都珍贵。周兰狠狠瞪着妹妹，可在撒娇的妹妹面前，她最终还是妥协了。姐妹俩躲到没人的角落，共用半杯水偷偷刷牙。我看在眼里，却也只能摇头苦笑。对我来说，现在的水就是活命的底线。喂，野子，你的眼睛怎么回事？突然铁狮的惊呼声在我耳边响起，我愣了一下，这才意识到我的左眼已经变成了白色瞳孔，让我在人群中显得无比突兀。没事儿，昨天晚上我觉醒了第2序列。什么？你觉醒了第2序列？我觉醒第2序列的事立马在人群中传开了。双序列是不错，但也要付出双倍的代价，你扛得住吗？我深深吸了一口烟，管不了那么多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那你第2序列是什么？我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吐出一个烟圈，在众人惊疑的目光中，居然凝成了一只小猫。小猫绕着他们的脚踝轻盈打转。胭脂使徒，那可是超自然途径，你们要明白，序列超凡有数百种以上，比如铁狮的泰坦序列，娜娜的剑仙序列，都属于近战途径，而你能控烟，自然就是超自然途径，或者叫超能途径。原本我还想询问楚彻更多的信息，可就在这时，一声惊叫猛地划破了营地的喧嚣。死人了！我猛地转头，只见远处一个女人满脸惊恐，手指颤抖着指向前方的帐篷。
我快步走去，帐篷里一个男人静静地躺着，看着那张僵硬的脸，我几乎不必多想就明白了死因。昨夜的气温骤降，他没有足够的御寒衣物，只能被沙漠的冷夜硬生生夺走了生命。更残酷的是，他昨晚没有选择进入大巴车。进入大巴车固然安全，但代价就是交出所有物资由老黎统一管理，对许多人来说都难以接受。如果换作是我，没有觉醒序列超凡，或者囤下足够物资，昨晚冻死在沙漠里的可能就是我。悲凄的氛围一直延续到早上9点。此刻车队准时启程，升级过的3轮车棚固然结实，可重量增加了几十斤，再加上棚顶带来的风阻，即便我把油门拧到底，也始终追不上前方车队，甚至就连那辆老头乐都比我跑得快。注意，注意，前面有情况！我下意识地摘下腰间的手弩，可还没来得及拉弦，弓弦直接崩断。于是我索性把手弩甩到一边，反手抽出了腰间的柴刀。前方的景象让我心头一紧，只见几十辆车横七竖八堵在公路上，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场惨烈的大型车祸现场。楚彻连忙蹲下身，抓起一把沙子丢进嘴里，这是他发动领路人能力的标志。我立刻开口询问楚彻前方什么情况。你们都看到了，前面有车队发生了车祸，我们过不去。难道有鬼？不，没有鬼。这还不简单？小傅，你去看看。只见那个大学生从大巴车上一跃而下，骑着摩托飞速冲向前方，所有人屏息以待。短短几分钟，他又带着古怪的神色折返回来。前面车里没人，甚至连尸体都没有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心里都一阵凉意。距离车祸现场50米时，车队刚停下来，铁狮就迫不及待地率先大步走去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深吸了一口烟，烟雾顺着鼻腔翻涌而出，化作一层若有若无的烟障环绕在周围，直到铁狮回头做了个安全的手势，我这才心头一松。继而另一种情绪却猛地涌了上来。这么多车，就算大多数已经报废，但只要能捡到一辆合适的，我就不用再忍受那辆破烂3轮车。然而选车不能光看外表，更要耐造省油。不远处，一辆牧马人斜塌在公路边缘，底盘都被压得变形。我心头一动，立刻开口：系统检测这辆车，车况完好度69%，彻底维修后可用，目前无法驾驶。如果完全修复需要多少杀戮点？需要多久？修复耗时7天零12小时，消耗杀戮点13728点，7天1万多点。我差点没把烟喷出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透过车窗似乎看到后备箱里有点不一样的东西，于是我干脆利落把后备箱暴力请开，里面赫然摆着2个30升的铁油桶，这可是长途穿越爱好者的标配备用桶。既然有油桶，那就不能浪费眼前的油水。我连忙拧开油箱盖，掏出管子，开始一辆一辆的抽油。半个小时过去，我终于把第2个油桶灌满。不过说回来，车子才是关键。我找了一圈下来，最终只找到一辆霓虹产的牛头标越野，可惜系统提示修复要半天时间。既然没法直接换车，于是我只能另辟蹊径，把这零件统统拿走，用来改装我的破烂3轮车。念头还没落地，忽然轰隆隆的巨响从旁边传来。我扭头一看，此刻铁狮已经化身3米巨人，双手竟硬生生从沙子里拔出一辆黄色校车。我本打算跟铁狮商量，将那辆霓虹产的越野车一并带走，可谁知就在此时，不远处的沙子忽然一阵蠕动，一只腐烂的沙漠蜥蜴从沙里探出头来，绿色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们。它歪了歪脑袋，好像在确认什么，然后猛地朝着远方急窜。我心中暗道不妙，转头就看见楚车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阿宝叔，快通知所有人，现在马上离开。不是说还有半个小时吗？没有时间了，现在就走。阿宝叔脸色发白，下一秒连滚带爬钻进车里，立即打开车队广播：注意，注意，所有人立刻出发。当所有幸存者们还在发愣的时候，老李早已探头催促众人上车。铁狮，帮我一次，我需要这辆车的发动机。行，可时间真的不够。说罢，他再次化作3米巨人，接着一把掀开牧马人的前盖，猛地将发动机拽了出来。同时，我也将4个车轮拆得干干净净，并且放进3轮车斗。不过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不远处一辆剁椒鱼头，于是我硬是用一根绳子将那台剁椒鱼头拖在3轮车后面。姐，你快看陈野那样子，简直就是贪心不足蛇吞象！就那破3轮车，轮胎都快撑爆了，肯定跑不动。这看似愚蠢的做法，其实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慌，甚至我还有空点燃一支华子。下一刻，烟雾骤然翻涌，一匹由烟雾形成的战马猛地跃出，竟拖着我的3轮车狂奔而起。姐，这是序列超凡！原本快要被甩开的距离，眨眼间就缩了回来。然而才不过10几分钟，我的脑袋便开始嗡嗡作响，烟雾马的身形也开始变得虚浮，看样子随时都有可能散去。直到我们赶到新的营地，不少幸存者的目光齐刷刷落到我这边，甚至有不少人羡慕嫉妒恨。铁狮扛着那台沉重的发动机走到我面前，脸上满是憨厚的笑意。这一趟要不是他变身小巨人帮我拆车，我哪有这么大收获？为了表示感谢，于是我付出了150点杀戮值帮他修理黄色大巴。吃过晚饭，我忍不住盘算起收获：一台剁椒鱼头电动车，外加 2.0T 的牧马人发动机，还有那4个全地形轮胎。如果能把这些拼接在我的3轮车上，那就是一台油电混合的怪兽载具。系统，我需要升级。下一秒，一个沙漏虚影悬在3轮车上空，9点59分59秒。可等我回过神来，14000的杀戮点花掉6000，升级奇物又要花去5000。短短一顿操作，我口袋里的杀戮点已然见底。此时已是深夜11点，沙漠的气温骤然下滑，
幸存者们一个个把衣服裹得更紧，有车的躲进车里避寒，没车的只能依着篝火勉强取暖。但我现在还不是躺下休息的时候，有件事我一直惦记着，那就是去找楚车交换太阳能充电板。这玩意儿一旦到手，不光能让我的电子表重新运转，甚至还能让我的末日皮卡接上电源。随即我立马找到了楚车。陈爷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大半夜的来找我，到底想干嘛？有话直说。我没有废话，指了指他身后那块太阳能充电板，原本只是想和他交换，结果楚车一开口，差点没把我气笑。一块破电板竟然要价20公斤大米，贵？那你去找老张头啊，他家充电板一堆，开价比我狠10倍。队长，你这也太黑了吧？不黑不黑，陈爷你一个人用物资当然不心疼，我得养这么多人，东西比你还紧张。对了，你还欠我1桶15升的汽油，打算什么时候还？他看着我吃瘪的样子，显然心情大好，继而又换了一种语气。不过嘛，如果你真的觉得贵，我这还有一块坏掉的太阳能电板，虽然不能用，但对你来说应该不算问题。想要的话，我就收你1半的价。说完，他径直走向一个30寸的大旅行箱前，那是他专门用来装物资的地方。我的目光顺着他的动作看去，就在这时，他随手从箱子里掏出一张红色的皮子放到一旁。那一刻，我只觉得心中一惊，这东西我印象极深，上次交易会上见过，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不是普通的皮革，而是某种奇物材料。系统，这皮子是什么东西？是否消耗100杀戮点进行鉴定？什么？还要杀戮点才能鉴定？我心头一惊，系统从未对普通物品开出这种条件，显然这绝不是普通凡物。系统，这皮子是什么？是否消耗100杀戮点进行鉴定？确定，鉴定完成。物品名称：包皮鬼的头皮。该物能制作出编号排名2000左右的奇物，但有概率产生副作用。我按耐着激动的心情深吸了一口气。虽然它比不上楚车手中那台偷听收音机，可却是顶级的奇物材料了。爷子，我猜你是想要这个对吗？我试探着问他如何交换，然而楚车并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张红皮讲解来历。在你加入车队之前，一名外出搜集物资的幸存者带回了这张皮，可没过几天，他竟然死在了自己的帐篷里，全身皮肤被包得干干净净。我本来打算遇到其他车队时用它换点好东西，既然你想要，那就跟你换。听完这些，我虽然心中有些发毛，不过好在我还有升级系统，于是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换来这张红皮，还有那块坏掉的太阳能充电板。爷子，你别怪我心黑，我得养活整个车队，毕竟这点东西根本不够看。东西到手之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回到车棚仔细研究。可当我刚靠近自己的3轮车时，一个瑟瑟发抖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那是个容貌妖娆的女人，尽管她冻得脸色发青，却依旧散发着令人难以忽视的魅力。我叫徐丽娜，我来是想提醒你，有人要对你不利，你得多加小心啊。你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你是个好人，我不想好人出事。那你能说是谁要对付我吗？我不能说，我说了，他们就会报复我。你知道了，也一定会报复回去。我不想再看到有人受伤了，毕竟世界都已经这样了。对于这种茶里茶气的女人，我并没有过于理会，而是怜悯地递给了她一块士力架。然而她却艰难地移开了视线。我来告诉你这些，并不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说完，她便扭着腰肢一溜烟跑远了。原来不久前，徐丽娜刚刚踏出大巴车门，结果还没来得及呼出一口白气，却被徐娇娇给拦住了。对方的第一句话便是质疑这支车队太不公平了。尽管两人都姓徐，但那一刻徐丽娜与他拉开半步距离，而徐娇娇的情绪却越发激动，开始抱怨女人凭什么给男人做饭，有时候甚至还要遭到侮辱，却连肚子都吃不饱。那些男人什么都不干，却能心安理得地享受成果，这样的生活公平吗？面对情绪失控的徐娇娇，徐丽娜甚至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在深夜出来透气。紧接着徐娇娇的话变得更加危险，她已经想好了办法，那就是先从最弱的陈野下手，只要控制住他，就能一点点瓦解楚车的掌控。到时候徐娇娇当队长，徐丽娜当副队长，他们要在这片末世中建立一座属于女人的乌托邦。结果他话音一落，徐丽娜一记响亮的耳光直接把徐娇娇打得愣在原地。徐丽娜，老娘跟你拼了！可还不等他靠近徐丽娜半米，却忽然被路过的小妇死死拦在原地。嘛呢，娇娇姐，别那么冲动，大家都是一个车队的。让开！小妇，你给老娘让开！今天我要撕了这个骚蹄子！而另一面的徐丽娜却装作受惊的样子，那一幕直接勾起了周围男人们的保护欲。娇娇，你冷静点嘛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咱们都是一辆车上的。对呀，别冲动，你们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哼，误会个屁！你们这群白痴怎么都来拦我？是不是都想睡徐丽娜？不就是她骚吗？现在人家有男人了，你们就全装好人来劝我。你既然这样想我之所以打你，那也是为你好，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原因吗？这一刻，他整个人看上去楚楚可怜，明明自己才是动手的人，偏偏在别人眼里成了受害者。不得不说，这女人的演技实在高明。至于徐娇娇的怒火，徐丽娜压根就没放在眼里，在她看来，那只是蠢货的无能狂怒罢了。哼，给我3天，3天拿不下陈野，就算我输。徐丽娜最初的算盘是将楚彻当成依靠，楚彻作为一名队长，他的手里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只要能靠上这棵大树，他便能在末世中稳稳当当的活下去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楚彻竟是个彻头彻尾的爱无能，对女人的美色根本提不起半点兴趣，哪怕他主动靠近，对方却连一丝涟漪都没有。
至于铁狮，他更不想靠近，他压根顶不住那2米高的魁梧身材，于是他只好将目光转向了我。在他眼里，我才是车队里唯一正常的男人，也就是徐娇娇的出现，那场看似无意的告密戏码才会上演。不得不说，这女人的段位确实很高。刚才我和她对话的那一幕，正好被大巴车里的人看得一清二楚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徐丽娜的刻意为之。她和我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可偏偏在旁人眼里，这女人就像是和我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而这正是她的算计。只要这种暧昧的假象一旦建立起来，那些原本打着她主意的老色批就不得不考虑我的态度。毕竟序列超凡者一旦动起怒火，对他们这种普通人来说无异于灾难，更何况没有人会相信我真能抵挡得住徐丽娜的魅力。不过我很快收回了乱七八糟的念头，而是继续研究那根诡异的柳枝。系统很快就给出了答案，此物是一名无名之辈从富苑柳上斩断的一节柳枝，属于普通奇物材料。尽管此物比不上包皮鬼的头皮，可我依旧小心翼翼地把它收了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当车辆升级完成的那一刻，却见一辆没有车轮的末日皮卡呈现在我面前。那充满压迫感的车身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。为了节省杀戮值，下一刻我便亲手给它装上4个全地形轮胎。谁成想，就在我刚拿出千斤顶时，却见一张绝美的脸庞忽然闯入我的视线。此人正是徐丽娜，并且她的手里还拿着一个6角桶。陈野，我看你忙不过来，就想着来帮帮你。可我懒得听他把话说完，而是一把接过6角桶，继续拧着螺丝。毕竟他打什么主意，我心里再清楚不过。明明现在是末日，我可没有时间谈论儿女情长，更不需要一个拖油瓶在我身边。即便是遇到了危险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当成替死鬼。这些念头我不会让他知道，而他似乎也因为我没有赶他，反而露出了一点点开心的神情。很快我便将4个轮胎全部装好，从外观上看，甚至不比车队里的2辆改装越野车差。然而整个过程中，徐丽娜一直安静地在我身边帮忙，却总能在我开口之前递上我需要的工具。为了节省杀戮值的消耗，我甚至亲自将发动机安装妥当。当末日皮卡成型的那一刻，我的心情前所未有的畅快，终于不再是这个车队里的吊车尾。随即我来到车内发动车子，轰鸣声很快就引来了其他幸存者的注意。我去，野子你可以啊，果然不愧是机械师序列。咋回事嘛？1晚上就鼓捣出了这么个大家伙，这难道就是之前那台剁椒鱼头吗？毕竟在这个诡异横行的末日，谁不想拥有一辆能够代步的皮卡？不过楚队长的反应却比别人更大，明明是台破烂的3轮车，偏偏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末日载具，甚至连他的偷听收音机都听不出一点异样信号，这让他忍不住兴奋的嘴角都在发抖。看来陈毅身上肯定有大秘密，不过有秘密又怎么样？这个车队里谁没有秘密？但是谁又有我知道的秘密多？野子，你下来，让我试试。话音刚落，娜娜便一屁股钻进驾驶室，下一秒他就嫌弃的叫了出来：我去，你车里的内饰怎么这么破，而且还是手动挡的？哼，在所有人羡慕你成就的时候，只有我关心你吃不吃得饱。这一次，我看你还怎么逃出我的手心。随即娜娜油门一踩到底，车子就像脱缰的野马猛地窜出，四周的幸存者们根本来不及反应，一个个吓得四散而逃，其中一个老头子更是被吓得怪叫连连。当车子停下的那一刻，距离他也就仅仅不到2米。老张头刚想骂人，却对上了娜娜那张冰冷的脸，刚到嘴边的脏话硬生生咽了回去。因为在普通人的眼里，序列超凡的存在等同于能掌控生死的神秘。当围观的众人离开后，我接下来就该计划升级奇物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徐丽娜不知从哪里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挂面给我，面里不仅飘着一个煎鸡蛋，甚至还有2片翠绿的菜叶子。我愣了一下，这女人是从哪儿弄来的鸡蛋？更离谱的是，这可是沙漠啊，她又是从哪儿变出来的绿色蔬菜？陈野，这是我给你亲手做的鸡蛋面，你先吃吧，我回去吃饭了。说完，他便当着我的面扭着屁股一摇一摆的离开。丽拉，陈野的车真不错啊。是啊，这辆皮卡也太强了，不愧是机械师序列。只因我和徐丽娜有过短暂的接触，周围的幸存者一脸羡慕地看着他，目光却比以往温和了许多。就连猥琐老头也对他露出一个略带讨好的笑容。吃完早饭，我便回到车里，开始尝试升级4件奇物材料。系统融合包皮鬼头的皮和柴刀，需要多少杀戮点？升级所需3万杀戮点，耗时86小时。我又尝试把包皮鬼的头皮和手弩融合，结果同样是3万杀戮点。可由于代价太高了，我果断放弃了前2条升级路线。很快我又想到了另一个办法，既然黑狗血能对诡异能造成一定伤害，那它本身也算是一种奇物材料。系统把黑狗血和柴刀融合试试。物品普通黑狗血融合柴刀所需5000点杀戮值，这点消耗我完全可以接受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确认。下一刻，柴刀上方浮现出杀漏倒计时，12点29分59秒。各位幸存者请注意，10分钟之后我们就要出发了。阿宝叔的喇叭声再次在营地里炸响，所有人纷纷拿起行李进入大巴，而我也立即踩下了油门。此刻，这辆全新的末日皮卡即将迎来他第一次末日迁徙的旅程。随着车队再次启动，打头的依旧是楚队长的改装越野，紧随其后的是奈娜那台漆黑的 SUV。可谁知车队才开出去没多远，前方的公路上竟拦着2辆烧成焦炭的车。一个年轻人从楚车的车里推门走了下来，他叫小王，是楚队越野车上的第3人。
阿宝叔平时负责车队的大小事务，小王则是个跑腿的司机。我走过去时，小王正蹲在那2辆轿车边查看情况，车厢里各有2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，看不出有什么值得搜刮的物资。注意注意，前方路径受阻，需要离开硬化路面。不少人围上前去向楚队长打听情况。没办法，前面太危险了，硬闯的话一个都活不下来。这么严重吗？很严重。我们虽然有4个序列超凡，可真要撞上厉害的诡异，怕是也要全军覆没。罢了罢了，下路就下路吧，我们车子撑得住。大家别太担心，只要不往前硬闯就没事。先把轮胎气压放一点。我照着楚彻的吩咐，挨个放掉了4个轮子的气压，然后重新坐回驾驶舱。当血月再次爬上夜空时，楚队长终于下令停车。此时已是晚上9点，经过整整1天的跋涉，我手边那把柴刀终于完成了升级，刀柄上还缠绕着一圈覆院柳的柳枝。还不等我反应，系统的信息便出现在我脑海。此物为血院柴刀，编号4879，用途1，刀刃对诡异具有一定的克制能力。用途2，掷出柴刀时，柳枝可形成牵引，具备御刀效果。用途3，血月之下以上效果大幅增强。能力是血院柴刀能吸收怨气，当怨气积累到一定程度后，甚至会产生质变。代价是每日需以宿主鲜血喂养。禁忌是绝不可在血亲面前出鞘，否则刀刃将会转向家族成员。我能清晰感受到柳枝仿佛与我的神经融为一体，柴刀的去向乃至角度的回转都能被我用意念掌控。更诡异的是，在血月的照耀下，它居然在轻微的颤抖。虽然我完全搞不懂这4879的编号是怎么排的，但光从手感和气息来看，这把刀已经值回票价了。我轻轻在刀刃上一划，嫣红的血珠顺着刀口滴落，下一秒柴刀像是饿疯的野兽般疯狂吸吮着血液，直到我感到一丝轻微的不适，它才意犹未尽的停下。接下来我开始修复那块早已报废的太阳能充电板，好在这一步并不麻烦，我只花了100杀戮值就搞定了。当第2天清晨我睁开眼时，太阳能电板已焕然一新。我本想顺势升级它，好让末日皮卡的能源系统彻底脱离燃料依赖，可当系统报价5万杀戮点时，我整个人都沉默了。我刚打算研究能不能借点杀戮值应急，可营地里却突然传来一阵惊恐至极的尖叫声。那是沙尘暴！沙尘暴来了！听到沙尘暴这3个字的瞬间，我抬头望去，只见一条土黄色的天际线正在天边推进，仿佛一头要吞噬天地的巨兽。不少幸存者被这一幕吓得当场失禁。他娘的还傻站着干什么？好啊！整个营地瞬间乱成一锅粥，所有人像被针扎了一样四散奔跑，而我也很快冲进了末日皮卡的驾驶舱。可车子刚刚起步没多久，那条黄色的天际线便已经逼到了眼前。阿彻，你不是领路人吗？这么大的沙尘暴，你居然没感应到？我是领路人，不是气象员。我虽然能感应诡异，可我又不是预报天气的。风的嘶吼声此起彼伏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刺耳的呼喊钻进了我的耳朵。陈野，救救我姐！我偏头望去，只见周小小拼命朝我挥手，而她的姐姐周兰此刻才从一个沙丘后面跌跌撞撞地爬出。2人离得最近的正是我的车，可我没有丝毫要停车的念头。在我字典里，不管对方有多漂亮，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。陈野，求你了，救救我姐！各种求救声接连不断。突然又一个男人窜到了车前，陈哥，救我！和他一样的还有3、4个人都被落在了后面，而现在他们全都慌不择路，有人甚至张开双臂绝望地拦在我的车前，可我理都不理那些人，脚下油门直接踩到底。随着身后的沙尘暴越来越近，前方的能见度也越来越低，于是我只能死死咬住车队的尾，可一直这么跑下去也不是办法，盲目驾驶下去，哪怕是撞上一个障碍或者与车队失联，都足以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我本打算提醒前方车队减速，却忽然发现楚彻和娜娜的车全都已经停了下来，就连铁狮那辆黄色的校车也稳稳停在了原地。我们很快以铁狮的校车为中心，将车辆围成一个半圆阵型，以减少沙尘暴的冲击。透过车窗，我亲眼看见一个连人带摩托的导雷弹直接被吹得腾腾飞起，转瞬就消散在风暴之中。紧接着，校车的车门砰的一声被推开，铁狮那庞大的身影很快从里面钻了出来，身体几乎是肉眼可见的膨胀了一圈。他手里拎着一根粗绳，顶着风往车与车之间走去。这家伙居然是想用绳子把所有车辆拧在一起，可风力太大，就算是3米高的肌肉巨人，此刻也被吹得连连踉跄。铁子，帮我！傻大个，你不要命了！可我也清楚，这时候怎么都得下车。如果这些车都被风卷走了，我那辆末日皮卡也活不成。顶着沙暴和铁狮一同拖着绳索围着车队一圈又一圈的打转，紧接着铁狮双臂一转，将绳索死死打成一个结，自己则像一根钉子一样深深扎进沙地里。而我这边手腕一抖，复院柳枝笔直地缠绕在那根粗绳上，下一刻血院柴刀猛然砸下，硬生生在沙地里凿出一个深坑，飞沙很快将坑口掩埋，可绳索早已被死死固定在了地下。爷子，真有你的！就在我咬牙死死拽着柳枝时，那股诡异的气息正在一步步逼近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当那场肆虐天地的沙尘暴终于停歇时，我整个人几乎被埋在了沙子底下。好在我借助柳枝的力量把自己从沙堆里拖了出来。不过这场沙尘暴也让我损失惨重，车顶的行李架被吹得七零八落，原本牢牢捆着的物资更是不知被卷去了何方。陈言，你没事就好，吓死宝宝了。我没事，你们呢？食物和物资损失大不大？陈言，我
楼的。只见周小小攥着一把水果刀，满脸怨毒地冲了过来。我吐出一口烟气，烟雾如游龙般将他的手脚死死束缚住。陈野，你杀了我姐，我要杀了你！你什么时候看到我杀他了？如果不是你，如果你肯停下来救他，他就不会死。放屁！我要是停下来，死的就是我。周小小，你是不是傻？我凭什么救你姐？凭什么？就在众人不知该如何劝说的时候，楚彻从车里爬了出来。小心，有鬼！话音刚落，一张恐怖至极的人脸突然窜出，继而张嘴就猛地朝周小小扑咬而来。在避无可避的瞬间，铁石忽然一拳砸在那怪物身上，硬生生将眼前的人面蝎震退了数米。周小姐，快走！就在这时，小妇已经冲了过来，拼命拖着双腿发软的周小小向后撤。那是一头庞大的人面蝎，而最骇人的是他头顶那张镶嵌着的人脸。我缓缓吐出一团烟雾，那股烟气顷刻间化作一层灰白色的迷障，将我们一行人的气息尽数遮蔽。现在还是白天，这东西的力量会被压制一部分，你们最好在血月升起之前解决它，否则我们全都得死。楚彻话音刚落，娜娜已经抽出了腰间的长剑，而铁石更是怒吼一声，再度冲上前去，铁拳狠狠砸在人面蝎那张诡异的人脸上。可下一刻，他头顶那张狰狞的人脸进化成了周兰的模样，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为什么会是姐姐的脸？陈野，你为什么不救我？你只要停下来救我，我就不用死。不等他话音落下，我的血怨柴刀已经飞了出去，刀锋直斩那张虚假的人脸。趁着这个空档，铁石和娜娜也冲了上来。赤痕为气，剑破铜身，引无金血，迷啸三魂。伴随着低沉的咒语，娜娜的长剑在人面蝎厚重的外壳上留下一道又一道伤口。倩倩，你看到我是谁？就在他的剑尖即将刺入人面蝎的瞬间，人面蝎的脸再度变成了一张中年女子的面孔。娜娜的手瞬间僵住了。倩倩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可是你最亲爱的姐姐啊！你把我吃了，我不怪你。我们终于融为一体了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果然，诡异从来都不是靠蛮力就能解决的东西。好在铁石察觉到情况不对，顶着蝎尾刺的攻击冲上前去，随即双拳轰然落下。老大，你看到我是谁？那张脸再次扭曲，这一次竟化成了一位中年人。傻大个，别看他。可当我喊出这句话时，已经太迟了。铁石的眼眶早已泛红，身体几乎要被幻象彻底吞噬。我知道一旦我们三人倒下，整个车队就要葬身于此。于是我继续将血怨柴刀狠狠劈向那张巨脸。可无论他变成什么模样，哪怕是我的亲人，我依旧没有半点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利用浓郁的烟雾干扰他的感知，接着我又用烟气化作数条獠牙毕露的烟犬，直接扑向那张人脸，疯狂撕咬。楚车这时冲回改装越野车，从车厢里翻出一袋黑狗血扔给我。我看准时机，毫不犹豫撒向人面蝎的脑，使他一时半会无法进行攻击。看着娜娜和铁石傻傻的站在原地，我冲过去对着娜娜的小脸就是一巴掌，又反手给铁石扇了一下。两人终于回过神来。10分钟后，浓烟翻滚中响起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，吓得周围幸存者腿肚子直打颤，甚至偶尔还能透过迷雾看见一条条巨大的烟狗在撕咬怪。我躲在铁石那庞大的身躯后面，借着他遮挡住大部分攻击，而娜娜则一剑斩下，直接砍掉了人面蝎半边头颅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血怨柴刀也狠狠灌入他的脑袋深处。你斩杀了人面蝎，获得杀戮点2万。可就在我准备清点战利品的时候，娜娜却突然对我抬手就是一巴掌。陈野，这一巴掌是还给你的，你呀真混蛋！这一巴掌是不是连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？不过真没想到，我们居然杀死了一头诡异。从末日爆发到现在，关于诡异被杀死的传闻从没断过，但那始终只是传闻。而今天这个不可能，我们做到了。这时楚彻从破败的废墟后走了出来，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那具人面蝎尸体。我曾经听说过有序列2的超凡者独自斩杀过一头诡异。序列2几个字刚一出口，娜娜立刻像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天这点成就根本不算什么。你们对这个世界了解的还太少，序列超凡的力量你们才发挥了一小半，就算是大夏独有的剑仙序列，潜力也不止于此。别让我失望。还有陈野，超自然途径同样强大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今天恐怕都活不下来。话音落下，楚车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朝前迈去，目光死死盯着人面蝎尸体消散的位置。一块漆黑的甲壳静静躺在沙地上，于是我立刻让系统鉴定物品名称：人面蝎的甲壳，物品来历为被3名序列超凡围攻致死的人面蝎掉落之物。该甲壳拥有极强的防御性能，如能打造为防御性奇物，将是一件极具价值的装备。陈野，楚彻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听到奈娜的声音，楚彻几乎是以闪现的速度掠到她身边，那是一整张柔软的人脸皮。我本能的一把抓起那张脸皮，很快系统的鉴定结果浮现在我眼前。物品名称：人面蝎的脸皮，具有极强的变换能力与自我修复能力，此物为稀有奇物材料。这次真发了。楚彻的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，结果注意到我对这张脸皮同样表现出浓厚兴趣，脸上立刻浮现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意。杀死人面蝎，没有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面蝎都不可能死，所以这张脸皮还有之前那块甲壳，我们4个人都有份，你没意见吧？我还能有什么意见？这场胜利是我们所有人拼命换，少了任何一个环节，结局可能完全不同。更何况这一战下来，我自己的损耗也不小。随着夕阳缓缓坠落，我第一时间去检查自己的末日皮卡，
车身勉强还算完整，可左右两边的车窗全都被沙暴撕得粉碎。好在系统的检测结果显示，车辆的核心结构依然完好。可当我回头看向车队，却忍不住沉默了。沙尘暴之后，原本不多的队伍人数更少了。从长寿村出来的时候还有40几个人，现在连30个都不到了。阿宝叔一边清点着幸存者，一边絮絮叨叨地感叹着，明明只是40多岁的年纪，此刻的他却像是老了10岁。陈爷，车队里的人不多了，以后大家就一起吃饭吧，这样可以省点资源，不过食材得各自负责。我想了想便点头同意。按照楚车的说法，以后就得吃大锅饭。当晚所有人围坐在篝火旁，沉默地吃着这场劫后余生的晚餐，而我在收拾完一切后，随手打开了系统。此刻系统杀戮值已然累积到3万点，这一战的收获远不止那张人皮与甲壳。当人面蝎死去的一刻，我亲眼看见有一道灰色的怨念被血怨柴刀吞噬。我反手抽出腰间的柴刀，只见刀身之上浮现出一丝暗纹。那一刻，我能感觉到它正在变得更强。这件武器将成为我踏入强者之路的底牌。就在我盘算着该如何分配这3万杀戮之时，娜娜却提着一箱8+1晃悠悠地走了过来。喂，你能喝吗？我看着她醉醺醺的模样，原本打算起身回帐篷休息时，却被她一把搂住了脖子。陈野，我让你走了吗？我偏过头，正对上一双楚楚可怜的眼睛。一旁的楚彻看到这一幕，眼神立刻变得暧昧起来。那个，你们还是慢慢聊吧，我先回去了。楚队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懂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人来打扰。楚彻，你大爷！我被娜娜抱得死死的，根本挣脱不开。看在她是车队第一高手的面子上，我忍着不耐烦，准备听她到底想说什么。娜娜，你喝多了。我没有，这才多少？陈野，你听我说，其实我不叫娜娜，我叫倩倩，娜娜是我姐。这一刻我才发现娜娜身上绝对有大秘密，而楚彻更是钻回了自己的车里，立刻打开了偷听用的收音机。这对于他来说简直比晚饭还要提神。或许是与人面蝎的那一战，勾起了倩倩心底最深处的记忆。如果没有末日，她本该是国内顶尖学府的一名大一新生，不仅家境殷实，父母工作体面，家中7口人更是其乐融融。可这一切在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的第2天就全变了。那天他迷迷糊糊走到门口，却看见原本院子里的那棵景观树长到了遮天蔽日。下一刻，那棵树张开了籽，在全家人的注视下，一口吞下了他的父亲。随后，粗壮的树枝如蟒蛇般破墙而入，将家人们活生生的吞噬。那一刻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只有姐姐孙娜娜还在拼命思考。她发现了一个规律：大树在进食的时候会有一个短暂的安全窗口。于是，她做了一个最残酷的决定。当枝条将她卷向那张血盆大口时，她用尽全力把妹妹推了出去。孙倩倩就这样呆呆站在原地，以为自己也将成为下一个食人。然而，那棵树忽然停止了动作。在他眼前结出了一枚血红的果实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竟伸手摘下那枚果，甚至在咀嚼的过程中尝到了熟悉的味道。陈野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们都是序列1，而我是序列2吗？此刻偷听的楚彻能确定孙倩倩之所以晋升得如此之快，就是那枚沾满血清的果子带来的力量。呵呵，就是那颗果子。陈野，我吃了我全家。等你强大了就回去把那棵树砍了烧火。哪有你这样安慰人的？然而这句话瞬间替他推开了一扇门。是啊，为什么不能找树报仇？他既然能吃我家人，我也能砍了他。倩倩的眼神第一次变得炽热起来。陈野，去我车里。下一刻，小鱼儿骂骂咧咧地从车里翻滚下来，而不远处越野车里的楚彻听着偷听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，整张脸已经黑得像锅底。我的耳朵脏了，脏了！你们2个臭不要脸男女！随着黎明的到来，我和倩倩像是约好了一样，谁都没提昨晚的事。陈野，那张人面蝎的脸皮可是好东西，我想要，哥哥你就从了我呗。按照车队的规矩，咱们4个人是要平分的。那你可以把你的那份给我吗？你可是机械师序列，由你出面跟队长和傻大各谈，肯定能成。到时候再帮我升级一下我的剑。他越说越近，甚至不惜主动靠在我怀里。为了升级装备，这丫头连脸都不要。那你打算拿什么来换？我都做到这份上了，你还跟我算得这么清楚？咱俩一码归一码，我能帮你做奇物，到我出手一次很贵的。说完，他一脚把我踹下了车。渣男，你给我记住，是老娘玩了你！车门砰的一声关上，我拍了拍身上的灰，转身回到自己的末日皮卡里开始盘算。然而升级血怨柴刀需要3万杀戮点，第2步兑换魔药胶囊，那东西楚队长说能彻底挖掘人体潜能，比序列真迹还珍贵。系统，兑换1颗魔药胶囊要多少杀戮点？兑换1颗魔药胶囊需杀戮点5万。于是我只能放弃前面2种方案，将剩余的杀戮值用来升级自己的载具。最终我咬牙消耗15000杀戮点，将太阳能充电板进行升级，40个小时。一旦升级完成后，车子的行驶里程将突破100公里。看着系统面板上仅剩的杀戮点，我心里那股不甘几乎要从胸腔里钻出来。于是我突发奇想，既然魔药胶囊我买不起，那换一种思路呢？武侠小说里不都有内功心法吗？系统，有没有办法能提升序列超凡的能力？序列超凡与宿主所说的内力本质相同，但需要消耗杀戮点进行推演。要多少杀戮点？预估需要1万点杀戮值，推演时长约36小时。由于我电力系统还在升级，于是我当场就否决了这个提议。没多久，楚彻忽然召集所有人开了个小会，大家的水都省着点，再坚持几天应该能遇到其他车队，顺利的话，到时候或许能换点水。听到这话，我和倩倩都愣了一下。毕竟末日里最可怕的不一定是诡异，有时候真正能要你命的是人。当会议散去之后，我们继续踏上迁徙的路。楚队长有时会突然停下来辨别方向，
有时又掉头重走早上走过的路。车队像迷路的蚂蚁在沙海里兜圈子，而在我皮卡的后方，那辆神奇的老头乐始终默默跟随。按理说这种低功率的小电车早该没电了，可他偏偏还能跑，这老头绝对有大问题。但我没打算去探他的底，而是尽量离他远点。很快，我的皮卡电力升级系统终于完成了升级，紧接着驾驶舱的车顶多了一块太阳能充电。不过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让系统推演锻炼序列超凡的法。系统开始推演，根据宿主要求，以武侠小说内功心法为蓝本开始推演，预计消耗36小时，扣除1万杀戮点。就在我刚升级的这一刻，车队里忽然传来了惊喜的声音：来了，队长，他们来了！我顺着小王指的方向看去，远处一支骑着骆驼的队伍缓缓向我们移动，却见前排的骆驼上坐着人，后排的骆驼上堆满了物资，而那些没有坐在骆驼上的人则是更多，他们无一例外全都被人用绳子绑住。看到这些人，我首先想到的是奴隶。很快，两支队伍终于在荒原上碰面。对方队长的名字叫莫怀仁，是一个叼着烟袋、满脸皱纹的老头。可我关注的并不是莫怀仁，而是他身后那支驼队。那些幸存者一个个衣衫褴褛，眼神空洞，甚至待遇还不如那些骆驼。更让我皱眉的是，这支驼队里竟然还混着五头狼。他们在靠近我们时不声不响，却下意识地形成了一个包围圈，仿佛把我们当成了猎物。一声低沉的狼嚎划破空气，五头狼立刻收拢队形，神态乖顺地跑到一个青年身边。楚队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詹磊，我们队里重要的成员。看来此人觉醒的序列多半和预售有关。这位是叮咚，也是队里的核心战力。那是一位手上绑着绑带的普通女人，却透着一股危险的锐气。至于那边那位是刘洋，这孩子还没成年，不太懂事。可那少年披着连帽斗篷，将整个人都笼罩在阴影里，周围的人看见他就本能地往后退，就连同队的超凡者也不愿靠近半步。我正打量着那少年，却见他朝铁狮做了个割喉的动作，态度极其嚣张。很快楚彻也简单地介绍了我们的人，但没有透露任何序列信息。双方心照不宣，彼此都留了后手。最终两队人选择在沙丘后扎营，可那支驼队的物资明显更充足，帐篷、干粮、水资源一应俱全。那些奴隶在一个池边汉子的驱赶下，开始慢吞吞地泻火。楚队长，你这车队人有些少啊。莫队长，现在是末日，人太多反而是累赘。哈哈，说的也对。莫怀仁意味深长地看了眼那辆大皮卡，你这车不错啊，就是燃料怕是不好找吧。此刻两人的笑声表面热络，可暗地里一老一少都在各自算计。当晚血月高挂，两支队伍的序列超凡围坐在篝火旁。可就在这笑声中，莫怀仁开始讲起自己的往事。末日前他是个村干部，虽然日子并不富裕，但活得还算安稳。可那份安稳很快被一群逃难者彻底打碎，他们浑身是伤，眼神空洞，嘴里反复念叨着城市没了。小楚啊，你是不知道那些人坏得很，他们刚来的时候咱还想着都是逃难的嘛，于是好酒好菜的招待众人，可结果呢，他们吃了不谢，喝了不走，最后连女人、粮食、牲口都不肯放过。俺的个娘嘞，那些狗还真不是人啊。后来村子也出事了，夜里鬼哭，白天死人，我们那批人能跑的全跑了，剩下的就都成了那些东西的粮食。老哥，我听说上户也完了，那可是几千万人口的城市，怎么可能全灭？莫怀仁并没有着急回答，反而朝着一名壮汉招了招手，去把那家伙叫过来。不多时，那名汉子拎着一个瘦高个走过来，他是从上户逃出来的，你自己问吧。上户一开始其实还有秩序，军队、科研的人都在想办法，可那些东西来得太快了，有人说是病毒，有人说是灵异入侵，一夜之间整座城市就像被掏空了一样，越是人多的地方越先出事，地铁站、商场、学校全都变成了屠宰场。后来有人组队进去调查，可是没一个人能活着回来。南方不是有幸存者基地吗？有过，据说那基地聚了几10万人，结果诡异蔓延进去，一夜之间全没了。话音刚落，在场所有人面露死寂，老莫却忽然咧嘴一笑。据说他家那位以前可是有几千万粉丝的当红明星，要不是末日，莫老头根本没有机会跟那样的人走到一起。还说他当年跳舞特别厉害，等安全点的时候让楚车见识一下。下一刻，一个千娇百媚的身影缓缓走了出来。哎呀，莫队长，你又拿人家开玩笑了。嘿嘿，瞧你这小妖精，害得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。两人旁若无人的调笑着，我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。那老头的年纪都能当他爷爷了，可我越看这女人，我越觉得哪不对劲。当我视线落在他的脖子上时，整个人都懵逼了。这下我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。我下意识瞄了眼楚彻和铁狮，两人都悄悄往后挪了半步，反倒是驼队这边，不少人露出陶醉的表情。莫队长，这一路上除了我们，你还遇到过其他幸存者队伍吗？倒是遇到过，算上你们，我算是遇到了2支半的幸存者车队。等等，2支半，那半支是什么情况？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那半只是住在一头巨象背上的幸存者。他说那头大象庞大的超乎想象，背上不仅建着一座人类城堡，甚至上面还有人类活动的痕迹。可这并不是唯一的传说，据他说，在更遥远的地方，人类在天空中建起了浮空之城，听上去离谱，可自从诡异爆发，离谱反而成了常态。后来关于末日的真正原因也出现了各种版本，有人说是2个位面的空间重叠，也有人说这是天地复位的前兆，更极端的还声称这是神明归来的代价。而极端的气候只是开始，
白日里热浪能灼穿皮肤，夜晚的寒气却能将人冻死。山会移动，海会倒流，天空的裂缝里甚至能看到另一片大陆的。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，末日才刚刚开始。那些传闻无论真假，或许终有一天都会出现在众人眼前。经过短暂的接触，我发现驼队的情况和公平车队完全不同。奴隶制度在他们这里成了铁的秩序，相比之下，公平车队简直就是天堂。在公平车队，只要你肯付出，就能吃饱，哪怕只是勤快一些也饿不死。回到营地后，我实在忍不住问楚车：“楚队长，什么时候动手？这支驼队的物资可不一般。”陈野，你果然是个天生的坏种，你压根不会是想黑吃黑吧？野子，这样不对，大家都是幸存者，公平交易对大家都有利。陈岩，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个好东西。靠，你们敢说你们没这么想？楚彻沉默片刻，终于开口：“野子，你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已经和莫老头打过招呼，明天一早开始交易。我们不打算黑吃黑，但也要防着别人。我看那莫老头奸诈得很。”倩倩不愧是跟我有一腿的女人，她的看法跟我差不多。不过就在这时，铁石忽然说驼队里那个刘洋很不对劲。就在刚刚所有人吃饭的时候，唯独那家伙一口未动。可现在明明是末日，人人为一口饭拼命拼得头破血流，那家伙却偏偏连筷子都没动过。楚彻脸色一沉：“我大概知道那孩子是什么序列了，应该是恶魔序列。恶魔序列是最适合末日的超凡序列，他们不能吃普通食物，一旦进食就会产生强烈排异反应。人类的饭菜对他们来说是毒药。恶魔序列以人类的负面情绪为原料，负面情绪越浓，他们的力量就增长得越快。”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因为在这末日恐惧无处不在，而那孩子几乎就是天生的版本之子。而且这小孩甚至都可能是序列2，恶魔到了序列2会长出双翼，平时双翼化作斗篷遮体，战斗时才会显形。有意思，同为序列2，我倒想试试看到底谁更强。别轻举妄动，现在我们的人手不多，能不爆发冲突就尽量避免。人面仙那一战铁石伤了，能打的只剩下你和孙倩倩。此时的公平车队太脆弱了。楚队长的话虽然没错，但我却并不认同。我看向远处的篝火，语气平淡。可你们难道没发现那支驼队也不太平吗？尤其那位相貌平平的女人，似乎和其他人关系紧张。经过我的提醒，众人才回想起晚饭时那气质凌厉的女人曾中途离席。依我看，不如我去找那女人聊聊，说不定能……打住，野子，别再想着黑吃黑，能顺利交易就是最大的幸运。他话音刚落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立即掏出那台器物收音机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先听听对方怎么说。收音机里立马传出一阵刺耳的滋滋声，随即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：“队长，我看那个车队里就小白脸最阴险，我们得防着点他。”三人目光齐齐落在我身上，看我干嘛？楚队长比我还白，小白脸肯定是说他。再说我一晚上都没说话，老实得很，哪像是阴险的样子。可话音未落，收音机再次发出沙沙声。是啊，那小子一晚上装得挺老实，可那双贼眼到处乱瞟，还好几次盯着我们的物资看，得小心他们黑吃黑。听着偷听收音机的那一刻，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十足的小人，毕竟莫老头也没打算黑吃黑。单看那车队的幸存者一个个都很不错，不用担心。紧接着另一个声音应和道：“队长说的是，希望明天能顺利交易。”楚彻伸手关掉收音机，只淡淡说了句让大家早点休息，明早天亮就准备交易。可当我们刚走出帐篷，一阵狼啸划破了夜的寂静。我抬眼望去，只见那名控制狼群的青年正缓缓巡视驼队。那人抬手按在每头骆驼的额头上，下一瞬躁动的骆驼竟纷纷安静下来。果然他的超凡序列和御兽有关，这样的能力在末日中等同于一支移动的军队。我多看了他一眼，这才转身回到自己的末日皮卡里。系统面板的倒计时正闪烁着冰冷的数字，功法推演剩余时间13小时。如果推演成功，我的超凡修炼速度将成倍提升，力量就会再上一个台阶。然而此刻，另一边的楚彻却重新打开了那台收音机，随着噪音声响起，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透了出来：“我记得你是小楚车队的人吧？怎么跑到我的帐篷里来了？”可下一秒，收音机里再无半点回音。楚彻只觉得背脊一阵发凉，那内奸分明知道偷听收音机的真正作用，这意味着车队将在不久后会出现变故。随着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，驼队的幸存者们最先开始行动。他们在两支队伍之间清出一片空地，一边忙着安置物资，一边解下骆驼背上的包裹。我远远看着，不得不说驼队的底子确实厚，每头骆驼的背上都堆满了物资。忽然一具庞大的骨架映入眼帘，准确来说，那是一头异变巨牛的残骸，上面隐约刻着奇异的纹路。我心中早就有个想法，若能将奇物材料融入皮卡，或许能将我的座驾彻底进化成真正的奇物之车。而眼前这头巨牛的骨架，无疑就是最完美的开端。于是我花了70点杀戮值进行鉴定，系统很快就给出了回馈。物品来源为吃人双头牛的牛骨，由5名序列超凡围杀的一头吃人双头牛所遗留，其中1名超凡者当场被咬掉脑袋。牛骨蕴藏着奇异能量，若能制成奇物，将是一件相当出色的大型藏品。系统，这玩意能不能用来改造我的末日皮卡？将吃人双头牛的牛骨融入末日皮卡有2种方案。方案1，熔炼至车身可显著提升车体刚性，减少冲击变形。方案2，熔炼至底盘与大梁增强越野性能，同时提升车身强度。我心里顿时一动，之前升级末日皮卡的时候，为了省杀戮点，用的都是系统提供的最廉价材料，结果这辆车动不动就发出咯吱咯吱的怪响。要是能加上这副牛骨，整辆车的品质至少能提升一个档次。
可我正想着，旁边突然传来莫怀人阴阳怪气的声音：“小陈，你想要这个东西吗？”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打了个招呼：“莫队长起得真早。”“是啊。”说完，他拍了拍那副牛骨，语气忽然变得沉重。我们驼队原本有5名序列超凡，可自从遇上这头吃人双头牛，其中的1名序列超凡永远醒不过来了。那一战，我们死了很多人。我本想安慰他几句，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一般来说，有领路人压阵的队伍是不太可能被诡异追上，除非是发生了什么意外。莫老头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。你猜的没错，有我们领路人在，普通诡异确实追不上，但凡事总有例外。我和小楚一样，只是序列1的敢威者，却不代表能逃过一切。诡异的能力千奇百怪，有的想都不敢想，就像那头吃人双头牛。说到这里，他又恢复了那副老狐狸的表情。好了，年轻人，话我也说完了，你打算怎么换这副牛骨？我摸了摸腰后的血怨柴刀，又看了眼远处的末日皮卡，这2样东西是我所有家底，车里剩的食物也不多。于是我尴尬的笑笑：“莫队长，这东西你都说的这么玄，我可换不起。”我也就是随口问问。莫老头脸上的笑意瞬间变淡，转身时还嘀咕了一句：“原来是个穷鬼。”我装作没听见，转头去看其他物资。不得不说，驼队的好东西确实多，食物、药品、矿泉水整整堆了一大片。而车队这边的铁狮更夸张，占了空地中最大的区域。而最惹人瞩目的，当属那2件从人面蝎身上取下的奇物材料。然而楚队长和我们几个商量过，这2件奇物材料不只是用来换物资，更要解决饮用水的问题。一旦人在没有水的情况下，在沙漠里最多只能存活2天。可尽管如此，人面蝎的甲壳以及人面蝎的脸皮，才最终换到了10箱矿泉水。如果是末日之前，这种奇物材料价值几个亿都不好说。而我这边的任务也很明确，趁着这场交易会能换的尽量换。很快我用1包泡面换了1双刀帮靴，接着又用3根烟换了之前看中的小风扇。正当我继续挑选物品时，不料耳边忽然传来莫老头那熟悉的怪笑：“嘿嘿，小陈，你那白酒怎么换？”这老家伙是典型的烟酒不离身，当看到我摊位上那瓶白酒，立马眼睛放光。我笑着让他拿你那牛骨来换就行。你这小子，之前看你就奸诈，你果然是看中了我那牛骨。怎么样，换不换？你做梦！除非你能拿50袋大米，我倒是可以把牛骨换给你。就在我和莫老头讨价还价时，楚车不知何时走了过来。莫老头见状，立马换了一副猥琐的笑容：“小楚，我还有个交易，你想不想做？”怎料他话音刚落，忽然一双不善的目光正恶狠狠地打量着我。是那个浑身裹在斗篷里的少年。少年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竟对我比了个割喉的动作。小车，我看你车队里的那个姓徐的，还有姓周的姑娘都不错，换给我如何？我给你2箱水。要知道，在沙漠里，水比黄金还贵。或许是莫老头的眼神太过炙热，周小小就像是被猛兽盯上了一样。徐丽娜更是往我这边缩了缩。莫队长，这话以后不要再提了。切，小楚啊，你还是太嫩了。这都末日了，你做这样的好人有意义吗？不如我再加一个条件。昨天晚上有个人来到我的帐篷里，你猜猜他都和我说了什么？楚彻脸色一僵，他当然知道昨晚有人进过莫怀人的帐篷，只是没想到这老家伙会在此时提起。不过楚彻仍旧咬牙拒绝。莫队长，徐丽娜和周小小都是人，不是货物，我不能换。楚队长，我还是太小看了你了。罢了，我也不要这2个女人了，我就直接告诉你，昨天晚上进我帐篷的是一个叫做徐娇娇的女人，她可是把你们卖了个差不多。人啊，有时候还不能太善良了，记住了。现在可是末日。闻言，楚彻满脸阴沉，没想到出卖车队的竟然是他。那一刻，楚彻的眼神之中第一次露出杀机。多谢莫队长，哈哈，没事儿，你我都是队长，我和你一样，最恨团队里出现2五仔。不料当2人刚结束谈话，我立即拉着徐丽娜的手来到莫老头身边。莫队长，我们队长不和你换，我和你换。徐丽娜是我的人，你只要把那牛骨给我，我就把这女人给你，怎么样？此刻徐丽娜在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，整个人差点瘫软在地上。在我刚说出那句话的那一刻，楚彻是真的动怒了。小楚，你别急，小陈想交易，那是他的自由。你这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古板。以前我们是普通老百姓，被人欺负也只能忍着，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是超凡者，该改改那老一套的观念了。说完这话，他那双贼眼又在徐丽娜身上来回扫动，笑容越发猥琐。嘿嘿嘿，小陈，你要那双头牛的牛骨也不是不行，只是一个怕不够吧。老莫转头看向周小小，那一刻周小小只觉得浑身冰冷。然而下一秒，莫怀人心头骤然一紧，他还未来得及反应，却见一把柴刀从天而降，直接将他的脑袋劈飞。而就在我动手的瞬间，不远处那名相貌平平的女人突然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气息，只见她反手一拳轰向了那个戴兜帽的少年，速度几乎快到令人猝不及防。少年虽然挡住了这一拳，但整个人仍被打得一口鲜血喷出。叮咚，你为什么要对我出手？可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一节剑尖从他的心口穿出，他艰难的转头，却见不远处的倩倩手掐剑诀。你自然会御剑，刚学的，怎么样？滋味还不错吧？谁料他的话还没说完，远处传来一声惨叫，几匹恶狼已经扑向了铁狮，而狼王更是咬住了他的喉咙。铁狮怒吼着试图挣脱，可此刻的他已是强弩之末，双手被另一头狼死死咬住。这些狼是詹磊特意培育的凶种，每一头都比正常的狼更大更狠，要不是铁狮有伤在身，绝不可能如此被动。可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了，
当铁狮将要挣脱的同时，詹磊早已一刀砍断了铁狮的头颅。做完这一切，詹磊骑在狼王背上，一路朝沙漠深处疾驰而去。铁狮，倩倩双手结印，剑光直刺向那疾奔的身影。很快，狼背上的人闷哼一声，从高处坠落。短短10来秒，4名序列超凡者尽数殒命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都源于我动的那一刀。此刻，倩倩冲到铁狮的身边，豆大的泪珠不断从眼眶滴落。校车上的幸存者也有不少人失声痛苦。没有铁狮，许多人恐怕活不下去。他的死来的出乎意料，但并没有让我失去理智。此时的我盯着不远处那名少年的尸体。楚彻说过，恶魔序列生命力十分顽强，比起泰坦序列都不弱，因此我怀疑这人可能没死，甚至连那位御兽超凡者也在装死。于是我抽出腰间柴刀，慢慢靠近黑袍少年。他已经死了，没有人能够在那一剑之下还活着。而少年的身体确实有一个血洞，一团黑气正在伤口处蔓延，无数肉芽开始滋生缠绕。如果给他几分钟的时间，刘洋有自信把所有人杀死。他本想等我靠近突然来个暴击，可我又怎会如他所愿？我直接用柳条控制着那把柴刀，袭向那名少年，直到将他五马分尸才肯罢休。我本以为这场屠杀已经落下帷幕，与此同时，被倩倩一剑刺杀的御兽超凡竟忽然跃上狼王的脊背，转身就逃。我冷冷盯着那抹逃离的背影，只可惜了那点杀戮值。要知道刚才斩杀莫怀系统可是给了不少的奖励。回想起昨夜，我第一个找的人是叮咚，他本就和这支队伍有些格格不入。少年在虐待其他奴隶时，也只有他出手阻止。尤其是我发现他看向莫怀人时，眼底更是闪过一抹厌恶。这些都没有逃过我的仔细观察。当我找到他说出自己的计划那一刻，他几乎没犹豫便点头答应。第二个是倩倩，一旦我动手，就让他与叮咚趁乱解决恶魔序列。楚彻曾说过，恶魔序列的强度远超普通的觉醒者。我原以为这一战必定凶险万分，可没想到却出奇的顺。至于铁狮，我从没指望他会帮忙，更没想到他竟会死得那么快。铁狮就这么静静躺着，车队幸存者还为铁狮做了一块墓碑，上面写着吴海峰之墓。以前我总是称呼他为傻大个，这货却从来都不介意，连平时最爱开玩笑的阿宝叔也只是默默抽着烟，而我也没有例外。毕竟当初我刚觉醒异能，那些关于序列超凡的知识都是铁狮一点点教我的。如果铁狮不死，我或许真会把他当成兄弟。阿彻，时间不早了。楚彻没有回答，反而转头看向了我。你不该这么鲁莽的，至少该提前告诉我一声。如果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还是会动手，只是我会提前通知铁狮，让他躲好。楚彻听完表情更加沉默了，他不认为我做的不对，可见莫怀人和那少年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或许我们之中也只有你才能活到最后。楚彻将一杯清茶洒在铁狮的身前。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记得每年给我烧点茶叶。我看了看倒计时，时间已经不早了。而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，楚彻忽然语气古怪：野子，你知道吗？泰坦序列1被称作血肉学徒，但到了序列2却有2种分支。哪2种？一种叫做双颅巨人，另一种叫做窥视之颅。窥视之颅会在额头生长出第3只眼睛，这只眼睛会有神异的作用。我曾经看过一份文件，走这条分支的泰坦超凡者，序列足够高，死后留下的第3只眼，甚至能够直接当作奇物来用。此刻我听得目瞪口呆，连一旁的倩倩也止住了哭声。你还记得铁狮那种奇怪的状态吗？平时一个性格，打起架来却像变了个人。你是说铁狮会活过来？不，铁狮不会活过来，而是根本没死。话音刚落，铁狮的尸体忽然抽搐了一下，紧接着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，一个新的面孔出现在所有人面前。野子，你们3人傻站着干鸟，还不把我扶起来？你们不知道，老子差点死了。对了，我叫狂狮，铁狮这货没死，只不过想出来还要几天。怎么样，泰坦序列牛不牛？砍脑袋都死不了。不过野子，我看你刚才好像有些愧疚，你这心狠手辣的主也会愧疚，老子还真没想到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闭上你的狗嘴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上车。狂狮哈哈大笑着爬上货箱，这一次不仅带回了满满的物资，还有一个序列超凡，公平车队也算是好起来了。不过泰坦的确厉害，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能重新复活。我心里暗暗记下，如果以后再遇到泰坦序列的敌人，绝不能手软。忽然我想到了那个恶魔序列的少年，尽管他已经死得不能再死，可我仍不放心。我吐出一口烟雾，烟雾化作千万根细针，呼啸着扎进尸体。片刻后，一个由黑烟凝聚的骷髅头怨毒地看着我，可很快又在空气中消散。对于莫怀人这老头的尸体，我也做了同样的处理，但这一次没有任何异状。好了好了，所有人立刻将物资搬到车上，所有的骆驼全部用来代步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我们要离开这里。之前的驼队的奴隶全成了车队的新成员，当他们得知车队的规矩后，每个人都很兴奋，动作更是加快了几分，而我也加快了脚步。一只由烟气汇聚成大手，猛地将这副牛骨优先抓取，放在自己的那辆末日皮卡上，只等着推演功法结束，那我必将升级末日皮卡。你有什么打算？重新介绍一下，我叫叮咚，全师序列1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也没办法离开，我想加入车队。没问题，欢迎之至。平日里车队的事情我不想管，我干脆就加入铁狮的校车好了。这是莫怀人的东西，中间的圆圈就是水源，只要找到这个地方就能找到水源。楚彻接过地图，目光一凝，车队终于有了新的方向。
与此同时，沙丘后方传来一阵骚动，2名幸存者押着徐娇娇走了出来。在莫怀仁和刘洋死后，他试图混在幸存者里装作无辜，可这次的背叛让楚彻彻底动了杀心，没有人替他求情。阿宝叔只是冷冷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对身边的2个男人做了个割喉的动作，其中一个男人更是没有丝毫犹豫，举着手中的扳手来到徐娇娇面前，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徐娇娇躺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。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这一幕，在末日里背叛比丧尸更可怕。这次驼队的物资远超我的想象，据楚彻说里面还有一件奇物，只是时间来不及，等寻找到合适的地方再仔细看看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极其俊美的青年出现在我面前，这人正是那位千万粉丝大网红，明明是男儿身，却生得比女人还要妖艳。薛南，你想做什么？可薛南根本没有看他一眼，反倒朝我跪下来磕了3个响头。陈先生，从今天起，我薛南就是你的狗，你让我咬谁，我就咬谁。薛南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杀了莫怀仁那个老东西，替我报了仇。我跟着他这么久，只是想找我妹妹，他骗我说我妹妹去了别的队伍。那我杀了他，你不是更找不到你妹妹了？你不恨我？当然恨，可我更多的是感激，因为他骗了我，要不是你，我还蒙在鼓里。滚吧，我不需要狗。车队马上就要出发。薛南脸色涨红，可终究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走向一头骆驼，翻身而上。出发！随着阿宝叔的声音从喇叭里传来，车队开始缓缓启动。不过楚队长的脸色却格外阴沉，他突然急踩油门，目光死死盯着后视镜。楚队，怎么回事？后面有诡异，要不了几分钟就能追上。一时间，整个车队全线提速，没人问楚车为什么这么做，大家只知道跟着队长才能活命。车队的骆驼也在死死跟紧车队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在我眼前出现，是之前让系统推演锻炼超凡能力的方案。我正准备细看，车子却不小心撞上了一块大石头，车头更是发生剧烈的偏移，连带一旁的老头乐也被撞翻。可还不等老张头继续说话，一条庞然巨物破沙而出，他张开血盆大口呼出的气浪都能吹起漫天黄沙。在这样的巨物面前，如果光凭双腿逃跑，那纯属找死。我立刻调出系统检测皮卡状态，好在引擎还在跳动，只是要想短时间内将车摆正太难。你他妈就光看着干嘛？不想死就过来帮忙！老张头被我吼得一愣，眼中闪过一丝杀气，毕竟他的老头乐就是被我撞毁。只是看到不远处的那条恐怖杀蛇时，也唯有暗骂一声过来帮忙。情况紧急下，我们2人几乎同时爆发，拼尽全力，终于把末日皮卡重新推正。随后我一脚踏进驾驶舱，你丫发什么愣？上来！老头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还会带上他，然后也跟着钻进了驾驶舱。几乎同一瞬间，那头巨大的沙蛇距离我们不到100米，就算末日皮卡全速狂飙，仍旧没办法甩开身后的沙蛇，也根本甩不开那庞然怪物。眼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于是我吐出一口烟气，烟雾组成一只大蛇，猛地一把抓住老张头，朝那沙蛇扔了过去。当老头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距离那张布满尖牙的血盆大嘴不到1米。陈爷，我眼看自己就要被沙蛇吞掉，老头的后背忽然猛地鼓起，接着一个脑袋竟从鼓包里钻了出来。我透过后视镜一看，居然是长寿村的驼背老鬼。此刻驼背老鬼全身喷出浓烈的黑气，像是要将整片沙海吞没。就在我以为双方必将会发生猛烈的战斗时，只见沙蛇一口将驼背老鬼吞进肚子，然后猛地扎入沙丘之中。我死死踩着油门，巨大的沙蛇在沙丘中疯狂翻滚，随着一道低沉到极致的咆哮突然传来，就像巨锤一样震得我耳膜发疼。也就在此刻，我一甩开那沙蛇，足足好几百米，不时还能看到沙蛇在沙海之中翻腾。能把那种怪物折腾成这样，看来驼背老鬼也不是一般的滚。我刚喘了口气，却见薛南骑着一匹骆驼追了上来。崔先生，你……不等薛南说话，末日皮卡已经越过了薛南身边。这种和死神擦肩而过的刺激感，让我的肾上腺素狂飙。随着血液的升起，我们终于在一片相对安全的沙丘停了下来。好香！你们杀了一只骆驼？是啊，我还从来没有吃过骆驼肉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之前驼队的骆驼都由詹磊负责，在他的精心照料下，这些骆驼甚至几天都不用喝水。可如今詹磊逃了，没了他，这些骆驼恐怕也活不了几天。但好在今晚所有的幸存者们都吃到了肉，之后楚彻更是拿出了一套茶具。楚队，你今天这么大方。死丫头，你喝我的茶还少了。嘿嘿，叮咚，我跟你说，楚队的茶可不是人人都能喝到的，今天我们可是沾了你的光。对了，野子，我之前看老张头和你一起落在后面，怎么就看到你回来，没看到他？以前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这老头有问题？傻子才看不出来那老头没问题，就一辆老头乐，这一路上死了那么多人，就他还活着，我们还以为你会去试探那老头，没想到你一直没动作。楚队，这我就要说你了，在咱们车队里藏了这么一头诡异，你竟然不知道。这个消息把在场的人都吓得一个哆嗦，于是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谁能想到这驼背老鬼竟然一直在车队里？这驼背老鬼说不定真不是诡异。怎么说？根据我知道的，这应该是共生序列。共生序列？难道指的是和诡异共生？要知道用了序列真迹可以觉醒序列超凡，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100%成功。有些人用了真迹，甚至会经受不住超凡之力的改造，直接死亡。有些人会直接被超凡之力污染，成为诡异。而那些能侥幸活下来，却偏偏又觉醒失败的，这类人的身体各方面已经明显区别于普通人，他们往往会选择和诡异共生，以此获得强大的力量。因此，我们称这类人为共生序列。当然，
共生序列的超凡者不单单会选择和诡异共生，有些甚至会选择和奇物共生。这种共生序列一般拥有2种状态，一种是普通人的状态，另一种是诡异状态。普通人状态下，如果不仔细观察，和我们普通人差不多，这应该就是我一直没有察觉的原因。没多久，阿宝叔带着几名幸存者开始搬运物资，而最惹眼的是一个金属打火机。我顺手拿起打火机看了看，一股诡异的感觉从指尖传来，我立刻让系统进行鉴定。奇物恋爱脑打火机，编号05172，用途控火，副作用每天要对这只金属打火器说100遍我爱你，否则打火机很有可能罢工。这件奇物用途很简单，可副作用却很变态。这就是那个奇物，我看看。倩倩一把抢过金属打火机，刚触碰到的瞬间，她也在脑中接收到了那串奇物信息。奇物有个特点，凡是无主状态下，任何超凡者触碰都会收到基础信息，可一旦认主，那就彻底与他人隔绝。楚彻说奇物就像是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一样，不需要滴血认主之类的程序，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了解，才能达到认主的效果。陈先生，司小姐，这东西不知道怎么用。此刻叮咚走了过来，这把恋爱打火机原本属于莫怀人的奇物，当时我的注意力被那名恶魔序列的少年吸引，所以这件奇物最终落入了楚彻手中。叮咚仔细讲解起打火机的使用方法，众人听得目瞪口呆。倩倩最先上前，她按照叮咚的说法点开打火机，对着那团小火苗轻轻一吹，下一刻，一道7、8米长的火焰猛喷射而入，像是简易版的火焰喷射器。这样的威力若是对着人喷上一口，那结局不言而喻。此刻车队又到了分配物资的环节，而现场物资更是乱作一团。按照车队的规矩，单人行动所得可以自用，公共所得物资则均分，普通人能拿到的少得可怜。然而这次分配的奇物只有4件，可序列超凡却有5名，明显不够分。于是楚彻提议把普通物资先公平分完，然后再分奇物材料。结果我分到了7箱矿泉水，还有些米面零食，堆得最多的反倒是铁狮和叮咚。叮咚分配的物资就相当于是铁狮的物资，两人东西堆在一起相当壮观。还有那几只骆驼，可惜没有食物，估计撑不了多久将会成为车队的肉食。好了，普通物资就这么分了，接下来分奇物和奇物材料。人面蟹的2件奇物，叮咚当时还没加入车队，不参与分配。不过谁想要这2件奇物，要拿出相对应的物资和其他3人交换份额。牛骨和那只打火机也按同样规则。听到要开始分奇物的那一刻，整个营地都安静了半秒，随即无数双眼睛像狼一样亮了起来，而我也是心头微微一热。那块吃人双头牛的牛骨我志在必得。我看了一眼系统面板，杀了莫怀人和那恶魔序列的少年后，杀戮点直到暴涨2万，加上之前积攒的数值，升级一件奇物完全够了。几位，第一件要分的是牛骨，人人都有份，谁想要就必须对其余人进行补偿。我不感兴趣，陈野要是能给我2头骆驼，我这份就让给他。2头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几轮讨价还价后，我最终付出了1头半的骆驼给狂狮。队长，你想要的是恋爱脑打火机吧？那就把你的份额给我，我不跟你争那打火机。陈野，你要太黑了。公平交易嘛，你想要奇物，我也不拦着。楚彻被我的态度刺激的有点不爽，但我还是付出了一些物资作为交易。至于倩倩和叮咚，我同样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来补偿。至此牛骨终于归我所有。接下来是人面蟹的脸皮和甲壳，脸皮被倩倩拿走，而甲壳则被收起，打算留作交换。最后的焦点落在那只恋爱脑打火机上，楚彻付出了巨大代价，不仅免掉我之前欠的汽油，还额外送了30升汽油以及一堆零碎物资。我甚至一度怀疑他是不是有储物空间，对此楚彻闭口不言。这个男人仿佛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而铁狮和叮咚2人则是大丰收，跟在2人身后的其他幸存者都笑歪了嘴。不过今天还有最后一件事。队长，还有事啊，我能不能不参加？我今晚得练剑。我看见他手上那道被磨出的血痕，那是每天深夜练剑留下的。可楚彻没理他，只从怀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地图。叮咚，这是你找到的，你来说吧。随即叮咚接过地图，这里是水源，虽然我们今天分了不少水，但撑不了多久。下一步，我们必须在喝光最后一瓶水之前找到这地方，否则我们谁也活不下去。周围的幸存者也知道了水源的事情，纷纷爆发出欢呼声，也算是多日以来车队之中唯一的好消息了。直到今晚的会议结束，我掏出2块面包当作酬劳，让其中2名幸存者帮忙把物资搬上车。这次的收获很大，我按那激动的心情调出了系统界面，观血月呼吸法推演完成。看到这个名字的瞬间，我心里还是有些抵触的。不能直视血月，这是末世最基本的生存常识。毕竟诡异降临的最初几天，多少人因为好奇那轮血月而发疯暴毙。可就算如此，我还是翻开了这门呼吸法。根据描述，血月并非纯粹的诅咒，而是一种特殊的能量，只是这种能量不适合人类直接吸收，要想利用它就必须以特殊的频率去呼吸。按照观血月呼吸法的说法，每个序列超凡者的体内力量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频率，所谓观血月呼吸就是用那股频率与血月共舞。于是我盘腿而坐，试着去感受那股隐藏在体内的力量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我终于捕捉到那一丝与众不同的节奏。于是我抬头看向天上那一轮血月，下一秒一股诡异的躁动直冲心头，耳边似乎有人在低声呢喃，这就是那么多人疯掉的原因。我强行忍住不适，在第3秒时立刻闭上眼睛，谁知体内的频率却并未停下，
仅仅只是1个小时的修炼，我就感觉抵得上之前多天修炼的总和。2个小时后，我这才慢慢的睁开了眼，但我没有休息，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。系统融合牛骨升级，将吃人双头牛作为原材料。升级末日皮卡方案如下：升级后皮卡将被改造成奇物，所需杀戮点2万，耗时96小时。在确认无误后，我倒头就睡。而此时夜风正吹拂着沙丘，倩倩满身疲惫的回到车上。表姐，你今天又是这么晚？少废话，本姑奶奶累死了，要睡了，别吵我。而不远处的黄色校车里，大部分幸存者早已陷入深度睡眠，狂狮睡在车尾的大床上，一颗脑袋正在努力的生长着，竟慢慢变成了铁狮的模样。然而就在这时候，营地中忽然响起一声凄厉的尖叫，我从梦中惊醒，阿宝叔早已提着手电冲出车外。是薛南，薛南那边出事了。我挤进去一看，只见薛南满嘴角都是鲜血，而旁边一个壮汉捂着脖子倒在地上。薛南杀了虎哥，我的天哪！所有人看向薛南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。楚彻和我对视一眼，交给阿宝叔处理吧。等到第2天早上，我再见到薛南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往日里那个可男可女的薛南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脸横肉的男子。没想到他竟然把自己毁容了。就在我和楚彻聊着寻找水源问题的时候，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：嘿嘿，大家好久不见。我回头一看，却见一个拥有2个脑袋的身影站在我面前，一个脑袋闭目沉睡，另一个脑袋的脸上露出憨憨的笑容。铁狮，你丫的！傻大个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！靠，那天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，后来楚彻说你没死，可能是要觉醒双炉巨人的分支，否则你怕是要被活埋了。我知道，狂狮都和我说了。众人对于泰坦序列的恢复能力再次表示震惊。吃完早餐后，我回到车里，却发现自己的皮卡车竟然被人洗过了。而一旁的薛南站在车边，手里拿着一件脏兮兮的衣服，神态拘谨地看着我。想了想，我还是从车上抽出一瓶矿泉水丢了过去。薛南没想到我会给他一整瓶矿泉水，一时间眼眶都红了。为了节省汽油，我将车子切换成纯电模式。不过就在这时候，前方那辆小轿车忽然抖了2下，最终停在原地彻底趴窝。起初这轿车的原主死在了长寿村，后来这辆车被4名混混霸占。正当我收拾工具准备继续上路时，4人当中的一个光头突然跑向我这边。陈哥，我们车没油了，能借点油吗？找到加油站，我们4个双倍奉还。我没有答话，只是从自己车里拿出了工具，然后走到那辆没了油的小轿车面前，开始拆卸这辆车的挡风玻璃。陈爷，你别太气人了。而其中一个黄毛从后备箱里翻找武器，显然想给我点教训。他在4个混混中排行老3，末日前仗着家里有些势力，因为一句口角打死了人，却只判了3年。原本想着风头一过就能托关系出去，谁料末日比他出狱还早一步。混乱中，他和另外几人从监狱逃出，一路加入幸存者车队，才存活至今。只可惜他们根本不知道序列超凡意味着什么，甚至在整个车队里，大家似乎都默认我是最弱的那个。毕竟一团烟雾序列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威胁，在黄毛眼中，这个世界一直是坏人欺负好人，可他从没想过有一天坏人也会被反打。我去你！黄毛怒吼着举起钢管狠狠朝我砸下，可迎接他的却是一只由烟雾凝成的大手，将黄毛整个人都抽得倒飞出去，身体更是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接下来的2天，车队一直在沙漠中穿梭，每次楚队长停下，身后的人都会带着期待，可每当他回到车里时，所有人的希望也随之坠落。同时，每天晚上我也会修炼观血液呼吸法，超凡之力在体内流转的那一刻，我甚至能控制7、8米范围的烟雾迷障。这天上午，楚彻正站在沙丘上，这是他第一次陷入怀疑。楚队，你行不行啊？只不过话音刚落，我眼前的光线忽然变得暗了起来，紧接着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望向天边。天哪，好大的一头鲸鱼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绝对不会相信鲸鱼会在天上飞。那庞大的身影在云层中遮天蔽日，一时间天地仿佛只剩下那具巨兽在缓缓滑行。那是鲸鱼？不对，那是9号，他怎么出现了？那巨鲸的背脊不仅漂浮着一座座房屋，里面还有很多男女老少俯视着我们，那种眼神看着让人很不舒服。就在所有人瞪大眼睛的同时，那头鲸鱼竟微微下沉，巨大的腹鳍在空中掀起剧烈的狂风，朝着车队缓缓逼近。我猛然抬头，好在那头鲸鱼似乎对我们毫无兴趣，只是轻轻扇动巨大的鳍翼，然后如一艘驶入白云的舰船再次遁入天穹。楚彻久久没有说话，直到那道影子彻底消失，他才吐出一句：那是编号9的空鲸。空鲸？那也是奇物吗？没错，它是排名前10的奇物，第9名空鲸。我以为奇物只是武器，像你那台收音机那样的东西，没想到活物也能成为奇物。排名越靠前的奇物，代价就越大。当楚彻说到代价2个字时，他的目光有些深沉。刚才那些人也是幸存者，只是我们靠车，他们靠鲸，迁徙的方式不同，本质却一样。那天上也有诡异吗？天上、海底、地下，凡是你能想象的地方都有诡异。就算有编号9的奇物被缠上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虽然空鲸的影子早已消失，可那压抑的震撼却久久无法散去。但好在我即将获得第2件奇物，相比起上一次升级，我明显对这一次升级更期待。从自行车一直到末日皮卡，再到现在的奇物，为此我付出了不少的心血。当天晚上，
阿宝叔提议在车队里办一场元旦晚会，这是从2030年迈入2031年的最后一夜，几十顶帐篷围成一圈，像是末世中的最后一座城市。这些天车队里最不缺的就是骆驼肉，毕竟这种生物能在没有水的环境下活上半个月不成问题，所以今晚的宴席也算丰盛，至少每个人都能分到几块新鲜的肉。但最让我意外的还是徐丽娜，伴着一段破旧收音机里传出的旋律，她的舞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风情。三界四周无所求，不可救，长夜今朝，是非黑白颠倒。周围的男幸存者们几乎齐齐吞咽口水，那眼神恨不得将他整个人都吞下去。可徐丽娜只淡淡扫过他们，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接下来的节目我也看了几眼，但我的心思早已不在那。毕竟距离末日皮卡升级还有2个小时，因此我回到自己的帐篷，开始修炼观血月呼吸法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皮卡车外传来细微的异响，我猛地掀开帘布，只见车身一截黑色金属延伸至车头，更是也出现了牛栏式防撞杆，那是典型的越野改装风格。查看车辆信息，其物名称末日皮卡，编2899，能力1。提升整车耐久，性能与燃油经济性。能力2，这辆车最不惧的就是冲撞，如果遇到危险，请踩紧油门直接撞过去。能力3，阴影拖拽，能从车底延伸一条阴影锁链，可捆绑目标生物将其拖入车底粉碎分解成为燃料。代价，每月必须献祭一条鲜活生命，最好是人类。禁忌，不可在车内喝水或者饮食，否则有被车辆吞噬的风险。在车中不可有血腥味，不可受伤，否则有被车辆吞掉的危险。一旦战斗过于强烈，车辆则有可能发生叛逃的危险。备注：如果你是陈野，所有代价与禁忌可被忽视。这辆末日皮卡你可以随便开，甚至你可以完全掌控这辆车。点评：这辆从2轮进化来的奇物，凝结了陈野的心血，现在他把陈野当成了父亲一样的存在。激发特性：陈野驾驶这辆末日皮卡会激发驾驶专精的技能，那些电影里的驾驶特技对陈野来说并不难以实现。该特性具有唯一指定人特权。次日清晨，当全新的末日皮卡发动时，我立刻感受到那种截然不同的稳定感，每一次转弯和加速，我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轮廓与重量，这大概就是特性发挥作用的表现。然而接下来的旅途并不顺利，短短几天里，已有10余人因缺水而掉队，甚至连骆驼都因疲惫而倒在沙窝中不再前进。面对这种情况，阿宝叔也是束手无策，只能加紧制作肉干以备不时之需。老大，我们没水了。老子，你还有水吗？大哥，我也没了，最后一点早上就喝光了。妈的，那些超凡者那么多水，怎么就不分一点给咱？自从我一掌拍死了黄毛，剩下的3个混混早就对我恨之入骨，于是他们将矛头对准了我。老大与其渴死，不如拼把大的。要不咱去抢他们呢？你想动谁？我想动陈野。当晚老大负责放哨，老二负责动手。可他们并不知道的是，当他们靠近那辆末日皮卡时，车底下一条漆黑的触手悄无声息地缓缓伸出。下一刻，老二只觉得腰间被一条黏腻的东西缠住，紧接着身体瞬间失衡，整个人莫名其妙地被拖入车底。整个过程连一句话都没有喊出，便传来一阵骨骼被碾碎的脆响。这就是末日皮卡的第3个能力——阴影拖拽。与此同时，原本见底的油表竟忽然被注满，这一幕让暗处的老大几乎吓破了胆，随后连滚带爬地逃了回去。第二天一早，阿宝叔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1人，老大只说老二夜里独自跑了，然而阿宝叔却没再多问，毕竟这种事早已见怪不怪。接下来的行程仍旧艰难，更多的人出现脱水症状，甚至连骆驼也开始大量死亡。就在这绝望蔓延的时刻，燥热的空气中突然多出了一丝凉意，下一秒，楚车的改装越野猛然加速。表姐，陈野和队长他们都冲到前面去了。陈野这人无利不起早，我们快跟上去。明白，表姐，你看我的。与此同时，铁狮的校车也发动了引擎，至此整个车队全速前进。20分钟后，漫无边际的沙漠终于不再是唯一的风景，前方绿色的植被越来越多，空气也逐渐湿润。我能清晰感受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，似乎感受到我的情绪。末日皮卡的车头兴奋地不断抬高，我在驾驶座上几乎只能看见蓝天白云，直到车头下落，视线中一片蓝绿色的湖泊出现在眼前，宛如一块坠入沙漠的美玉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生命的光泽。那股扑面而来的湿气，让我仿佛从地狱重返人间。我从未觉得一片水域能如此美丽。表姐，是水！他娘的，老子终于撑过来了！校车中爆发出震天的欢呼，有些胆大的幸存者干脆直接跳进湖。而就在我刚准备靠近湖边时，却突然想起楚车说过的话：天上地上水中全都有诡异。我强压下心头的激动，反正也不急在这一刻。于是我抬头看向楚车，此时的他周身泛着一圈圈绿色的波纹，一股难以理解的力量在他周身流动。喂，楚队，你怎么不跟着下去？听到我的声音，楚彻难得露出温和的笑容。陈野，我升到序列2了，你这人做什么事都这么谨慎吗？你不也是一样？我和楚彻相视一笑，从彼此的眼中都看到了那份惺惺相惜。喂，阿宝叔，快让那些人起来，
那是饮用水，不是他们洗澡的地方。刚刚扑通下去的幸存者们还没有几分钟，就被阿宝叔一通呵斥，全都灰溜溜地上岸。当晚的露营地自然选在湖边，幸存者们开始忙着扎帐篷、整理物资，久违的安稳让每个人都显得有些放松。这时，楚彻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根棍子，只见他将棍子狠狠插入地面，下一秒，一道透明的圆形光照从天而降，将整个营地都笼罩其中。做完这一切，楚彻的脸色瞬间苍白，整个人都虚脱了下去。这是领路人序列2的能力，神隐者的新技能隐秘屏障，它能在一定范围内削弱活人的气息，让诡异没那么容易发现我们。不过我们最多只能在这里停留3天，3天之后必须离开。对了，阿宝叔，去通知所有幸存者，千万不要擅自离开屏障范围。当所有人听说终于能安全休息3天时，整个营地都爆发出了震天的欢呼。除了隐秘屏障，楚彻在升到序列2神隐者后，还觉醒了另外3个能力，一个是天气感知，能够感知24小时内的天气变化，而第2个能力是标记，领路人可以将信息烙印在特定的地点或物体上，便于后人或队伍追踪。第3个是神秘沟通，当2个领路人处于一定范围内时，能够相互感应进行简单的信息交流。在末日前，这些能力或许微不足道，可如今这就是无比宝贵的生存手段。3天的休整转瞬即逝，车队再次启程，很快便抵达了沙漠的边缘。然而这次所有人都变得非常恐惧，因为在沙线的另一侧，等待我们的是更加诡异的景象。一边是一望无垠的大沙漠，太阳高高悬挂在天上，而另外一边则是白茫茫的鹅毛大雪。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拖鞋，又望向那辆勉强修好的皮卡。楚彻，我们真的要进去？谁知一听到荣城这2个名字，现场所有人的脸色全都变了。按照常理，越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越容易滋生诡异，可以说荣城的危险早已远超长寿村。听完楚彻的计划后，众人纷纷打起了退堂鼓。如果有别的选择，我也不想让你们冒险进城。我提前打听过消息，荣城周边的几个村子物资早就被搜刮一空了。凭借那台收音机，楚彻能准确掌握周围的物资搜集情况，但即便如此，众人的神情仍旧写满犹豫与恐惧。见状，楚彻干脆摊开地图，指着其中一块区域：我这么安排，绝不是让你们送死。这里，荣城的昌旺区距离我们最近，这个区域有3个大型商超，只要找到其中一个，就能收集到足够应对极寒天气的物资。在我的感知里，这个区域内活跃的诡异不超过3只，只要动作够快，问题不大。要是一个区域只有3只诡异，那只能说明这3只诡异的恐怖程度肯定远超其他诡异。队长，我倒是有个法子，就看你敢不敢试。说说看。队长，你要不去当诱饵吧？你可以先在这里布下隐秘屏障，我们几个人躲在里面，等你带着一部分幸存者出去把昌旺区的诡异引走，我们趁机去搜集物资，到时候再到这里集合，怎么样？哪怕你们被诡异缠上，只要丢几个幸存者出去吸引注意，也够我们脱身了。楚彻的一脸愤怒地看向我，他没想到我竟能说出这种话，更没想到我会让一个毫无攻击力的领路人去当诱饵。陈岩，你要给我闭嘴！然而为了不被极寒天气冻死，最终商议结果就是明日一早，由我和其他几位序列超凡带领幸存者进荣城搜集物资，楚彻则留在外面负责接应。我刚回到自己的车里，呼出的气在空气中结成了白雾，我甚至能听见车窗上结冰的咔咔声。忍无可忍之下，我决定去倩倩那辆越野车蹭一会儿暖气。只可惜小鱼儿根本不给我这个面子。你们2个别想把我赶出去做不要脸的事情，这么冷会死人的。小鱼儿永远都记得那个晚上，自己孤苦伶仃的被赶出车子，若不是阿宝叔及时发现并收留，恐怕那晚他真的活不过来。第2天早上，我几乎是被冻醒的。与此同时，昨晚休息的幸存者已经好几人冻得像冰雕一样，超过70%的幸存者因为低温已经病倒。若不尽快解决保暖与物资问题，整个车队恐怕都要在这片寒夜中覆灭。各位，我知道你们或许并不在意那些普通人的死活，可如果车队的普通人全都死光了，仅凭我们几个人真的能撑下去吗？我们已经死了太多人，不能再死人了。楚彻的话让气氛变得非常沉重。队长，你放心吧，药品我们一定带回来，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了。至此，车辆足足开了1个半小时，才堪堪抵达荣城的外围。此刻街道上满是撞得面目全非的汽车，我干脆一脚油门直接撞开一条路，直到一家服装店映入眼帘，我才选择停在了路边。陈也真有你的，我都没看到这家店。一时间，整个专卖店内都是幸存者们兴奋的声音，恨不得将所有衣服全部打包带走。而我也直接将一件黑色羽绒服套在身上，瞬间一股久违的温暖从身体蔓延开来。此刻叮咚穿着一件羽绒服走了出来，身旁跟着一个瘦高的年轻人。听说叮咚想要弄辆车，贺老四便自告奋勇地跟了上来，看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货车。就这俩厢式货车能弄吗？您瞧好吧。几分钟后，发动机传来突突的响声，叮咚姐成了。不过就在此时，我只觉得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背脊升起，倩倩和铁狮几乎同时进入战斗姿态。于是我立即吐出一口烟气，将周围10米内的所有人笼罩其中。下一秒，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从天而降，我透过烟雾看向天空，只见一头巨大的八爪怪物从云层坠落，每一根触手都足有水桶般粗细。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那8张人脸，有的带着慈祥的笑，有的满是怨恨，却都拼接在同一个怪物的身上。然而这头诡异不等我们做出任何反应，一条粗粗的触手直接就砸了下来。至此，一场避无可避的大战就此爆发。
他妈的，看我的！这难道就是泰坦序列2双炉巨人的新能力吗？这样都还不死吗？陈野，小心！狗日的，你敢！飞剑术，去！爷爷奶奶，我被人欺负了！心肝宝贝不哭，奶奶给你做油炸人心，就用这几个欺负你的人！去你妈的！铁狮怒吼着打断了八爪鱼的风言风语，手臂上的空气炮更是直击八爪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正在凝聚出一头更庞大的空筋。只不过当我们全力出手的刹那，一道诡异的能量波以八爪鱼为中心向外扩散。呵呵，这是生命虹吸力场，看你们怎么欺负我！下一秒，一名普通幸存者的身体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。我心中一惊，连忙运起观血月呼吸法，这才使得体内那股被抽离的感觉迅速消散。可倩倩他们就没那么幸运，他们的脸色苍白，气息微弱，像是随时都会倒下。我当机立断，一头由烟雾形成的巨鲸怒笑着撞向八爪。远处一对身披黑色斗篷的人正缓缓走来，血泪慈悲像，骸骨铺神土，无主在上，见证终幕。这些人看不清面容，却人人双手合十。更诡异的是，队伍中的2人正抬着一副滑杆，上面坐着一个妖媚至极的女人，而她身旁一名低头的斗篷人正高举着一柄巨大的血红镰刀。那一刻，我只觉得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这又是一头诡异。见状，我立刻将身形彻底隐藏在烟雾之中。您怎么来了？钱老，谁说你捞过界了？对不起，我们饿太久了，实在是忍不住。我们现在就走，现在就走。说完，那庞大的身躯竟如临大敌般转身就逃。现在想走，来得及吗？那名黑袍人的声音带着嘲讽，然后朝那滑杆上的红衣女人扑通跪下。死神大人，8只人面不遵守协议，请您降下神罚。那一刻，红衣女人从容地站起身，随后她从身旁取过那柄血红色凉刀。神说你们有罪。他轻轻一挥，一道滔天血刃瞬息斩出，8只人面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那庞大的身躯竟被直接劈成2半。然而诡异的是，那被劈开的2半身体竟还在挣扎，最终只能拖着2半身体逃走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不敢呼吸。就在这时，那个黑袍男子来到我们3米之外。朋友，我们也是人，没有恶意，能出来见一见吗？那一刻，我的神经仍旧紧绷，可他的声音却透着一股不容拒绝的力量。我叫巫剑山，是拜神序列3的神剑者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他的语气非常诚恳，但我注意到的重点并不是序列3，而是这个拜神序列，我从来没听说过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眼前这个男人竟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可还没等我开口，一旁的倩倩几人却忽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表舅，你是表舅？倩倩，你还活着吗？太好了！二叔，你是二叔？巫叔叔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等下，你们都是亲戚？倩倩一边擦眼泪一边点头。对啊，表舅以前就住在我们家隔壁，小时候爸妈回来晚，我还经常去他家吃饭呢。表舅人很好。这时巫剑山缓缓将目光转向我。陈野，你难道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他话音刚落，我脑海中的记忆竟开始紊乱，一幕幕画面不断闪过。大学宿舍，我们一起通宵打游戏，一起逃课喝酒。我和巫剑山的感情好到能穿同一条裤子。可问题是，眼前这个40岁的男人怎么可能是我同学？思索片刻后，于是我抬起手，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。巫剑山，你丫竟然还没死！太好了！巫剑山明显一愣，表情古怪。他没想到和我生成的是同学，而这正是拜神者中最不可预测的序列能力之一——亲密关系。这种诡异的能力能篡改他人记忆，让双方在精神层面建立无法分辨真假的羁绊。不过他并不知道的是，我为了活下去，即便是最亲密的兄弟，也绝不会心慈手软。你小子，没想到你竟然是倩倩这丫头的表舅。这么算起来，倩倩喊我一声叔叔好像也没毛病吧？还有你们铁狮叮咚，以后记得叫我陈叔叔。陈叔叔。不过玩笑开大了，倩倩是真敢动手。于是我果断转移注意力，你丫怎么还在荣城？不怕被城里的诡异吃了？怕什么？我能活到现在，可全靠我的拜神序列。据巫剑山所说，他们拜的那位神其实是一头诡异，教众们称其为死神。自从有了死神的庇护，死神教会的教众发展到如今已有70多人。陈爷，你们也加入吧！凭你们的实力，我可以让你们担任护法，有死神庇护，就不用再逃亡了。你看他们一点都不怕寒冷，身体素质也远超普通人。表舅，我们营地里还有好多人生病了，在城里住，肯定熟悉药店吧？带我们去找点药，我们得早点回去。接着，倩倩把营地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在她看来，自己亲舅舅不会有坏心。可吴剑山听完后，眼中那抹贪婪却一闪而过。毕竟拜神序列靠的是信仰，信徒越多他就越强，教众得到的庇护也就越深。他抿了抿嘴角，
忽然从怀里掏出一个装着红色液体的玻璃瓶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一瓶死神血泪，拿回去兑水喝，那些人就能康复，比药还快。见我们神色有异，他又掏出另一瓶，走向几个虚弱的幸存者。那几人早先被八只人面吸走了大半生命力，如今更是脸色惨白，腿脚无力。巫剑山俯下身，轻轻给众人喂下液体。几秒后，那些人竟气色恢复，甚至能自己站起来。倩倩和叮咚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真能治病？巫剑山淡淡一笑，把药瓶递过来，把这瓶拿回去稀释给他们喝，很快就能康复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和你们一起回去吧。而另一边，楚彻正焦急地等待着。车队里的病患越来越多，仅仅1天时间，又有5人被冻成了冰雕。如果不是序列超凡的体质，他自己恐怕也早就挺不住了。要知道，一旦我们那边出了意外，整个车队的生命线就此断绝。好在我们没有让他等太久。当我的末日皮卡车从风雪中缓缓驶出时，楚彻几乎条件反射般的站起，眼中更是闪过一抹亮光。是陈野和铁狮他们回来了。他们回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！营地里的幸存者们全都激动地喊了起来。那一刻，我们就像凯旋归来的英雄。去的时候只有3辆车，回来时却是5辆。车队多出了1辆厢式货车和1辆大型客车。你们终于回来了，物资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一家羽绒服专卖店，足够让每个人都暖和起来。叮咚拉开车厢门，厚一层羽绒服堆得满满当当，人们迫不及待地换上御寒衣物，仿佛又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至于第5辆车，那是贺老四的战利品。一个末日前人人喊打的小偷，此刻却成了所有人心中的英雄。药呢？找到药了吗？楚彻仍旧不放心，倩倩指了指身旁神秘人，笑了笑。队长，你先看看这是谁？那一刻，楚彻明显愣住了。你是楚彻？你看看我是谁？吴队。楚彻的声音都变了调。没错，是我。吴队，你还活着？天啊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楚彻声音颤抖，眼眶泛红。可我只觉得这场重逢有点太过顺理成章，却又挑不出任何毛病。不过下一刻，我心里那个疑点被新的念头冲散了。拜神序列能从死神身上借力的神秘能力，若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那头死神，或许我就能用烟气模拟他的力量。以前我根本没想过模拟一头诡异，但现在机会就在眼前。说你们这边有不少病人，我带了药过来，先救人要紧。对，先救人要紧。巫剑山一边说着，一边取出红色的药剂滴入清水中。出于对巫剑山的信任，幸存者竟没有怀疑这药剂的来源，纷纷服用了稀释的药液。结果下一秒，原本还奄奄一息的幸存者顷刻间站了起来。见状，我利用系统对那药剂施展了鉴定术，名称稀释的死神之泪，来源诡异死神。死神之泪蕴含未知能量，普通人服用可缓解或治愈多数病症，浓缩形态的液体可提升序列超凡者的力量。我愣住了，原来这东西不仅能治病，甚至还能增强超凡之力。楚彻，你们这一路都是这样活下来的吗？吴队长，你也知道，我们没办法在一个地方久留。楚彻简单交代了车队的现状。巫剑山听完，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。楚彻，不这样吧，你带着他们跟我回荣城住吧。为什么要去城里？话音一落，所有人神色巨变。别紧张，我现在是拜神序列的超凡者，身为死神教会的大主教，我们有神的庇护，不会有危险。神？你是说那头诡异？芊芊，你不了解我可以，但从现在起不准再称他为诡异，那是亵渎。自我成为拜神者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只能被称为神。出于对巫剑山的信任，我们没有立刻拒绝。毕竟若能安稳住进城里的房屋，总比在野外漂泊要安全得多。几个小时后，巫剑山再次邀请我们加入死神教会，我心里本能的警惕，哪怕是老熟人，我也不会轻易信任任何组织。所以我和楚彻决定先看看再说。随后，巫剑山坐在楚彻的越野车里亲自带队，一行人浩浩荡荡驶向荣城。死神教会的根据地位于昌旺区的一所废弃小学。当我们抵达时，校门口已站着几十名黑袍人。无主在上，欢迎各位幸存者同胞加入死神教会。然而楚彻下车的那一刻，整个人紧绷到极点。在他的感知中，学校深处正潜伏着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。若不是巫剑山再三保证，他恐怕早就掉头逃跑了。这里就是死神的圣地，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危险。不过就在我们准备跨入校门时，楚彻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在门框上一行发着霓虹色的字浮现而出。可当楚彻回头，却骇然发现，除了他没人看到那行字。楚彻心头一沉，那是领路人序列神隐者留下的隐秘标记，也就是说这里之前来过另一个领路人。他开始环顾四周，试图找到更多线索。巫剑山注意到他的异样，却没多想。这时我笑着走上前，一把拦住巫剑山的肩膀：“老巫，你可以啊！末世都成这样了，还能整出个世外桃源？早知道我就该早点投奔你。”野子，你可别忘了我是谁，死神教会的大主教，可不是白叫的。不过这么多小弟看着，在这里你好歹也得给我点面子吧。那些黑袍人见自家主教对我如此亲近，纷纷低头致敬，误以为我与他关系非同一般。也正是这份误会，日后为我在死神教会提供了不少便利。很快2列黑袍人站在巫剑山身后。执掌中烟的指点者，请垂帘引渡迷途的灵魂。此刻巫剑山神色庄严，整个人仿佛变了个样。我与楚彻对视一眼，从对方的眼中都看出了那一丝不安。片刻后，巫剑山为我们讲解了一些注意事项。昌旺区内存在2头极其强大的诡异，一头是8只人面，
而另一头据说更为恐怖，而昌旺区之外更是堪比人间地狱。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提醒，又像是在警告我们不要随意走动。只不过他话音刚落，楚彻的瞳孔再次猛地一缩，在一堵废旧的墙上，他看见了第二个标记。而更让楚彻心底惊恐的是他在感应之中，昌旺区的外围正有无数诡异徘徊，但却始终不敢踏进一步。这些异象除了楚彻之外，其他幸存者自然无法察觉，毕竟他们甚至恨不得能永远待在这里，把这座死神庇护的城市当成最后的乐园。不过并非所有普通人都这样想，人群中薛南除外，他总觉得这地方有问题。与此同时，周小小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崔秀恩，一位和他姐姐周兰一样出名的歌手。此刻周小小和他对视了一眼，崔秀恩明显愣了一下，但很快低下头颅，不停地祷告，直到欢迎仪式结束。我和楚彻铁狮被分配到4楼的一间教室休息。好兄弟，我都来了你的地盘了，你该不会一点表示都没有吧？还能有什么表示？现在都末日了。不过今晚有个仪式，你们得让死神记住气息，他的庇护会让你们不受诡异侵扰。尤其是你陈爷，一会儿见到死神，记得要恭敬些，否则咱两兄弟都没得做。当然，你们在这里想干什么都行，但切记别上5楼。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中莫名发紧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巫剑山一直是那个豪爽讲义气的兄弟，但现在我能清楚地感受到，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人。而此时楚彻的神情更为凝重，他的目光缓缓移向黑板，只见那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4个血字。然而还不等我们休息片刻，就被一行人带进了学校的大礼堂。此刻死神正端坐在高台之上，在他脚下巫剑山正虔诚地跪着，嘴里更是絮絮叨叨了半个小时。死神大人，这些人是我们教会的朋友，祈求您记住他们的气息，赐予他们庇护，让他们免于黑暗的污染。当祈祷仪式结束后，死神周身涌起一股恐怖的威压，压得我们所有人几乎喘不过气。好在这股压迫感仅仅持续了几秒钟，接着一张巨大的餐桌被抬上高台，巫剑山亲自走到死神身边，小心翼翼地为他割下一片鲜红的牛肉。于是死神缓缓抬手，将那片牛肉送入口中，清脆地咀嚼着。半个小时后，死神那双猩红的眼眸中忽然流出2行血泪，巫剑山立刻掏出一根玻璃试管，小心翼翼地接住那2滴血泪，然后神色虔诚地收进怀中。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心中的那股占有欲顷刻间被点燃。直到死神离开后，巫剑山命人为我们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晚宴，每个幸存者都分到了相对丰盛的食物。然而借着这个机会，拜神教的崔秀恩竟悄悄来到周小小的身边。周小小，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？你能不能离开的时候带我一起？求求你！我可做不了决定，但你可以去求他。说完，周小小用手指轻轻指向我，可此时的我却满脑子疑惑，为何老巫对我总是避之不及？为了搞清楚状况，于是我笑着上前一把搂住巫剑山的脖子。老巫，你小子怎么老是看到我就跑？咱俩什么时候这么见外了？陈爷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老巫，你丫有好东西不给哥们留一份？没那回事，那东西我也没多少。老巫，你还记得以前上课的时候是谁帮你打掩护的？听着我絮絮叨叨地提起大学时代的糗事，巫剑山的神情逐渐变得不耐，毕竟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。为此他付出了2滴死神血泪，反正在他看来，我们这些人也活不了几天了。系统升级死神血泪，增强其对序列超凡的提升效果，升级需消耗杀戮值5000，预计耗时6小时，是否确认？确认。伴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，那只透明的试管表面浮现出倒计时5点59分59秒。当晚，我与楚彻、铁狮一同回到4年级3班的教室。铁狮靠在床边，突然自顾自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他说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庭，谁知几年后父母因病相继离世，家里更是只剩他和几个弟弟妹妹相依为命。好在关键时刻二叔收留了他们兄妹几个。后来铁狮当上了大巴司机，弟弟妹妹争气地考上了大学。这个家虽然一再被命运打碎，但也因为那一点点亲情熬出了希望。然而当他说到给老吴养老送终时，我却隐隐觉得不对。可我无论怎么去想，脑袋却不由自主地越过了这个问题。于是我干脆抛开这个问题，直到死神血泪升级完成，经过系统提纯后无任何副作用，可显著提升低阶超凡者的力量与体质，但长期使用会产生抗药性。不过对于系统的信任，我毫不犹豫地将血泪滴入嘴里，刹那间一股强大的能量在体内不停地流窜。于是我急忙运转观血月呼吸法，死神血泪的能量开始渐渐被我缓慢吸收。第二天清晨，我睁开双眼，长长的吐出一口烟气，那团烟气在空气中翻卷，进化作几头虚幻的野狼。按照这样的提升速度，如果再获得一些死神血泪，或许我就能直接晋升到序列2。正当我沉浸在力量的变化中，忽然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。我下意识地握紧身旁的柴刀，然后第一时间来到了校门口。此时校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，却唯独不见巫剑山。我和楚彻挤入人群，只见雪地上躺着一个没了双眼的年轻人。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小超，小超的眼睛被挖走了。然而在这样的末日，失去双眼几乎就等于宣判死。是深渊血瞳干的。昌旺区一共有2头诡异，一头是你们见过的8只人面，另一个就是深渊血瞳，他最喜欢挖人的眼睛，很恐怖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？我叫崔秀恩，如果你们能够离开这里的话，请带上我，谢谢了。
说完，崔秀恩脸色露出无比惊恐的神色，而我更是一把揪住旁边的黑袍人。老吴不是说只要在这里就安全了吗？那他人呢？黑袍人原本想要呵斥我，但在看清我的脸时，立马显得恭敬起来。主教大人在诵读经文。人在哪儿？这么大事儿，他竟然连面都不露。不行的，主教大人每天早上都要诵经2个小时，谁都不能打扰。求求您放过我吧，否则会死人的。此刻我已经意识到，这里恐怕再也不安全了，得趁早离开才行。那是什么？所有人顺着他的手势望去，只见一颗眼球正孤零零地漂浮在半空，仿佛在注视着我们。而那枚眼珠见自己被人发现，转身就要飞走，却被楚彻立马用一个小布袋装了起来。面对这诡异的一幕，我们谁都不敢再轻举妄动，只能等吴剑山出来再做打算。回到4年级3班后，楚彻的神情前所未有的凝重，毕竟诡异的出现正在打破所有人原本的认知，他们开始不再受阳光的限制，从人面蝎到无头杀蛇，每一次袭击都昭示着同一个事实，那就是诡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强。如今人类已再无退路，所以我们不能再死更多的人了。楚队，为什么这些诡异现在完全无所顾忌？难道我们真的没希望吗？诡异变强的原因可能与血液能量增强或者异界融合的加深有关，并且血液的影响已覆盖白昼，导致诡异适应了新的环境，人类的生存空间愈发狭窄。叮咚原本想在学校里种植土豆，为众人寻求一线生机，然而随着刚才发生的意外，这所谓的安全区或许将不复存在。楚彻看着黑板上那行让人心惊的字，意识到这里的平静正被他们自身的人数打破。人越多，吸引的诡异越多。就在众人陷入恐慌时，死神教会的巫剑山突然面对微笑的现身。你们可愿意加入死神教会？老吴，你要是还不出来，我就去找你了。刚给楚彻抓到一颗眼珠子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楚彻二话不说，然后从布袋里掏出那颗眼球，并将今天早上的经过又重复了一遍。巫剑山听完之后，直接伸出手捏碎了那颗眼球。这应该是深渊血瞳的紫眼。深渊血瞳能通过紫眼窥见四周的一切，长望区的每一头诡异都不好惹。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只有这所学校，你们都留在这里，别乱跑。这件事我会向死神祈祷，相信那些异端很快会被清除。午饭过后，楚彻和阿宝叔找了监控教室单独商议。阿宝叔，你是说有人想马上加入死神教会？没错，阿彻，有些人看着这里能安顿下来，就动心了。那你先稳住他们，别让他们一时冲动。等看几天再说。我们什么时候走？大家都想留下，你为何坚持要走？这地方总让我觉得不对劲，感觉随时可能有事发生。楚彻的心里也升起了悔意，当初带人来此也许是错的，在他的感知里，某些诡异的气息甚至不输于死神本身。若那群异端真正发难，恐怕会有人成为车队的断后。阿宝叔，这2天尽量多搜集物资，周围哪有加油站，你给我打听清楚。千万别惊动了其他人。与此同时，我去了巫剑山的办公室，直接表明了来意。从一开始，你是不是很想让我们入教？这事儿明眼人一看就有问题的。不过咱们可是穿一条裤子的兄弟，这事儿我可以帮你摆平。只是楚彻那小子有些阴险，现在他肯定对你的话心生疑虑了。陈爷，你究竟想怎样？别再跟我耍花招！你先给我个副主教头衔玩玩，再给我100滴死神血泪。加入教会的事儿我替你办了。你当死神血泪是什么？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你走吧。这里容不下你。别急嘛，再说了，这死神血泪也不是我一个人要，其他人也得分点吧。要不我们这些序列超凡者，凭什么好端端的去加入你的死神教会受你管？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最终我从巫剑山那里得到10瓶死神血泪，这足够让我很快晋升到序列2，代价就是我帮他搞定所有人，一切都在朝着我想要的方向发展。不过当我来到走廊时，楚彻那张欠揍的笑脸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陈老板，看你笑眯眯的，应该赚了不少吧？楚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没什么，就是想看看陈老板要不要分我一口汤喝。楚队，有个生意你做不做？什么生意？我把和巫剑山的交易原封不动地说了一遍。巫剑山给了我4瓶没稀释的死神血泪，咱俩分工合作，你负责稳住幸存者们，别让他们太快入教，我去搞定巫剑山如何？楚彻沉吟了一下，明显有些心动。他或许不清楚死神血泪的真正作用，但他知道这些东西拿去换物资绝对是硬通货。我可不信巫剑山只给了你4瓶，咱们一个车队的你还信不过我？巫剑山那老狐狸能吐出4瓶，已经是看在我跟他的关系上。说着，我从怀里掏出4个小小的玻璃瓶，瓶中液体泛着诡异的光泽。楚队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小心着点用。这我知道，不用你提醒。说完，我刚准备转身离开，楚彻却忽然喊住我：野子，等等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领路人序列2的标记能力吗？记得。我看到了其他领路人留下的3个标记，只有我能看到。更诡异的是，每一间教室的黑板上都写着奇怪的字。他之所以把这件事告诉我，是因为我足够冷静自私，不会轻易信任任何人。如果这件事让铁狮他们知道，他们很可能会立刻去告诉巫剑山。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敢挡我活路的人全都是敌人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声刺耳的尖叫猛地划破校园的死寂。只因3年2班的教室里，阿超的尸体就那么悬挂在教室的吊扇上。很快，几个幸存者在阿宝叔的带领下，挖了一个浅浅的坑，草草掩埋了小超的尸体。这就是末日，既没有仪式也没有哀悼，
一个失去了双眼的人，在这样的世界本就没有活路。但这些事情与我无关，因为此刻的我注意到一个死神教众正满脸兴奋地走上5楼。5楼的楼梯口被黑布封得严严实实，我盯着那黑袍教众穿过黑布的背影。可许久之后，那名黑袍教众却再也没有下来过。我强压住内心的好奇，并没上去，毕竟末日里好奇心往往比诡异更致命。于是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将死神泪水进行了升级，然后趁着还有时间，于是我溜到了学校操场。那里停着几辆死神教众用来逮捕的越野车，于是我动手把车上能用的零件拆了下来。然而死神教众看见我在拆他们的车，一个个虽然怒目而视，却碍于我和巫剑山的关系没人上前。为此我还让薛南过来一起帮忙，两个人配合得干净利落。魏野子，你这也太不讲究了吧！学校外面车那么多，你怎么就盯着别人的车子不放？楚队长，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去外面转一圈，那不是找死吗？明早我打算出去搜些燃料和物资，你去不去？怎么，准备走了吗？怎料没多久，我拆车的事还是被人告到了巫剑山那里。巫剑山站在4楼，面无表情地俯视着操场。他要拆就让他拆好了，只要不太过分，暂时别和他们冲突。明白。不过主教大人，还有一件事，他们说明天要出去搜集物资，我猜他们可能是打算离开这里。您看，不用管他们了，让他们走吧。我们还有1个月的物资，只要再等等。算了，你先下去吧。现在整个荣城都被诡异包围，哪怕是巫剑山自己也无法离开，因此他望向操场，眼神闪过一丝阴霾。毕竟被我拆掉的那辆车正是他的。很快，我的车辆换上了4个香丁雪地胎，楚车那边也开始照着我的方式改装。做完这一切，血月已经悄然升起。自从修炼了观血液呼吸法后，我的右眼能在夜色中看到无数鬼影，他们在黑暗中注视着我们。偶尔，我还能听见口水滴落在雪地的声音。当我回到寝室时，却见楚车神神秘秘地从外面回来了。我和他相视一笑，从彼此眼中看到一丝默契。第二天一早，当我站在校门前环顾四周时，发现竟只有5名幸存者愿意跟随出发。他们是周小小、薛南、高老大以及一对幸存者兄弟。自从薛南毁容之后，他整个人变得不那么在乎生死。而当初从鹿城出来的兄弟4人，在我干掉2人之后，高老大和贺老四也彻底老实了。舒服的日子一久，有些人就忘了外面的危险。没事，不愿意来就不愿意来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。况且现在学校里有吃有喝，谁还愿意出去找死？作为队长，楚彻说的也是实情。死神教会提供的伙食虽然不是很好，但好在饿不死人，因此没有人愿意出去冒险。不过今天主要任务是燃料搜集，其他物资只是附带。铁狮没有让老李开那辆老旧的校车，而是让叮咚上了那辆厢式货车。周小小照旧开着他那辆豪华轿车，只是车轮上绑着防滑铁链。高老大则借走了贺老四的客车，同样在轮胎上缠上金属链。薛南和那对兄弟全都坐在他的车上。各位，这次搜集物资非常凶险，大家都清楚外面的情况。虽然现在是白天，也千万别掉以轻心。根据死神教会提供的信息，第2小学附近已经没什么物资了，所以这次我们得走远一点。若条件允许，能多带点其他物资也行。还有，千万不要掉队。祝各位任务顺利。说完，他微微让开了校门为我们送行。这次阿宝叔没有选择跟队，毕竟年纪大了，在这片寒冷的末世里活着就已经够艰难了。按照昨晚的计划，今天我们轮流当头车。陈岩，前面情况怎么样？情况不容乐观，不过也不是没办法。好，那就看你的了。半小时后，铁狮和叮咚换位，之后是倩倩。没问题。对了，队长，陈野，你们最近这几天怪怪的，尤其是陈野，我警告你，那可是我表舅，要是你敢搞事儿，我可不会饶你。孙倩倩，你看我像那种人吗？他是你表舅，也是我兄弟。再说了，我好歹也是你叔叔，你就这态度跟长辈说话的吗？对讲机那头安静了几秒，很快只剩下电流声。我看着前方厚厚的积雪，然后狠狠吐出一口烟气，烟气很快形成雪粒，将路边厚厚的积雪推到路旁。半小时后轮到铁狮打头，他更是从车里跳下。我本以为他要撒尿，结果下一秒他双臂同时化作炮弹，接着2发空气炮将前方的积雪封出一条通道。等到倩倩接替打头时，他直接祭出了火红的飞剑术，那柄编号3000多的奇物长剑悬停在车头前，所过之处冰雪瞬间化为蒸汽。10几分钟后，车队停在一座加油站前，我紧握身边那柄血焰柴刀，7只由烟雾幻化的狼更是环绕四周。很快所有人按照计划分工行事，有人抽油，有人负责搬运油桶，甚至连周小小也被拿出来当成男人用。楚队，好了！倩倩一声大喊，包括高老大在内的所有人同时松了口气。但下一秒，楚车脸色忽然阴沉下来。不好，快上车！楚车那种表情我见过好几次，每次都意味着会有人死去，因此所有人都立刻冲回了车里。在这支车队里，如果不要掉队是第一规则，那么看楚车脸色行事绝对没错。看着车队距离小学只剩1公里，所有人不由得放松了下来，甚至周小小还播放起了音乐，唯独楚车的脸越来越黑。薛南惊恐的声音从对讲机传出：楚队，陈野，你们看那边是不是有个人趴在雪地里？他们来了，而且很多，各位请努力活下来吧。那一刻对讲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我深吸一口冷气，
呼出的烟雾将整辆越野车包围。下一刻，我猛地发动驾驶专精，猛踩油门，车辆卷起大片血雾，沿着主干道快速疾驰。此刻的街边，一栋栋居民楼的屋顶上正趴着一具具人形怪物。他们浑身雪白，体型庞大。更恐怖的是，类似这样雪白的身影不仅出现在楼顶，从地下的下水道，甚至到街边的商场、超市，只要是曾经人类聚集过的地方，此刻全都成了这些怪物的巢穴。那一幕就像丧尸电影在现实上演。这是爬行者，死神教众说过，这些怪物都是荣城的原住民，全都是居民，那岂不是有上百万诡异？各位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活下来。接着我立马将车提速冲到了最前方。陈野这混蛋，小鱼儿，快超过他！身后传来倩倩的怒骂。然而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一道白影从天而降，直接扑向我的末日皮卡。我猛地一拧方向盘，车身擦着他庞大的身躯飞驰而过。得益于末日皮卡的特殊性能，我连续扭动车身避开了几只拦路的怪物。但跟在后面的倩倩就没那么幸运，那些被我甩开的爬行者全都转头扑向他的越野车。一旦他的车子被诡异被逼停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倩倩看着我车尾的灯光越拉越远，她深吸一口气，整个人灵活地从车窗翻了出去。小鱼，稳住方向盘。话音未落，倩倩手持利剑站在车顶，只见一道剑气凝成火，瞬间吞没了周围白色爬行者，将那些怪物焚烧成了焦黑的尸体。然而此刻，真正的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。火龙虽然暂时压制了那些怪物，但仅仅片刻之后，白色的爬行者再次如潮水般汹涌。无奈之下，我吐出大片烟雾，下一秒，十几头由烟雾凝成的野狼瞬间和那些爬行者厮杀在一起。烟气模拟的恐怖之处就在于，只要我还活着，这些野狼就能源源不断的出现，甚至我还模拟出了人面血，那庞大的潜轻易就能把爬行者剪成两截。短短几分钟，车队的压力被大大减轻。只可惜麻烦远未结束，另一侧铁士和叮咚的货车也被包围。铁士怒吼一声跳了下来，沙包大的拳头狠狠砸下，将爬行者瞬间被轰成漫天血雾。他的双炉巨人形态彻底爆发，在泰坦序列2的力量下，这些疯狂的爬行者根本不堪一击。哈哈，爽，真爽！不够，再来！失控的铁士不退反进，竟然冲向了爬行者最密集的地方。至于楚彻，则把自己的车藏在我们形成的防御圈，暂时成了车队里最安全的一辆。可危险很快就转移到了那辆大巴车上。关键时刻，一只爬行者钻进车厢，抓住了那对兄弟中的哥哥，将他硬生生拽出车外。下一秒，十几只爬行者一拥而上。愤怒的弟弟看着哥哥被爬行者撕咬，本能的冲出去车外进行营救，结果被两只爬行者死死咬住脖子。我紧握方向盘，心里一阵发冷，因为前方不到300米就是学校的大门。我本以为终于要安全了，但就在这时，一颗硕大的眼球悬浮在校门口上方。当我的视线与它相接的瞬间，只觉得自己的眼球仿佛要被吸出去，于是我立马操控烟气阻断他的视线。可这样一来，我几乎成了盲开的状态。所幸我直接启动了末日皮卡的撞击模式，皮卡似乎感应到我的决议，整辆车猛地直扑那枚悬空的暗红色眼珠。巫剑山正站在4楼窗前，他亲眼看见那辆皮卡像疯了一样，直直撞向那颗巨大眼球。巫剑山瞬间惊出一身冷汗，他太清楚那颗眼球的实力了。陈爷，你这个蠢货真是找死！这话可不是出于对我担心，而是怕我一死会打乱自己的计划。只不过下一秒，预想中的惨剧并没有发生，末日皮卡竟将眼球撞飞，飞出去的方向正好对着4楼的教师办公室。这怎么可能？陈爷，你丫是故意的吧？只见那颗硕大的眼球直接撞碎了4楼的外墙。此刻巫剑山嘴里快速念着咒语，只一瞬间，死神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他面前，竟一把将那颗血瞳死死扣住。同一时刻，我们的车辆也冲进了校门。那些白色爬行者仿佛遇见了天敌，全都停在门口，不敢再前进半步。伴随着死神教众的低声祈祷，那颗血瞳立即挣脱束缚，然后漂浮在学校操场上。巫剑山当即从4楼追了下去。血瞳，你太放肆了！然而他话音刚落，先前那头8只人面从另一侧的废墟缓缓飘来。巫剑山，你们死神教这么多活人，你一个人能吃得完吗？钱老头，你该不会忘了那天的伤疤吧？连许你和其他兄弟都来了，就想看看你们死神教到底还有几分能耐。他说的没错，只要死神露出一丝虚弱，那接下来将会是所有人的末日。就在双方大战一触即发的瞬间，而我却掏出了一部满电的手机，准备录下死神的战斗画面。楚队，你觉得这一次谁能赢？说不好，不过这次的交手应该只是试探，无论是巫剑山还是那些诡异，暂时都不会全力出手。但等这次过后，大战估计也要来了，我们得做好准备。我打心底认同楚彻的判断，毕竟诡异不可能就这样放弃100多条活命。而巫剑山，虽然我还不清楚他真正的目的，但从刚才的对话来看，这个曾经的好兄弟显然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如果不早做打算，恐怕最后连我都会被他吃掉。想到这里，我对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，心里的那点愧疚也渐渐消散。不过接下来的战斗彻底让我开了眼。那颗血瞳似乎拥有一种精神控制的能力，只见它不断释放出诡异的波动。学校里的白色爬行者仿佛被操控了意识，纷纷为他冲锋陷阵。更离谱的是，就连车队里的幸存者也都受到了影响，他们的眼神清醒，但身体却完全不受控制。相比之下，超凡者们受影响要小得多。他们很快稳住局势，强行压制住了这些普通幸存者。
而就在这片混乱与绝望中，却见巫剑山正不断念诵死神经。随着他声音的回答，死神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他身前。接着死神轻轻一挥手，无数想要闯入学校的爬行者瞬间被打得魂飞魄散。可这一幕在我看来，眼前的死神更像是巫剑山的大手。这拜神序列还真有点东西。就在死神不断击飞爬行者的同时，那颗巨大的血瞳忽然全身通红，紧接着一股炙热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死神似乎也察觉到了危机，瞬间与那股力量纠缠在一起，随着滔天火焰疯狂肆虐，将整个地面都被烧成了滚烫的熔岩。好在我们提前将车停在了学校的院墙脚下，但那些离火焰太近的死神教众根本来不及惨叫，就被瞬间化成了一撮黑灰。幸亏与血瞳对上的是死神，我这才发现血瞳的精神操控似乎对死神无效，于是他干脆转向巫剑山，想对他施展某种诡异的能力。结果巫剑山的眼睛始终都是闭着的，只不过下一秒他突然睁开双眼。深渊血瞳，你看看我的眼睛如何？血瞳本能的抬眼望去，就在那一瞬，巫剑山双眼突然充满慈悲。我只是看了一眼，心中的善意瞬间被无限放大1000倍，然后一幕幕往事在脑海浮现，比如当初没救周小小姐姐的那一刻，我非常的后悔，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会回去救她。想到这里，我早已泪流满面。楚队长，我不是个好人，巫剑山当初给我10瓶血泪，我却只告诉你有4瓶，还有倩倩，我承认缠你身子，我是个渣男，我混账，我该死。还有铁狮，我总笑你傻，明明你脑子不好使，我还总欺负你。然而另一头的楚队情况更是让人惨不忍睹。叶子，我也对不起你啊！我天天晚上用偷听收音机偷听你的小秘密，倩倩，还有你和陈野那点事儿，就是我在车队里传出去的。我真是个大嘴巴，我真的不应该的。铁士，我说你长了个狗脑子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狗啊！相比我和楚彻两人情绪，其他人倒是没什么反应，比如铁士和叮咚他们在看到那颗血眼时，只是单纯的觉得非常诡异。可孙倩倩就不一样了，她眼中燃起了怒火，显然已经被气到极点。等到我和楚彻从愧疚中回过神时，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。只见天穹之下，死神与血瞳的力量疯狂碰撞，每一次冲击都震得空气都在扭曲，但很快胜负已分。血瞳根本不是死神的对手，那柄血刃闪过一道诡异的弧光，在血瞳的眼球上直接划出一道深深的血。仅仅一瞬间，那颗原本庞大的眼球竟开始迅速收缩，最后化作一枚人类大小的眼睛坠落在地。我望着那只依旧残留着鬼光的眼球，心中竟涌起一股冲动。毕竟随着实力提升，我的左眼视力越来越差，或许血瞳能代替我的左眼。然而还没等我动用系统去鉴定，巫剑山快我一步，伸手捡起那只眼球，然后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。8只人面迅速离开了校园，而角落里的雪女同样带着爬行者陆陆续续离开了现场。楚队，你说他们还会来吗？会的，最后一定会有个结果。哼，你们2个装完了没有？该不会以为你们之前说的话我们没听见吧？还有你陈野，你少自作多情。我再说一遍，是老娘玩了你，老娘才是渣女，你想要当渣男还次了点。说完，倩倩一怒之下拔出长剑，好在此刻铁狮站出来劝解，这才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。铁狮，你是不是笨蛋？他们骂你，你还帮他们？我觉得他们说的没错，说真话也没错啊。你呀，真是越来越蠢了。经过这一次战斗，所有幸存者都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，尤其是巫剑山最后睁眼的那一下，让我总感觉有些诡异。不过死神的震慑仅仅维持了2天，之后学校的情况愈发不容乐观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，无数诡异都在校园外围游荡，他们仿佛在等待着命令，准备再次进攻。为了避免意外发生，于是巫剑山下了死命令，严禁所有死神教众外出。阿宝叔也同样警告所有幸存者，尽可能不要离开教室半步。然而学校里的幸存者们却并不安分，一些死神教众认为这些诡异是车队带来的灾祸，于是双方爆发了好几次冲突。幸好有超凡者们出面镇压，才没让事态进一步失控。巫剑山倒也还算公正，他亲手把几个刺头教众揍得服服帖帖，至此那些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自从上次从校外回来，高老大、薛南还有周小小3人分到了不少汽油和物资。不过周小小的运气不太好，那辆陪他多日的小轿车早已在深渊血瞳的精神波动下化为一堆废铁。可这女人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竟让贺老四亲自教她修车的本事。我好几次都看到她跟在贺老四身后，围着一辆车子学习。而相比他们的收获，此刻我的系统已经累积到37000点杀戮值。我毫不犹豫直接将2瓶死神血泪进行提纯。为了应对接下来的灾难，我还对末日皮卡进行改装，将车头和车顶都装上了辅助灯，这样一来就更方便夜间逃跑。同时我还会拿出那部水果手机，反复观看死神与深渊血瞳的战斗画面。现在的我只能初步模拟死神的雏形。为此我曾向巫剑山提出亲自参拜死神，但巫剑山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。可我在意的不仅仅是模拟死神的形态，更重要的是他手中那颗深渊血瞳。于是我再次来到了巫剑山的办公室，他想让所有人都加入死神教会，而我只想要那颗眼睛。于是这场交易终于有了谈判的价值。陈野，你上次从我这里拿走了10瓶死神血泪，你答应我的事情呢？很快我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幸存者的名字。别说兄弟我不仗义，这是申请加入死神教会的申请书。咱们车队中这边已经有1半的幸存者想要加入你们死神教会，如何？哥们不会白拿你的东西的。巫剑山看到这张纸上密密麻麻的名字，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。为了拿到巫剑山手里的那颗深渊血瞳，我甚至把整个车队的幸存者都当成了筹码。巫剑山听完额角青筋直跳，
你想要什么？你直说。既然你诚心，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。上次你杀掉那个深渊血童后，他身上的那颗眼珠子是不是该还给我了？陈爷，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臭不要脸的人。要不是你故意挑事，死神根本不会和深渊血童对上。他越说越怒，甚至口水都喷到我脸上。于是我无奈的退后一步。老吴别急，我就问一句，你要想让车队其他人全都加入死神教会，就必须付出点代价。可以，那颗眼珠子我可以给你，但所有队员的资料我都要，还要你保证他们全部加入死神教会。我表面上和他达成交易，下一刻我开始把队友们的底细统统抖出来。当然我不可能全说真话，比如楚车的标记能力，我就顺便隐瞒了点关键内容。巫剑山也不蠢，他将这几天下属收集的情报一一和我对比后，才最终把那枚深渊血童丢到我的手里。反正他心里想的很简单，等我们死绝了，这东西迟早是要还给他的。只不过当我刚从巫剑山的办公室出来，就看到楚车一脸冷笑的表情。之前你不是说吴队只给了你4瓶吗？你也打算去见老吴？然而楚车并没有搭理我，而是径直推开了4年一班的教室门。出来时，他的手里却多了3瓶死神血泪。带着死神血泪，他来到一间教室。很快，里面传来阿宝叔的咳嗽声。阿彻，你来了。原本阿宝叔不仅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还有一个3岁的小孙子。可惜末日来临，阿宝叔亲眼看着亲人一个个死在自己眼前。短短几天，阿宝叔一夜白了头发，整个人也看起来苍老了许多。来到荣城后，由于极寒的气温，让阿宝叔的健康状况更进一步恶化。阿宝叔，你先躺着，不用起来。这是我从吴队那里弄到的血泪，是没有稀释的那种，可能会对你的病好一些。阿彻，你是不是答应了吴剑山什么？没有，阿宝叔，你想多了。阿彻，你是超凡者，肯定心里清楚，我就不多说了。阿宝叔，你好好养病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就带你离开。说完，楚彻给阿宝叔喂了一滴血泪，只不过这滴血泪也不过是多延续一些时间罢了。旁边的车队助理小王看着这一切，眼神里全都是悲伤。小王，去告诉所有人，他们可以加入死神教会。鼠队，这怎么行？不要多说，按照我说的去做。与此同时，我来到一间空荡的教室，迫不及待掏出血童进行鉴定。鉴定将消耗1500点杀戮点，是否确认？确认。物品名称深渊血童，这是荣城昌旺区3大诡异之一深渊血童遗留的眼珠，保留着它部分强大的能力。如果寻找高级奇物制作师，可将其制作成奇物，最大限度地发挥眼中所蕴含的力量。深渊血童与死神交锋时，曾有能力未能完全释放，因而此眼珠为极为罕贵的奇物材料，理论上可制造编号不超过1000以内的奇物，但也存在产生严重副作用的风险，请慎重处理。温馨提示：若有人以此眼珠替换已见失明的左眼，务必格外谨慎。系统，我该怎样用深渊血童的眼球替代左眼？方案1：向系统支付50万杀戮点，对深渊血童的眼球进行全面升级改造。改造完成后，血童将具备自动寄生能力，可自行完成替换过程。方案2：寻找一名合适的外科医生，由其进行手术挖出左眼，再将深渊血童换上去。之后需要用关血月呼吸法调整共振频率，让血童与身体逐步适配，继而激发部分超凡之力。若需要方案2的详细说明书，则需支付1000杀戮点。我当即支付了1000杀戮点，将说明书兑换出来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找个懂手术的人把我的左眼挖掉，然后再把深渊血童装进去，过程会极其痛苦。就算手术成功，也只能暂时启用血眼的部分能力，而等到血眼被身体彻底接纳，我才算真正成为奇物共生者。看完说明后，我整个人都有些发懵。虽然医生好找，可问题是现在是末世，我怎么敢让一个陌生人拿刀对着我的眼睛？光是想象我就陷入深深的犹豫与纠结。翌日清晨，整个基地的氛围变了，除了我和楚彻之外，几乎所有人全都成了死神教会的教主，而铁氏3人现在已是教会的副主教。听说3天之后，吴剑山要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大型祭祀。是啊，楚队野字，你们没收到通知吗？此刻我和楚彻相视一眼，从彼此的眼里都看出了不安。对了，现在全学校的人都加入死神教会了，你们俩干脆也一起加入吧。而且这次祭祀很重要，我表舅说到时候会有死神圣水降临，只要喝下圣水，我们就能跟其他教众一样不怕冷，实力也会提升。倩倩，这么大的事，你至少得给我们点时间想想吧。打发走倩倩之后，我和楚彻一时无言，因为我们心里都很清楚，巫剑山终于要行动了。虽然不知道他背后真正的计划是什么，但只要这祭祀办成，我们两个绝对不会有好下场。因此，为了尽快提升自身实力，我先是找到徐丽娜，直奔主题。死神教会里是不是有个医生？你知道他在这里有没有家人，或者藏在哪里吗？徐丽娜听完我的话之后，立马联系到死神教会的一名普通成员，此人名叫罗涛，末世前是荣城某3甲医院的主刀医生。那时的他家庭和谐，事业稳定，医德与人品更是皆有口碑。然而末日降临，这一切都变了。罗医生为了带家人离开荣城，混进了一个车队，可车队还没走出多远，就被死神教会拦下，将他们全部带到了第2小学。他本以为自己这一身医术能在末世发挥作用，却没想到死神教会掌握着一种神奇的药剂，只要喝下这种药剂，普通人的病痛都会迅速消退，因此他的医术在无用武之地。可谁能想到，就在今天，罗医生的妻子慧慧带回一条惊天消息：老罗，有个序列超凡者想请你做手术，报酬是1桶30升的汽油。罗涛整个人都愣住了，那可是1桶汽油。慧慧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
是徐丽娜那妖精告诉我的，她特意来找我。我从巫剑山手中拿到深渊血瞳之后，第一时间就是让徐丽娜找来一名外科医生。很快，罗涛医生便带着他妻子被领到了一间单独的教室。陈先生，你打算在这种地方做手术？现在的情况你也看见了，能找到这个地方就已经不错了。然而罗涛想都没想，就直接摇头拒绝，毕竟这里完全不具备做手术的环境。可他刚一拒绝，旁边的铁士一把将罗涛的妻子控制起来。陈先生、吴先生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快放开我的妻子！罗医生，你只要好好给我做手术，你和你妻子自然安全，甚至我会兑现之前承诺给你的所有报酬。罗医生，陈先生从不说假话，只要你配合，这对你只有好处。此刻罗涛看着我越来越危险的眼神，终于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因此我把幻眼操作说明写了出来。可当罗涛看完这些内容之后，整个人变得愈发心惊，里面的内容完全超出了他作为外科医生的认知。可一想到我是超凡者，罗涛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活。为了确保罗涛不出任何幺蛾子，我的柴刀悬在罗涛的后脑，一旦他胆敢对我不利，这把柴刀将是杀死他的利器。徐丽娜更是站在一旁不停替罗医生擦汗。这场手术整整持续了5个小时，等到结束时，罗涛几乎瘫倒在地。之后徐丽娜主动承担起照顾我的工作，对她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机会，但我并没有给她任何靠近的余地，而是将他们直接赶出了教室，然后服用提纯后的死神血泪，开始以自身的超凡之力激活血瞳。1天之后，我终于睁开双眼，接着又用左眼盯着课桌上的一包纸巾，下一刻那包纸巾直接自燃。这是血眼曾用来对付死神的能力，虽然远不如前几天深渊血瞳的威能，但对现在的我而言已经足够满意。只不过当我走出教室，整个学校却笼罩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氛围，所有死神教会的教众都兴奋异常，都在为等待大年夜祭祀的到来。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，随着夜幕降临，学校周围便出现大量无法描述的鬼影，可幸存者们却并未显得紧张，唯独只有死神教众的崔秀恩感到越来越惊慌。很快他便找上了薛南。崔小姐，您找我。薛南，把这个本子交给楚先生和陈先生，一定要记得。说完他便匆匆离去。薛南面色平静地将笔记本悄悄塞进怀里。薛南，你要去哪儿？没事，我去找陈先生。哎，你也劝劝陈先生和楚队吧，大家现在都是死神教会的人了，就他们俩还死撑着，也没什么意思。你看我们现在吃喝不缺，等死神处理完外面的东西，那些脏玩意还不得滚得远远的。可他话还没说完，薛南猛地一脚踹在那男人肚子上。你算什么东西？陈先生和楚队也是你能在背后乱讲的吗？要不是他们，你们早就死了。当其他幸存者听到动静准备一探究竟时，此刻薛南早已带着笔记本走进了4年3班，他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，只是恭敬地将本子递给我。这一幕也引起了楚彻的注意。当我打开笔记本的第一页，第一行字便是薛晴死了。据笔记本所记载，2030年10月17日，崔秀恩、薛晴、乌强3人跟着一批幸存者逃到了这所学校。为了活命，乌强竟反手将一起逃亡的薛晴推向那只诡异，导致薛晴死在了八爪鱼的触手中。看到这里，我和楚彻对视一眼，心中已经有了判断。日记里的乌强很可能就是现在的乌剑山，而薛晴正是薛南一直在寻找的妹妹。看到这条记录时，我心中忽然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。毕竟我与薛南相处得多，知道他为寻找妹妹付出了怎样的代价。带着沉重的情绪，我们继续翻读笔记本。短短不到3天，这所学校就有大量幸存者被诡异拖走。期间，崔秀恩看到一个全身雪白的女人，身边簇拥着许多诡异的爬行者。到了第5天，崔秀恩脑海中竟多了一些不属于她的记忆。原来乌强不仅毕业于国内顶级大学，而且还是某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，甚至身家早就过亿。而不知从何时起，他给自己换了新名字，叫乌剑山。更加离谱的是，到了第7天，乌剑山竟不知道从哪里把薛晴的尸体带回了教室，还专门摆上香烛，每天3拜9叩。崔秀恩在日记里形容薛晴竟躺在那里，竟比生前更加美丽。再往后，乌剑山开始组建死神教会，他每天都会进入薛晴所在的房间念经，偶尔有人不服，趁他念经时想出手打断他，结果被乌剑山几乎活活打死。最让人震惊的是，当有教众病得快要死去时，乌剑山拿出一瓶红色药液喂给对方，那人竟奇迹般的恢复如初。2030年10月29日，崔秀恩无意间看到乌剑山正在给死去的薛晴喂人肉，而薛晴的眼睛里竟缓缓流下了血泪。从那一刻起，崔秀恩终于意识到乌剑山已经完全不是正常人，而他自己必须想办法逃离这里。日记写到这里戛然而止。我看完之后背脊一阵发凉，尤其是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死神竟然会是薛南的妹妹，她那与人类那种截然不同的气质，现在想想也难怪薛南认不出来。正当我沉思之际，楚彻却意外发现地上多了一封陌生的信。我们打开信封，信中内容立刻引起了我们的警觉。里面提到，在2030年11月7日那天，一支32人的车队逃到了这所小学，随后遇见了乌剑山。乌剑山声称自己是拜神序列2的布道者，并要求车队所有人参拜死神。更诡异的是，车队队长居然是他的亲弟弟，而车队副队长更是乌剑山的外甥，就连车队主管都是他的儿子。看到这一段时，我和楚彻头皮发麻，因为信中描述的情况和我们现在车队的状况几乎一模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我与楚彻同时感到一阵头晕，意识像被什么东西强行压制，甚至连对乌剑山的怀疑都被某种力量抹去。楚彻强忍着眩晕，迅速在纸上写下一行字：不要相信乌剑山。仅仅过了半分钟，他看着那行字时，眼神已经变得迷茫。只不过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，就再也无法消失。乌剑山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从这一刻开始下雨。
几天之后，我发现一只巨大的八爪诡异，还有一个悬浮着的巨大眼珠，以及一个白发的少女一起同时出现在学校外围。他们身后还跟着一群全身雪白的爬行怪物。面对这种规模的诡异组合，巫剑山当场请死神现世驱散他们。虽然死神是刚诞生不久的出生诡异，可他力量极其强大，但在这种阵容面前仍显得有些吃力。不过就在局面快要失控的时候，死神突然发动了一种可怕的力量。他抬起头，用那双仿佛深藏星辰的眼睛轻轻扫过那些诡异，可下一秒，所有诡异瞬间失去战斗能力。而更恐怖的是，任何被他那双眼睛看到的人都会在心中升起强烈的羞愧感。我们车队很多人当场痛哭失声。看到这里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巫剑山曾对我们使用过的那股力量原本属于死神，拜神序列拜的根本不是别人，拜的就是他自己。陈野，你见过巫剑山吃东西吗？你的意思是巫剑山用自己的味觉换来了死神的能力？这个序列简直变态，自己养一个神，然后一点点从神身上交换能力，神越强他就越强，最后他自己就是那个神，拜神就是拜他自己。巫剑山好大的手段！第一次祭祀不到10人，巫剑山献祭了最初跟他一起逃来的那批人，导致他从序列1升到序列2。第二次祭祀30多人的车队，直接让他晋升序列3。而第三次祭祀，也就是现在我们100多名幸存者，如果成功，他将成为序列4。祭祀有一个关键限制，只能献祭死神教会内部的人，这也解释了他一直逼我们加入教会的原因。而就在我们刚得出结论时，不曾想教室大门突然被倩一脚踹开。楚队，陈野，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我心头一紧，本能地躲在楚车的身后。倩倩、叮咚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队长，大家好好的过日子不好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事？权力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倩倩，你难道就没想过，你表舅还是不是你表舅？队长，你不要说了，跟我去见表舅，我帮你解释。而就在刚刚，巫剑山告诉倩倩和叮咚，楚彻和我密谋夺取死神教会大主教的位置，甚至还亲口让他杀了我们两个。这对于倩倩来说很难做到。而叮咚虽然加入时间不长，但楚彻的为人他是认可的，因此场面就变成了孙倩倩、叮咚两人对我一个。我当然不会天真到以为凭我们几句话就能把他们从巫剑山身边拉走，于是我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主动走到了倩倩和叮咚那边，然后抽出柴刀直指楚彻。陈野，你在做什么？楚队，别怪兄弟我不讲义气，你这么干实在是不道德。我们到这里是受我兄弟老吴的照顾，他不仅是你的队长，是我的兄弟，更是倩倩的表舅。结果你想推翻死神教会，还想自己搞什么公平教会？倩倩、叮咚，幸亏你们来了，不然我真就要被他骗了。我举报楚彻伪造证据，意图篡位，我是人证，他手里的笔记本和信件就是物证。话音刚落，倩倩和叮咚包括死神教众全都愣住了。陈野，你的良心呢？没有了吗？随后我们一行人离开教室，唯独铁狮还在呼呼大睡。说真的，我挺羡慕他的，人越笨越不容易失眠。走廊里，我和倩倩、叮咚三人压着楚彻，因为我刚才那套说辞，死神教众看我的眼神比之前顺眼不少。陈野，你真不是人啊！打不过就加入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谁料这时我往窗外瞄了一眼，却见操场吊着一具尸体，只一眼我就认了出了那是崔秀恩，而树下更有不少幸存者窃窃私语。我们很快来到了4年1班，孙倩倩还想劝什么，却被巫剑山抬手无情打断。放心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我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。倩倩被堵得一句话说不出来，只能咬着嘴唇离开。坐吧，你们应该已经看过里面的内容了吧？接着他把笔记本和信件丢在了桌子上。我一直在找他，只是没想到这东西竟然被崔秀恩拿走了。崔秀恩以前在国内很火，长得也漂亮。她刚来时，有人想对她不轨，是我给她食物，她才能活下来。说句难听的，如果不是我，这里90%的人都活不到今天。但总有人不知道感恩。陈爷，我杀了崔秀恩，你觉得我做错了吗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也会这么做。果然，他们都说你和我是一路人。不过你们已经知道了，拜神者序列拜的不是神，而是自己。刚觉醒拜神者时，我确实很开心，但那种开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。初期的拜神者很弱，根本不够诡异塞牙缝。无奈之下，我才找到了薛晴。得知拜神需要祭品时，我也很纠结。毕竟我不是天生的杀人狂，但人总是会变的。没有祭品，我们全都会被诡异撕成碎片。所以我把他们献祭给了死神。但我不觉得自己错了，只要我足够强，就能驱除诡异。只要付出足够多的祭品，我甚至能升到序列9。纵观历史，哪一个站在高位的人脚下不是尸山血海？陈爷，我知道你和我一样，你懂我。有些事情是要看大局的，所以子阿彻，我邀请你们加入死神教会。等我升到序列4，我会更强，死神会更强，到时候我们就能清理整个荣城，重建家园。说到这里，巫剑山的眼神无比真诚，甚至还拿出1箱茶叶和5条华子。看到这些东西，我的内心明显一动，脸上更是露出讨好的笑容。老巫，你可真懂我，主教大人，那以后请多多关照。你这就答应了？巫剑山根本没有料到我会如此轻易的答应。
最终我和楚彻顺理成章成了死神教会的新任副主教。然而此刻我心里清楚得很，巫剑山的话根本不可信，我更不可能牺牲自己来实现他这个所谓的伟大目标。一旦让他升到序列4，我们怕是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因此我绝不会坐以待毙，毕竟明天就是祭祀的最后一天，一旦他成功晋升到序列4，我们所有人都将成为他的祭品。于是我和楚彻商量完后，决定从凌晨开始分头行动。当晚凌晨，我和楚彻偷偷来到窗口，我当即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夜色深处。至于楚彻，早就准备了绳索，从窗户上掉了下去。与此同时，我披着一袭黑袍，在某个幽深的角落缓缓现身。我知道你们听得懂人话，出来一个能做主的。随着我话音刚落，却见远处飘来一个雪白的身影，还有一只巨大的八爪章鱼般的诡异。这是谁？神神秘秘的，难不成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明天是除夕，巫剑山会举行献祭祭祀，你们懂这意味着什么？说完，我再次化作青烟消散在原地。只不过随着我离开，那片黑暗中顿时亮起无数双红色的眼睛。不过是区序列4而已，巫剑山居然嚣张到这种地步，不能轻视他。他之前让那个女人吞了一个领路人序列超凡，现在他实力大涨，而且现在足足有5个超凡序列，真让他全部吞了，我们都得完。那什么时候动手？宜早不宜迟，越快越好。可那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们？不清楚，人类真是麻烦。但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今晚动手吧。此刻学校的某个角落里，我掏出一瓶极限强化过的死神血泪，然后一口吞入腹中。下一秒，我的身体在一股强大的能力包裹中，从序列1直接飙升到了序列2。2个小时后，我回到了4年3班，刚好楚彻也提前回来了。我虽然没有问楚彻做了什么，但他却突然递给了我一个袋子，袋子上竟然还飘着陈野2个大字。这是领路人的标记，里面还放着一些石头，记住每隔一段时间丢一颗。我能看到。楚队，你这是……别废话了，你我都心里清楚，今晚能逃几个是几个。有这些标记，我还能追踪你们的位置。此刻不止我，铁狮的头顶上也亮着2个发光的大字，显然楚彻早已做好准备。然而但计划还没开始，意外却提前出现了。就在此时，校园大门方向突然传来一股让人窒息的恐怖气息。原本坐在4年1班闭目的巫剑山突然睁开双眼，就连睡梦中的幸存者也在同一瞬间被惊醒。一时间，无论是人形诡异还是兽形鬼，全都围住了整个校园。野子，这回我们怕是有灾了。野子呢？刚刚还在。楚队稳住，就算要死，我也会死在你前头。铁狮，还是你靠得住。陈野关键时刻真不讲义气。可楚彻话还没说完，铁狮却猛地冲向教室门口。你不是说好保护我的吗？此时的校园内已被无数爬行者填满，面对如此多的怪物，那些普通幸存者早就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唯独铁狮却在放声大笑，直接将无数爬行者轰得漫天飞舞。楚彻见状，立马召集小王和徐丽娜等人。我让你们准备的东西都带上了吗？带齐了，队长。那就按之前说的，护着阿宝叔，马上撤。此刻楚彻的想法和我完全一致，哪怕我现在已经是序列2的雾障师，可面对铺天盖地的怪物，我依旧不觉得自己是诡异的对手。因此我只能躲在离末日皮卡附近的角落里。好在晋升雾障师之后，迷雾屏蔽能力大幅增强，敌人一旦踏入烟雾范围，根本锁定不了我的位置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依旧不敢掉以轻心，因为在校园外围还有几只强大的诡异，一名全身雪白的雪女。更糟的是，部分爬行者已经猛砸起教学楼的窗户。有鬼，快去禀告主教！我们必须找到超凡者，只有他们能对付鬼类。血泪慈悲像，骸骨铺神图，无主在上，见证终末。诡异们低声嘶吼，导致校园的压迫感几乎厚到凝成实体。可就在这危急时刻，教学楼3楼突然火光暴涨，那些刚爬上去的爬行者还没来得及惨叫，便被制成飞散的飞灰。火光之上，倩倩以一个优雅到近乎荒诞的姿势站在飞剑上。就在这时，雪女的身影不紧不慢地向前走来，她对倩倩根本不屑一顾，只是抬手指挥爬行者朝倩倩轻轻一指。可孙倩倩又怎会坐以待毙？只见她嘴里念念有词，一条火龙怒吼着冲向爬行者，将他们全部焚为焦炭。然而雪女对此毫无反应，而后又对着铁狮轻轻一点，顿时无尽的爬行者堆积在铁狮身边，瞬间把它堆成了一座小山。然而这些爬行者全被铁狮轰得漫天飞舞。叮咚也抓准时机直指雪女冲去，但他还没靠近雪女，手指再次轻无数雪花凝聚成冰锤般的力量，将叮咚狠狠砸向墙壁。此刻叮咚已经受了伤，铁狮被无穷无尽的爬行者围攻，仅仅只是雪女就让所有人狼狈不堪。陈野在哪儿？快滚出来，我们扛不住了。人类真是弱，我们连真正的力量都没用，你们就这么不堪？你们的那个同伴呢？怎么还不出现？还有巫界神不会是怕了吧？别叫了，那个叫陈野的家伙，他不会出来了。话音刚落，巫剑山从楼道阴影中缓缓走出，紧接着死神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身旁。当看到那道身影时，原本惊慌失措的死神教众疯狂诵念死神经文。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，死神的现身意味着这场战斗即将彻底升级。就连刚才还气势惊人的雪女，此刻都死死盯住半空中的死神。你终于出现了。死神没有回应，只是握着镰刀静静漂浮在半空，而他周身散发出的恐怖气息，竟让无数爬行者不受控制般倒退数步。
倩倩三人见状，立刻向乌剑山靠拢。他们都知道，这已经不是他们能插手的战场。唯独楚彻竟悄悄带着人藏在角落，显然他想的和我一样，打算找个合适的机会逃离这里。然而就在所有人僵持之际，却见乌剑山迈步来到操场。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吧。然而乌剑山话音刚落，雪女立即抬手朝死神轻点，紧接着巨大的暴风雪女为中心，然后直接冲向死神。那股轻易就将倩倩和叮咚逼入绝境的力量，落在死神身上，却只让他身形微微一顿。一只长着巨大榔头的诡异，不知何时绕到了死神的后背。短短一瞬间，数十头顶级诡异同时对死神发动攻击。我立刻掏出手机打开录像，生怕错过死神战斗的任何细节。接下来看到的一幕也终于让我明白，为什么其他诡异会如此忌惮死神。雪女的暴风雪只能让死神动作停顿半秒。八只人面好不容易抽中死神一点，结果死神只是随手一挡，力量完全被化解。随即死神的镰刀划破空气，八只人面的触手被一根接一根斩断，就连雪女也在交锋的瞬间失去了一条手臂。这就是死神的可怕之处。然而死神越占上风，我心中反而越发焦急，因为我和楚彻都清楚，一旦诡异溃败，乌剑山会毫不犹豫地将所有人献祭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。诸位先撑住，只要拿下乌剑山，死神坚持不了多久。陈爷，你给我出来！别以为你憋着嗓子，我就认不出你来。陈爷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心狠？难道我不是你最好的兄弟吗？仅仅就1分钟的功夫，诡异如潮水般压来，哪怕此刻死神护在身侧，乌剑山也只能被迫后退。就在混乱间，我趁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战场牵制，然后一个箭步冲入末日皮卡。倩倩、叮咚，你给我拦住陈爷！今天谁都能活，只有陈爷必须死！随着乌剑山一声怒吼，全场的目光瞬间落到我身上。就在这时，楚彻带着一群人从阴影里走了出来。队长，陈野他怎么办？你死了他都不会死，快走！只不过听到乌剑山的命令时，本该立刻对付诡异的倩倩明显愣住了，反倒是叮咚第一个反应过来，直接挡在了校门口。此刻我驾驶舱内弥漫着大量烟气，只要敢拦我去路的人，哪怕是曾经如兄弟般的乌剑山，我也绝不会犹豫。因此我油门猛地踩到底。末日皮卡像脱缰野兽般冲向叮咚，看着迎面而来的末日皮卡，叮咚的右拳带着大片白雾狠狠轰向车头。结果一声巨响过后，却见叮咚整个人都被撞飞出去，而末日皮卡也在被一拳震得停在原地不动。陈爷，你找死！死亡神将！乌剑山见我想要重新发动汽车，只能咬牙释放终极杀招。紧接着死神的气势开始突然暴涨，手中的血红镰刀更是燃烧起熊熊火焰，将正要偷袭的八只人面斩成数段。见状，雪女根本不敢多想，转身就跑，可还没跑出几步，她的头颅就静静地落在雪地上，随后一颗钻石碎片叮当掉落。最惨当属那头诡异狼头，在死神余波的冲击下，只剩一颗狼牙在冰雪中微微发光。此刻无论是最低级的爬行者，还是那些不可名状的影子，全都吓得疯狂逃命。好在这一刻我末日皮卡的发动机竟重新点燃，但很快我却绝望地发现，死神身影突然来到我的车后。我急中生智地用烟气模拟出一个假死神，可也就仅仅抵挡了片刻。烟雾模拟的死神很快就被血色镰刀劈散。当我从惊骇中反应过来时，那把镰刀突然穿透车顶，然后将我整个人钉死在车里。我呆呆地看着前方，一时间有些难以置信。此刻末日皮卡像是一头发怒的公牛，一解锁链疯狂卷向死神，却被对方轻轻一扯就断。徐丽娜看到车顶被刺穿的瞬间，整个人直接瘫倒在雪地里。他怎么可能会死？都说祸害留千年，他这种祸害怎么可能死在这里？这绝不可能！而乌剑山看见镰刀穿透我身体的那一刻，脸上罕见的露出一种压不住的狂喜。可下一秒他心脏一疼，低头一看，只见一把柴刀不知何时穿过他的胸膛。陈爷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的话还没说完，视野就骤然归于黑暗。与此同时，末日皮卡内属于我的那具尸体正在缓缓化作烟雾。死神空洞的眼睛也在那一刻产生了错愕，毕竟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让所有人都来不及做出更多反应。你们还不走？说完，我从阴影中快速冲向末日皮卡。随着乌剑山的死亡，楚彻等人立即清醒过来，每个人眼中的迷雾也在一瞬间散去。好厉害的能力！诸位，现在逃走最重要，记住带上各自的标记。这一次大家分头逃，请努力活下来吧，一直等到我来找你们。说完，楚彻第一个窜上自己的车辆，其他幸存者也不再犹豫，疯狂奔向周围能用的任何车。铁狮殿后，好野子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白痴，还殿后呢？你想死啊？就在我的末日皮卡离开时，一根柳枝迅速卷走了地上的触手，很快校内已完全变成人间惨剧，无数诡异蜂拥而入，那些来不及撤退的幸存者断尾，一个又一个被撕裂在雪地里。我从后视镜里看着那悲惨的一幕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，因为乌剑山不死，今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逃不掉。好在我已经晋升序列2，对烟气的掌控更是今非昔比。只见烟气在车头凝成一道血，将道路上的积雪硬生生切开。而另一边，楚彻在不断前冲的同时，掏出打火机对着火苗轻轻一吹，一颗炽热火球直接将前方的爬行者烧成蒸汽。当我们冲出学校一定范围后，路上的诡异终于稀疏了许多，这让我想起了之前楚彻的嘱咐。于是我从袋子里掏出刻着我名字的石头，每隔一段距离我就丢下一枚。远远望去，这些发着微光的石头在夜色中格外显眼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这样盲目跑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迟早还会撞上新的诡异。思索片刻，我把车开到一个偏僻的路口停下，接着点燃一支华子，再缓缓吐出，烟气在夜风中扩散，
将周围几十米笼罩成一个朦胧的烟雾领域。在这个我亲手铺开的绝对领域里，除了我之外，无论是人类还是诡异，只要误入其中，都会被瞬间剥夺五感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开始复盘起荣城之行，以及那个拜神者巫剑山，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可偏偏直到他死后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竟然还真有个关系极好的兄弟，只是那个兄弟和巫剑山完全不像。那一刻我才明白这是巫剑山的能力，把我记忆里的某个人和他融合。我越想越觉得脊背一阵发凉，巫剑山的力量是真的恐怖，让你毫无防备的跟陌生人当至交，更别说他在序列3时就能同时压着雪女和8只人面打，这种实力仅仅想想就觉得离谱。可这么危险的人最终还是死在了我手里。胭脂使徒真正的强大，从序列2才刚刚开始显现，要不是烟气分身过于诡异，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恐怕早就团灭。3日一气归烟，这是序列2物障师解锁的第2个能力。当我被死神杀死的那一刻，这个被动能力触发，于是我的肉体立即化雾散开，而真正的我直接回到1分钟前的位置与状态。这能力的恐怖就在于1分钟前的我正好藏在黑暗角落，那里的烟气迷雾尚未散尽，就连死神那种级别的敏锐感知都没有察觉到我的存在。也正是那一刻，巫剑山就在我的不远处，于是那出人意料的一刀落在了巫剑山的后心。3日一气指的是3天才能凝聚一道气，气就是分身，归烟指的是分身死后化作烟雾消散，而归字意味着我能回到过去的自己。我就是靠着这2个技能的连写，才最终成功斩杀了巫剑山。我成功从序列1晋升到序列2，也正因如此，我才能凭借3日一气成功击败了巫剑山，最终逃离荣城。然而这一趟收获不仅让我凭空多了43000点杀戮值，甚至还让我白捡了一根8只人面的触手。只可惜在逃亡途中时间太紧，根本来不及拿走雪女的透明水晶以及狼头诡异的狼牙物品8只人面的触手。此物保留了8只人面部分本体能力，若能找到合适的制作师打造其物，最终成品可排进其物榜前1000，排名越高副作用越大。若将此触手用来升级某人的末日皮卡，能让皮卡的编号直接跃入1000名以内，极大概率升级为怪物皮卡。最关键的是升级后将完美规避副作用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因为你是陈野。升级怪物皮卡需要多少杀戮点？升级怪物皮卡宿主需要支付20万杀戮点，以我现在的积蓄根本不可能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花3万杀戮值把血怨柴刀升级。谁成想就在这时，一阵细微的声响从周边传来，我原以为是楚彻找来了过来，可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没有贸然从迷雾中走出去，而是利用烟雾模拟死神警惕四周，并躲进末日皮卡随时准备逃走。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声音的来源竟然是一头直立行走的黑羊，它徘徊在迷雾外围，似乎是在空气之中嗅着什么，这让我感觉到了一些危险。可很快那只山羊诡异迈腿朝我的方向走来，但它显然不知道，任何踏入我迷雾的人或诡异都会失去感知，因此它刚靠近10米，就因各种不适被逼得退了出去。1小时后，又陆续有几只山羊诡异路过，这让我彻底明白了，没有领路人的野外到底有多恐怖。毕竟你永远不知道这些诡异的能力，一旦交手，极有可能引来整片区域的诡异，这是无数人用生命换出来的经验。于是我只好等周围彻底安静下来，然后启动末日皮卡的电动模式悄悄离开。但刚开出10公里，我仿佛听到楚彻和倩倩的声音：陈野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可当我猛地回头看去，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，于是我立马加快车速。陈野，等等我啊，我还没上车呢，开门啊！陈野，你要丢下我一个人吗？这一刻我有种非常强烈的预感，一旦我停下车来，车子里立即就会上来一个未知的诡异。就这样，我一路上遇到了无数想搭车的人，这些人有老人小孩，甚至还有我熟悉的人。这些诡异似乎是在等一个出手的机会，而我对所有呼喊都置若罔闻。直到天色微亮，我终于抵达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，但奇怪的是这里的温度上升了许多，因此我换掉了身上的羽绒服，然后在车上美美的睡上一觉。此刻周围的晨雾渐浓，就连天边刚升起的太阳也开始逐渐被云雾笼罩。当我睡得正香时，楚车的声音突然从车门外将我惊醒。陈野，你在里面吗？可当我看到来人那无焦距的眼神，这才发现此人正是楚队长。野子，你呀也是心大，这种时候都能睡着。我去，你真是楚队，你再不来我就死了。当我下车后，第一眼就看见楚车腰间系着一根粗绳，他解释说自己沿着我留下的石头一路找来，却发现这片迷雾和周围的自然雾气完全不同。他第一反应就想到我，可刚踏进迷雾时伸手不见五指，这才临时绑上绳子，怕自己找着迷失在里面。陈野，你这迷雾当真是邪门。行吧，彼此，你这老狐狸，我就知道你死不了。要知道我俩是这个车队最有可能活下来的人，一个心机深沉底牌无数，一个阴险狡诈，为了活命可以不择手段。对了，现在就你一个人吗？只有我、小王和阿宝叔，其他人暂时没找到。放心好了，铁石那么强，一般的诡异根本拿他没办法。孙倩倩这小丫头片子机灵得紧，至于叮咚，她和孙倩倩在一起应该也没什么问题。铁石是车队里最单纯的超凡者，也是唯一一个在末日还坚持救人的家伙。他的校车能坐满那么多人，就是因为他总想着多救一个是一个。现在一旦分散逃跑，要么他是活下来的人最多的那个，要么就是一个不剩。离开荣城后血小多了，但这里的雾之前没这么浓。野子，你不是能控制烟雾，试试这些雾能不能操控？可我试了无数次，依旧毫无反应。毕竟烟气迷雾是我自己的能力，而这片自然迷雾是另外的东西。下一个要找的就是离我们最近的铁石。楚队，你之前可没说你这标记的能力还能寻人啊？我能感应到被我标记过的物品，但标记的人不能超过10个。
所以我们头顶其实都有你的标记。那你为什么还让我们随身带石头？因为感应有范围，超出范围我就找不到了。楚队，你是老鹰比，对队友都防备着。你也别说我，杀无见山时你的分身是怎么回事？还有你这迷雾变化这么大，你可从没提过。要不是我能标记，你今天根本找不到。没想到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开始藏能力了。形势逼的，巫剑山那能力我不能不防。根据我的了解，每个序列提升都会得到1到4个能力，你现在暴露了2个。停，这是就此结果。楚队，要是去找铁石，怕是得快点。铁石距离我们有100多公里。什么？这么远？是，不过最快的路线是穿过大巫市。说到这里，我瞬间头皮发麻，穿城而过，这和上次荣城那遭简直没区别。绕行至少要1周，快不了。楚队，你这标记能力就不能建个群，共享位置让他们自己靠近？不行，至少现在不行。不过别太担心，加上你现在也就4个人，诡异第3定律人越少，越不容易吸引诡异注意。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出发？再等一下，阿宝叔需要休息。说到阿宝叔，我才发现一直没看到他。于是楚彻将我带到车旁，此刻阿宝叔瘦的只剩骨头。阿宝叔恐怕撑不住了，但至少没死在诡异嘴里，算是种幸运。末日吗？说不定下个倒下的就是我们。可即便如此，我更担心的仍是横穿大巫市。给你，我写的，还没起书名，你看看吧，或许对你有用。这本笔记全是关于诡异的记录，从杏花镇的白衣剪刀女到荣城第2小学的拜神者，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系统又如此危险的诡异研究资料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楚彻不仅记录了案例，还总结出了一些定律。第一条，诡异不可描述，无法完全定性，一旦你觉得自己有对付诡异的经验，那就离死亡也不远了。诡异与我们无法共存，要么我们灭绝诡异，要么诡异干掉我们。第3条，只有序列超凡能对付诡异。第4条，人越多对诡异吸引力越大。第5条，在同一地点停留越久，吸引诡异的概率越高，所以幸存者都在不断迁徙。这也是我即便有系统也不敢随意刷怪的原因。看到这里，我已经意识到这本笔记的价值，甚至可以说拥有它。未来遇到诡异时，至少能多捡1条命。可就在我正看得入迷的时候，楚彻突然一把将笔记夺走。行了，我们该走了，后面的内容你都经历过，不看也罢。然而我正准备上车时，却看到车队助理小王跪在地上，嘴里不断的咳嗽着。小王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楚队，我就是有点喘不上气。可当他站起来的一瞬间，我就意识到这物似乎不对，于是我们立刻戴上口罩，但小王仍止不住的咳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尽快启程。此刻车队能战斗的只有我，楚彻能做的就是紧跟在我后面给我指路。对讲机里很快又传来他的声音：喂，陈岩，收到，请回答。楚队，就咱俩还搞得这么官方？保持通讯和慢点开，这屋越来越不对劲了。我只能一边缓慢前进，一边听楚彻的指令，一会向左，一会向右，就像是在迷宫里摸索一样，直到车轮重新来到公路，那种诡异的错位感才逐渐消散。不过这也意味着大巫市已经到了。相比荣城，大巫市是一个比荣城更繁华的城市，危险程度也比荣城要高了许多。楚队，前面到底如何？前面就是大巫市，也自你小心一些，有危险我会提前通知，大家做好准备。楚彻的车紧跟在我后方，但因为能见度几乎为0，我们都不敢提速。谁成想就在这时，楚彻突然急促开口：不对，陈岩，等一下。楚队，有诡异对吗？楚彻闭上眼感应了足足3分钟，随后又打开对讲机。奇怪，我明明感应到一些气息若隐若现，像是被什么遮住了。这种情况我从没遇到过。楚队，要不咱们绕路，铁石还能撑一会儿。他好歹是序列2的泰坦。不可能啊，我们后面至少跟着3头强大的诡异，每一头的气息都不弱于8只人面。这句话让我们彻底没有了后退的余地，最终车队彻底驶入大巫市。然而大巫市的周围却是一片朦胧，几乎看不清5米外的东西，但一些路边招牌还是依稀能辨认。就在我调整方向时，一个微弱的声音从雾气深处传来：救救我！陈爷，你听到了求救声吗？楚队，这鬼地方有求救声，你觉得合理吗？不对，这不是诡异，我没有感觉到任何诡异的气息，这是人。这里竟然还有活人，我的天啊！楚队，铁石等不了那么久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如果这里有幸存者，我们能问到路，可能更快离开这城市。你是队长，你说了算。于是我们把车停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。小王和阿宝叔因雾气影响太重，只好被留在车里休息。声音就在前面，应该是这家理发店2楼。在楚彻确认周围无诡异后，我提刀率先上楼。只见2楼角落里，一个戴着口罩的中年男人正瑟缩着躺在那，但双腿已然受了很严重的伤。你是人还是鬼？你都让我上来救你了，你现在问这个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我懒得向他解释，直接用烟气拖住他，把人带下了楼。见状，楚彻抬手就打出一道隐秘屏障。经过询问，我们终于弄清楚来龙去脉。这男人原本属于一个17人的幸存小团队，外出找物资时摔断了腿，只好躲进理发店苟延残喘。2位，求求你们，把我送到前面的人民路便民超市，只要送到那里就行，会有人接待你们的。送你可以，但我们需要大巫市的向导，你能帮我们安排吗？没问题，我会让人给你们带路。要不是腿废了，我自己都能当向导。我们都是本地人，对大巫市熟得很。我们按他的指引，很快来到一个中型超市。就是这里，
敲门就有人开。我抬手敲了敲铁皮门，过了几秒，里面传来小心翼翼的询问：“是谁呀？”“是我，小华，我回来了。”随着卷帘门缓缓拉开，一个脏兮兮的女孩探出头来。当她看到我和楚彻的瞬间，眼中却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贪念。郑大叔，你回来了，这2位是？小华，这2位是陈先生和楚先生，超凡者。听到超凡者3个字，女孩眼底的贪婪立刻压了下去。我腿受伤了，让小龙和阿浩出来帮我一下。里面马上传来不耐烦的唠叨声：“来了来了，受伤就受伤呗，难道还想让我们抬着你吗？”很快2个染着黄毛的年轻人吊儿郎当的走了出来。哟，新货啊，这模样够酷的嘛！他们的眼神从我和楚彻脸上扫过，很快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打量。你们发什么疯？这2位是超凡者，是你们惹得起的吗？2位要不要进来坐一下？郑大叔被你们救了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呢。不必了，我们有急事。郑大叔刚才答应过，会安排向导带我们离开大巫市，你能不能做主？我一个人没办法做主，不如2位先进来坐坐，这事我得和里面的大家商量一下。见我和楚彻犹豫，他又连声补充：“放心，不会耽误太久，最多20分钟。”他越解释，我越看出他的心虚，尤其是我看向卷帘门内的地面，上面隐约还有干涸的，显然这地方不干净。于是我立即拦住正想答应的楚彻：“我们赶时间，你是大巫市本地人，你跟我们走就行。”这位先生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我爸妈都在里面，我不能一个人离开。我不想听理由，你现在跟我走。谁知就在这时，卷帘门后突然冲出10几个戴着口罩的人，他们手里拿着各式武器，甚至还有4、5把。幸亏我反应够快，身体瞬间化作一缕青烟闪到后方。所有人见到这一幕全都愣住了，而楚彻也趁着空档迅速躲到越野车后，然后掏出打火机准备随时释放序列能力。此刻我心里瞬间杀意全开，这些人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。兄弟们别怕，超凡者而已，我们又不是没收拾过。对，他们肯定有很多物资。可谁知他们刚准备动手，前面的黄毛竟浑身冒起了火焰，皮肤上传来的灼烧感让黄毛惨叫连连。下一秒，他直接冲进浓雾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是他搞的鬼！此刻我血眼微微闪过一丝微红，可由于没有完全契合，血眼的威力让我并不是很满意。但要震慑这些人还是绰绰有余。他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不对，之前的夏伯怎么那么弱？这个怎么这么强？你们之前还杀过超凡者。为了安全，我和楚彻始终没有露头，而是躲在了车子后面，毕竟对方手里还有真理。而就在这时，我动用了血眼的第2个控制能力，那便是让手里有真理的人朝同伴扣动扳机。你发什么疯啊？谁让你扣动扳机的？我看着这一切，脸色阴沉到极点。我不否认我做了很多不光彩的事，但那都是为了活下去。可眼前这群人的所作所为根本不配活着。于是我再次使用了血眼控制能力，下一秒他们全都握紧手里的武器，然后朝着彼此互相攻击。你是魔鬼！你是魔鬼！不，你才是恶魔！很快在我的超凡之力下，所有人都被我摆平。楚彻进去便民超市看了一眼，出来的时候脸色极为难看，显然是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。楚队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这些人全都该死。留几个吧，至少我们要有带路的吧。你不知道他们到底做了什么？末日活了这么久，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。打住，别和我说，一个人恶心就够了，别传给我。几分钟后，我的车斗里多了3个人，一个是之前断了腿的那个郑大叔，另外1人则是那个叫做阿浩的少年，第3个是坐在副驾驶上的小华。接下来你好好配合，等我们到达目的地，你就能活。明白。有了少女的指引，虽然大巫市的浓雾仍旧没有散去，但速度倒是加快了不少。你是不是神像上下来的人？听到这2个字，我想起曾经莫怀人说过的话，据说那是一头无比巨大的大象，大象的背上还有城堡，或许所谓的神像，同样是一件超越理解的奇物。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吧。我也只是听别人说的，神像就盘踞在大巫市附近的迷雾深处。更诡异的是，神像的背上居然有一个真正的村子，那里的人无需对抗诡异，生活仿佛回到了末日前。它被所有幸存者视作真正的庇护所，但迄今为止，我没听说有人登上过神像。你们这个小团体里，之前是不是也出现过序列超凡？不是我干的，是小龙和阿浩他们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少废话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。真的跟我没关系，夏伯的事都是他们做的。他口中的超凡者名叫夏伯，一位序列机械师。刚加入这个小团体时，夏伯很受尊重，他甚至利用自己的能力炼制出数种能对付诡异的枪械。也正是这些装备，让这群人得以在大巫市的浓雾中苟延残喘。然而混在队伍里的黄毛在末日前本就是街头混子，末日后更是心术不正。他们多次想做点坏事，却都被夏伯严厉制止。长久下来，心中怨恨越积越深。再后来，由于物资紧缺，夏伯提出从每天2餐减为1餐，这让本就心怀不满的人群瞬间炸锅。继而又在2个混混的挑拨下，他们趁夏伯防备最松的时候对他发起了反抗。毕竟机械师并不是主战序列，即便拥有一些武器，他也挡不住几十个人的群起攻之。说到这里时，我看了小华一眼，他显然也是那场暴动的重要推手之一。那机械师死后，你们又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是巫奴，只要死了的人就会变成巫奴，他们会再次回来拖走我们，把我们拉进迷雾里，让我们也变成新的巫奴。之前我们有100多人，
后来只剩下17人。其实就算你们不来，我们也快全都变成巫奴了。然而他话音刚落，就突然感觉到座椅下方像活了一样，将他死死束缚住。座椅的两侧像张开的口袋，仿佛下一秒就能把他整个人吞进去。你要干什么？再多一句废话，我就让你把自己的舌头割下来。小华瞬间闭嘴，但那双含着怨毒的眼睛没有半分收敛。你刚才说因为巫奴，你们从100多人死到只剩17个，100个普通人遇到诡异，结果只有全部死光，所以你还有东西没说，想要在超凡者面前撒谎。你先要看看你的演技是不是过关。闻听此言，少女身子微微开始颤抖，显然是有些低估了我。对不起，巫奴真的很强，我们试过杀他们，可没有下博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我们为了杀巫奴死了很多人，可那些东西根本不会受伤，我们不管怎么攻击都没用。本来我们应该全死在第一次袭击里的，但是巫奴只会出现3分钟，3分钟之后就会重新消失。3分钟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正是因为3分钟，我们才勉强活到现在。椅子，这是规则诡异。规则诡异比普通诡异更恐怖，是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存在。况且规则诡异不是你我现在能对付的，就算加上整个车队，也撑不住1秒。直到目前为止，除了那些炮灰爬行者以外，我们小队杀死的诡异也就人面血。后来的8只人面和深渊血统，随便一个都不是小队能战胜的。诡异的强大，在公平车队面前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。楚队，我们还有多久到铁狮的位置？按这个速度，至少2天。为了赶时间，我们每次只停下来休息了5分钟。10多个小时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了乌江大桥。此刻浓雾把整座大桥完全吞没。野子，有个不太好的消息，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？我感应到大桥下面有个大家伙。有多大？不知道，但很大。我们要不等他离开再过桥？怕是不行了，后面也有诡异追上来了。野子，我们现在必须通过乌江大桥。为了不惊扰桥下那未知的东西，我们立刻切换到电驱模式，然后悄无声息地驶入雾中。但就在此时，楚彻车内的阿宝叔和小王忽然停止了呼吸。然而这一幕就连楚彻都没发现。不过就在我们刚驶离没多久，雾江桥头入口处便浮现出好几道模糊的人影。那些影子明明已经靠得很近，却没有一个敢踏上雾江大桥半步。只因桥下突然传来一阵惊涛巨响，像是什么庞然大物正在水中翻动。我拼命压着内心的恐惧，可后排的中年男子却突然尖叫起来。见状，我赶紧用烟雾凝成的大手将他猛地丢到了桥中间，而他的惨叫最终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灾难。很快，我们头顶猛地暗了下来，紧接着一片遮天蔽日的黑影正缓缓落下。见状，我立即熄火，随后猛地吐出一口浓烟，把我们的车辆完全笼罩进去。同一秒，楚彻凝出一个透明的结界，扣在2辆车外。我本以为雾气与罩子重叠能将我们的气息隔绝，可谁知就在我们屏住呼吸的瞬间，那具庞大的蛇头忽然从天而降。光是它呼出的气息，就像台风刮在车窗上那般猛烈。我死死抓着柴刀，那股巨大的压迫感让我精神几乎断裂。而更让我绝望的是，它像捕捉到了什么异常，巨大的蛇头突然朝我们的方向探了过来。就在这危难时刻，我拼尽全力运转超凡之力，随着血色的瞳孔里无数符文流转，我的精神几乎被逼到崩溃边缘。我被以为下一秒自己就要被巨蛇吞下，可巨蛇忽然偏了偏头，转向那名发出惨叫的中年男子。巨大的蛇口张开一口将其吞下，然后巨蛇却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，转身滑回雾江之下。我怔了足足10几秒，才感觉到心跳一点点恢复。而楚彻直到此刻才反应过来，我的绝对气息屏蔽到底恐怖到什么程度，就连这样的存在都没发现我们。如果不是我故意发出一些细微动静提醒他，楚彻根本意识不到周围会发生怎样的危机。野子，小王和阿宝叔不见了。怎么会不见？我明明看到他们上车的，他们受伤那么重，不可能自己走的。野子，你看见他们下车了吗？节哀吧，队长。阿宝叔和小王应该已经死了。之前我们也遇过类似的情况，在这里只要死去的人都会变成巫奴。在这座大桥上，一次性失去2个重要的人，对楚彻而言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。他只能让车停下默哀3分钟，然后重新启动，驶入更深的误区。等你们出了大雾事，是不是也该轮到我了？我没说话，他却自顾自地继续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以为所有超凡者都和夏伯一样，明明那么强，却被我们这些没有能力的人轻易杀死。有人说吃了超凡者能获得力量，现在再看来，那根本就是谎言。我懒得回应，只当他在打发无聊。你和我一样，为了活着才做出那些事儿，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区别。有区别，我是为了活着，你不是，而且我有底线，就算再低，那也是底线。可你做的那些事，我永远不会做。你杀了那么多人，你跟我说底线？我杀的那些人该死，就算末日前他们也逃不过审判。凭什么你认为你能决定我们生死？你以为你是执法者就是主？我只是在活下去，我没有错。因为我拳头比你大，这个理由够不够？少女明显被我的话愣住了，她显然想通过争辩动摇我，然后让我放她走。可惜我根本不吃这套。好了，你可以闭嘴了，别影响我开车。当车终于离开大桥，天色已经漆黑一片。野子，直行2公里左转，离铁狮越来越近了。我怎么知道2公里到了哪？到了再喊我。等等，前面诡异太多，休息一下。这一停就是5个小时，直到天亮，楚彻才宣布继续上路。野子，我们离铁狮不到1公里，加速，说不定他们就在等援救。他刚说完，我直接发动血眼控制，副驾驶上的少女立刻跳下车，
而另一个叫小严的少年也一样，两人像被操控的木偶，互相撕咬般扭打起来，我连瞟都没瞟一眼。与此同时，另一端的铁狮也正经历他从未想象过的危险。自从带着幸存者冲出荣城第2小学后，他连续杀出数条血路。脱离大雪区域后，他找到一个废弃农家乐休息。可老李在清点人数时，却发现少了一个幸存者。据说那女孩偷偷去泡了温泉。等铁狮赶到时，他已经从20岁的少女变成了50、60岁的诡异老妪。见势不妙的铁狮立刻让其他人撤离，而自己则爆发变身，留下断后。这一战，铁狮和老妪打得天昏地暗，几乎把整片农家乐打成废墟，这才逃了出来。等回到校车后，铁狮浑身上下遍体鳞伤，好在泰坦序列的恢复力逆天，2小时后才勉强恢复如初。然而大巴车的噩梦也才刚开始。很快，大巴车在行驶过程中遭遇了一个看不清脸的诡异。这一战，铁狮失去一条左臂，才带着幸存者逃了出来。而第3次，车队遇到一个站在路灯下的男人，男人很快又走3名幸存者，而铁狮更是靠着付出一个脑袋才甩掉他。第3次，因为校车幸存者太多，很快引来更大量的诡异。无奈之下，车队终于进入迷雾。可谁知一进迷雾，立马有人咳嗽，幸好有罗医生的谨慎，让大家赶紧戴上口罩，这才避免了人员再次损失。可雾里能见度几乎为0，铁狮第一次感到他遇到了生涯最凶险的一关。那些诡异没有脸，只有一团翻滚的雾气，数量多得数之不清。就在铁狮准备死战时，耳边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你这个大傻子，你特么是疯了不成？”爷子，你还没死！此刻铁狮横在一名孕妇身前，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：“傻大个还愣着干嘛？快跑啊！”不行，她怀孕了！二人四周是一片模糊的身影，不断的在对铁狮进行攻击。我下意识扫了一眼那名女人隆起的腹部，那一瞬间大脑像是被重锤砸中。毕竟我们已经不剩多少人了，可她肚子里是一个新的生命。我沉默了不到1秒，下一刻我一口浓稠的烟雾吐出，瞬间向着四周扩散。毕竟规则我很清楚，一旦撑过3分钟，我们就还有活路。末日爆发的第32天，我和楚彻成功穿过雾江大桥，终于找到了铁狮。可映入眼帘的却是最糟糕的一幕。此刻铁狮正被雾奴死死围住，全身上下更是伤痕累累，每一次出手都在硬生生透支身体。见状我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吐出一口浓重的烟雾，烟雾很快凝聚成死神的模样。顷刻间，那些模糊身影便和死神扭打在了一起。与此同时，我左眼瞳孔中的符文猛地苏醒，随着血色光芒一闪，那些刚想靠近我的雾奴瞬间就被火焰点燃。可谁知就在这时，我只觉手臂骤然一紧，2名雾奴不知从何处贴了上来，死死扣住我的胳膊，拖着我就往迷雾深处拽去。我脑海里瞬间想起小华说过的话：一旦被雾奴拖入迷雾深处，就会成为新的雾奴。而另一边，铁狮看着我被雾奴缠住，下一秒他毫不犹豫地冲了过来。蠢货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去帮陈野。队长，你先走，我们会赶上来的。白痴，就算我们全都死光了，他也不可能死。就在我即将被彻底拖入浓雾的瞬间，一名和阿宝叔相似的雾奴突然出现在我身旁。陈野，快点走，快走！那一刻，我几乎确定是阿宝叔残留下来的意识，因此我直接化作一缕青烟原地消散。在出现时，我已经钻进了末日皮卡的驾驶舱。随后车辆启动的瞬间，四面八方的雾奴同时扑了上来，甚至连那些刚才被我打散的雾奴也在雾气中重新凝聚成型。我只能狠狠踩下油门。殊不知就在这时，铁狮的身影忽然出现在我前方。你这个白痴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怕你被围了，你没事就好。少废话，快上车！好在末日皮卡的底盘早就经过打造，我们硬生生撞开一条道路。可迷雾范围之内，雾奴仿佛无穷无尽。这是我第一次觉得3分钟竟然这么漫长。情急之下，我一咬牙，一根柳枝牵引着血焰柴刀从车窗探出，将拦路的雾奴一一搅散。而铁狮更是简单粗暴，对着车窗外连轰数发空气炮，狂暴的气浪直接掀翻路面，甚至将整辆车都掀得侧翻起来。而就在我们即将失控的瞬间，末日皮卡竟然主动触发了自身的能力，紧接着无数铁链猛地从车底探出，那些刚准备靠近的雾奴还没来得及就被铁链死死缠住，直接拖进了底盘深处。爷子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一会儿听我指挥，别慌。随即我立马冲出车门，然后猛吐一口气。下一秒，大量烟气从我口中疯狂涌出，顷刻之间，数百米范围内尽数被烟雾吞没。12点方向，闻言铁狮没有半点迟疑，对准12点方向就是一炮，将附近的雾奴全部打散。而那些刚闯入烟雾中的雾奴仿佛瞬间失去了指力，一个个呆立在原地。可即便如此，冲进烟雾的雾奴却越来越多，正源源不断地向这里倾斜。危机时刻，我忽然想起荣城那无穷无尽的爬行者，于是我又召唤出大量爬行者，用最原始粗暴的方式去对冲那些雾奴。很快，2股怪物洪流在烟雾中正面撞上，双方死死纠缠在一起，谁也无法再前进一步。爷子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撑住，再撑一会儿。随着包围圈一点点收紧，此刻的我早已汗流浃背。可就在我体内的超凡之力即将枯竭之际，所有雾奴的动作竟在同一时间戛然而止。下一秒，他们仿佛失去了支撑，最终化作淡淡的雾气。见状，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仅仅只用了3分钟，却差点让我和铁狮永远留在这里。而铁狮的状态也没好到哪去，整个人狼狈的不像话。爷子，是结束了吗？应该是结束了。我们谁都没有立刻动弹。大约10分钟后，楚车的越野车才缓缓驶入我的视野。喂，你们2个休息好了没有？都这个点儿了，我们是不是该走了？随后我们一路来到了铁狮的校车旁，让我有些意外的是，车里竟然还挤着30多名幸存者。如果不是途中不断遭遇雾奴，
活下来的人还会更多。这是一个抚摸着肚子的女人走到我面前，毕竟她和肚子里的孩子能活下来，我确实出了一份力。陈先生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和我的小宝可能已经没了。别谢我，要谢你就谢谢铁狮，如果不是那个傻子，我不会冒险救你。女人愣了一下，却依旧认真地摇了摇头。不管怎么说，是你的选择救了我，谢谢你，你是个好人。我没再回应。很快，阿宝叔和小王的死讯在车队中传开，幸存者们的情绪明显低落下来。所有人都清楚，车队之所以能一直保持秩序，靠的正是阿宝叔的稳重和小王的细致。而在他们死后，小付被众人推成了新的车队助理。而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薛南竟接手了车队主管的位置，导致那些曾欺负过他的幸存者都纷纷感到一丝恐慌。见状，我并没有过多干预，而是默默盘点这一战的收获。和雾奴的正面厮杀，让我一口气获得了整整6万点杀戮值。楚彻难得发了次善心，下令车队原地休整30分钟。趁着这个空档，我干脆把副驾驶的座椅直接拆下来，随手扔到一旁，又从附近一辆越野车上拆了个还算完整的座椅顶上。薛南一直在旁边帮我搭手，动作很麻利，甚至还从一辆废弃的面包车里翻出了一个还能用的车载播放器，这让我心情难得好了几分，至少路上我不再那么无聊。另一边，徐丽娜和高老大守在楚队长身旁，把阿宝叔和小王生前穿过的衣服一件件整理出来。他们在路边的花坛里挖了个小坑，将这些衣服轻轻埋了进去，没有仪式，也没有人说话。在末日里，这已经算得上是体面了。我这边还在固定座椅，却注意到薛南一边帮我擦着车门，一边若无其事地嚼着巧克力糖果。你还有巧克力？有啊，我妹妹喜欢吃这个，等找到她的时候就给她。只可惜我没能保护好她，希望再见到她的时候，她不要生我的气。你总是提你妹妹，那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叫薛晴。陈先生，你听过这个名字吗？没听过，如果以后听到，我会告诉你的。薛南听完明显松了口气，脸上甚至露出了一点难得的笑。见他这副期待的样子，我并没有告诉他真实的答案，而是让他带着希望活下去。行了，车不用擦了，去忙你自己的吧。末日爆发的第32天，在确认车队终于来到安全地带之后，楚彻终于发了善心，不仅安排所有人原地休整30分钟，甚至还简单的为阿宝叔和小王举办了一场草草的葬礼。这一战让我一口气获得了整整6万点杀戮值。出发，出发，都快点出发！记住了，在车队里第一条铁律，那就是永远都不要掉队。老李，你那边人都齐了吗？一共34人，全部到齐。公平车队出发。从末世开始到现在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到音乐。楚队长，孙倩倩和叮咚距离我们远不远？不远，差不多有30公里左右。如果顺利的话，2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能遇到他们。丽娜姐、倩倩姐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放心吧，倩倩那么强大，或许他们已经安全了。倩倩，再坚持一下，3分钟马上就要到了。誓言，急，龙破裂空起，给我散！总算撑住了。焚邪，尽八荒。这一剑斩尽雾邪。你这进步速度也太不讲道理了吧！再这么下去，我都要怀疑你是不是偷偷开挂了。不是我厉害，是这把剑不一样，它好像天生就是为了杀这些东西而存在的。奇物，真让人眼红呀！要是我也有一剑，说不定就不会被陈野那一车差点送走了。倩倩，等以后再见到陈野，我得好好跟他道个歉。这次对他出手，是我叮咚做的不地道。他要是知道你不是本意，一定会能理解的。楚队，你说距离倩倩只有30公里，可车队却反反复复走了5遍，现在天都黑了，为什么倩倩的身影还没看到？你到底靠不靠谱呀？怎么，你不是从来不关心别人死活吗？没办法了，大巫师诡异太多，今天就住在这个餐厅。薛主管，记得安排休息。好的，队长。楚队长又要动用序列能力了，看来这片区域的诡异数量确实多得有些离谱。神隐者，隐秘屏障。今天谁也不准离开这个护罩，就算是想上厕所，也给我憋着。这么严重吗？连厕所都不让去？你小声点，他可不是阿宝叔，你不想活了吗？陈先生，怎么了？那刀刚才是不是动了？血运柴刀升级完成，奇物名称增物，编号2001。编号怎么变成2001了？难道这段时间又有新的奇物出现？点评：
一把以痛苦、怨念与血脉禁忌为食的诅咒之刃，力量源于无数怨魂，代价同样沉重。这是使用者与怨魂共同谱写的杀戮悲歌。能力1，对诡异伤害大幅提升，对低级诡异形成压制，对高等诡异压制力显著增强。能力2，柳枝活化如触手，最长延伸50米，血月下效果翻倍。能力3，吸收环境怨念，凝聚为刀身内部的怨气。初级阶段哀嚎，怨气充盈，锋利度与对诡异伤害显著提升。中级阶段痛哭，怨气达临界，可主动消耗，发动一次强力斩击，伴随无数痛苦人脸冲击波。使用后怨气跌回初级，刀身人脸短暂具象化，发出痛哭，对周围造成无差别精神冲击。高级阶段永咒，需极其苛刻条件触发，憎恶觉醒，获得更强的未知能力。代价，持有者需献出身体的一部分作为祭品，优先为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或四肢之一。其中献祭视觉效果最佳，甚至可提升憎恶排名。献祭仅需一次便可永久获得憎恶的忠诚。获得憎恶后3小时内必须做出选择，否则将发生可怕后果。这个献祭代价实在太大了，偏偏还只是一件编号2000的奇物。也许可以用右眼。自从踏入序列2后，右眼的视力每天都在衰退。对了，我不如用痔疮，痔疮也算是我的一部分啊。反正这玩意儿人人都得割那么一刀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，似乎可行。我不要！我去，这破刀还能有这样的反应？好了好了，我不会那么干的。天杀的那把杂种剑，就因为你，老子的2000编号废了，老子不服！你等着，这仇老子记下了。按照提示，我必须在3个小时内决定好献祭的内容。随着序列提升，到了序列3，右眼大概率会彻底失明。相比之下，这只眼睛似乎已经没那么重要。大姐，去把罗医生叫过来。末日爆发的第32天，在系统的改造之下，血怨柴刀终于完成蜕变，正式晋升为编号2000左右的奇物。与此同时，我的个人实力也在这一刻迎来了质的提升。去，把罗医生叫过来。是，陈先生。罗医生，陈先生让你过去一趟，说有事找你。又是他，这个又想拿什么来威胁我？老天怎么不降到雷，直接他算了。陈爷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这个车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。这个人是不是疯了？想让我丈夫帮忙，凭什么要用这种方式？一会儿吃完饭，帮我把右眼摘掉。你简直是个疯子！你先下去准备，其他的事不需要你发表意见。半个小时后过来，手术结束，我会给你们1箱泡面。你应该明白这代表什么。慢着。陈野，你要干什么？小慧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完，看来罗医生这回要倒大霉了。你们不知道吧？听说这个陈野末世前就是个十恶不赦的烂人，后来诡异末日爆发，才从巴黎子逃出来的。这还不是最狠的，当初我们从长寿村逃出来的时候，我亲眼见过他把一对祖孙推进了诡异里。薛主管来了。陈野手术结束后，把这瓶死神血泪交给他，包在我身上。没想到他居然还不放心到这种程度。陈先生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好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薛南会把东西给你们。谢谢。楚队让我送来的。陈先生，你还好吗？少废话，出去。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走。没想到楚队长居然还留着这种东西。主任，快点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憎恶柴刀编号排名上升到2000，编号竟然才上升了1名。尊敬的使者，感谢你的慷慨。灵性是2000不再是你的终点，你的定性是你的学生，请期待你的表现。自己的位置，你等着吃。如果再次遇到那些雾奴，想来应该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吧。能力2获得大幅度提升，前能力2柳枝如同活化的触手，提升后柳枝如同你的手臂，可以进行更加准确的攻击，最长可延伸至70米。
血月下升级效果翻倍。用一只注定失明的眼睛换一件编号2000的奇物，怎么算都不亏。只是那把破剑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为什么连憎恶都会对他表现出如此明显的排斥？算了，现在系统还有6万多杀戮值，还是先用来提升实力为主。这个时候不用，简直就是浪费。不过目前升级有2个方向，要么升级末日皮卡，要么提升实力，还是先提升实力最要紧。系统兑换魔药胶囊，已成功兑换魔药胶囊。吃完早餐后，立刻收拾行李，准备出发。陈野，我说你这人好好的人不做，非要做鬼。现在好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疯子，还得是你才能干出这种事。以后还是一直戴着墨镜吧，省得吓人。楚队，除了这些话，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要跟我说？你这家伙还真是念念不忘。之前在那个小团体那里确实弄到了一些奇物，不过得等找到倩倩和叮咚再一起分。楚队，难道那2个女人就在这附近？应该不远，我能感应到她们。等找到她们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这地方总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。楚队长，陈先生，这是为你们准备的早餐。陈爷，我有种预感，那些巫奴只是这个城市里最不起眼的诡异。虽然他们是规则诡异，但这座城市里还有更恐怖的东西，比如雾江里的那条大蛇。这么说，那条大蛇还没离开？对，现在铁狮的伤势还没完全恢复，在没找到倩倩和叮咚之前，你就是车队的主要战力，做好准备吧。系统增加车厢适配、油箱适配，再加上车灯适配。改装末日皮卡需要消耗3500点杀戮点，升级等待时间7个小时。宿主是否升级？车队准备出发，大家抓紧时间，赶紧上车。老李，清点下人数。收到，薛主管。末日爆发的第32天，为了升级装备，我亲手付出了自己的右眼。与此同时，楚车不仅感应到了倩倩与叮咚的位置，甚至感应到了无数的诡异正包围餐厅。车队准备出发，所有人马上上车，快！什么？诡异又来了！快跑啊！楚队，什么情况？从昨天下午开始，我就感觉不对劲，整个大巫室里那种若隐若现的诡异气息正在变得越来越密集。在我的感应中，整个大巫室已经全都是巫奴了。什么？全城都是巫奴？没办法了，现在这家餐厅周围至少聚集着5股巫奴，而且通往外面的5条路已经全部被堵死，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，冲出城去还有一线生机。那还废什么话？赶紧上车！陈爷，一会由我来指挥路线，你负责按照我给的方向开路。楚车，你没办法，现在车队里只有你能正面硬扛，而且孙倩倩和叮咚，我们一定要找回来。楚队，车队一直在同一片区域打转，这已经是第5次了。你说咱们是不是遇打墙了？野子，准备战斗吧！不对，这些巫奴好像不对劲。楚队，这些巫奴不太对劲。陈爷，你先别攻击。所有人注意，没有命令，不准轻举妄动，不准喧哗，更不准做出任何攻击行为。小小别怕，我们一定能活下来的。都给我闪开！楚队，到底还有多远？下个路口左转，再直行，他们就在那里。倩倩现在怎么办？诡异好像并不想对我们发动攻击。他们来了！蠢女人看什么看？还不快逃！叮咚，我们走！
楚队，前面好像有幸存者。不对，那是阿宝叔。陈野，是阿宝叔。都停一下！楚队，别太伤心，大家都指望着你呢。阿宝叔，小王，怎么会这样？阿宝叔怎么会变成雾奴？我们不是都逃出来了吗？还有小王，怎么会这样？每一个死在浓雾里的人，最后都会变成雾奴。阿宝叔和小王没能走出来。阿宝叔，你怎么了？小王叔叔，小鱼，乖，阿宝叔给你留了块糖。以后你就替阿宝叔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好不好？妹妹会不会也变成了雾奴？不会的，一定不会的。我没看见你，没看见你，就说明你一定还活着。阿宝叔，你教我的规矩我都记住了，我们一定会活到最后的。好。阿宝叔，小王，我一定会认真把我的工作做好。大家先上车吧。楚队，你呢？我没事，让我和阿宝叔多待一会儿吧，就3分钟。末日爆发的第33天，就在车队即将驶离大雾室的时候，却见一道熟悉的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面前。那是阿宝叔。此刻他已经不再是活人，但他却是专程来送我们最后一程。然而就在所有人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天边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龙吟。楚彻脸色骤变，一边快步朝车子跑去，一边急促地下令：所有人上车，立刻离开这里！阿宝叔，小王，再见了。队长，少废话，阿宝叔已经回不来了，快走！后面的声音不会是雾江里的那条大蛇吧？这难道是要化龙？楚队，停一下！我感觉那条大蛇不是冲我们来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他又要干什么？如果有一天我能用烟气模拟出雾江大蛇，再也不用畏惧诡异了。这种生物大概只有在神话里才能看到吧？别忘了，现在是末世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雾奴今天没有攻击我们，应该就是因为他。也许这条大蛇身上藏着很重要的秘密，但这些不是我们这种小人物能弄明白的。先活下去再说吧，该出发了。哇，这里好美啊！要是末世前能来这就好了。
好了，今天就在这里。好的。停车！停车！不得不说，楚队长今天选的露营地真的很不错。快来看，徐小姐跳舞了！要是能娶到徐小姐，就算做鬼我也愿意。你在想屁吃呢？那是陈先生看中的女人，小心你的舌头！不得不说，这女人是真的好看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不错啊，徐丽娜是真的好看。哼，也就那样吧。如果我不是超凡者的身份，你觉得这女人会在我面前跳舞吗？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。不是，你跑我这儿来干什么？难道专门过来刺我2句？我是来给你道歉的。你杀了巫剑山之后，我们才醒过来，所以在荣城的时候，我不该那样对你。我没那么小气，换作是我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也会对你出手。哼，陈野，你真狠。不过楚队说过一句话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人里只有一个人活下去，那个人一定是你。末日皮卡升级完成。不错，车厢与末日皮卡完美融合，物资存放也更隐秘了。油箱容量比之前大了不少，是时候去找楚车要战利品了。救命！救命啊！该死！闪开！姐姐，出来了！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要丢下我！我应该再快一点的，再快一点，他就不会死了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就算你再快，也救不了他。薛南，处理一下吧。好的，陈先生。你们几个跟我来。楚队，这地方真的就没有问题吗？放心，那条鱼除了体型离谱之外，我没有从它身上感应到任何诡异气息。薛南，通知所有人，我们在这里休整3天，3天后我们必须离开这里。好的，队长。所有人注意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光幕范围，3天后出发。薛主干，刚才那条大鱼要不我处理一下？弟兄们实在是饿得不行了。去吧。你怎么不吃？这鱼太大了，有点不对劲。等看看其他人吃了之后会怎么样。哎妈，真香！你别抢，给我留点。你也太谨慎了吧！对了，楚队长，我一直很好奇，当时在荣城你是怎么识破巫剑山诡计的？这事儿说来话长。末日爆发的第34天，离开大巫师之后，我和车队停在一片湖泊。最终楚彻下达了一个命令，让所有人在这里休整3天，并且还和我提起了当初在荣城是如何识破巫剑山的诡计。在荣城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出去，一方面是想通过收音机偷听巫剑山真正的目的，可惜巫剑山这人老奸巨猾，从不自言自语，也从不在下属面前谈计划。不过好在我从其他死神教众嘴里听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，这些蛛丝马迹拼在一起，让我意识到巫剑山对我们另有所图。后来我联系了阿宝叔，凭着他的威信，拉拢了不少幸存者参与，有人负责放风，有人负责打掩护，还有人专门负责糊弄死神教的人。至于为什么没找铁狮，那时候他还真以为巫剑山是他二叔呢。这么说，车上的物资就是那个时候搞出来的。叮咚那辆厢式货车才是最多的，
所以我才让他离开的时候尽量把那辆车开走。我都干了这么一件大事了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不该夸我2句吗？队长，你真棒，你永远都是我的队长。嘿嘿，队长厉害！楚队牛皮。不对啊，楚队，你之前不是说过，你那位队长和你关系最好，要不是他，你早就死了。那可是你的手足兄弟，你这么一操作，算不算背叛兄弟？不是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们以前总说我道德水平低，现在看看谁才是咱们车队道德洼地。以后比试我的时候，请记得把楚队也捎上。陈爷，我不跟你们扯了，来看看我们的物资吧。快，往这边挪一挪，你小心一点，别把箱子弄坏了。我去，物资这么多，这些东西都过期了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管它过不过期？楚队，你该不会是把乌剑山的仓库搬空了吧？你们是没见过他真正囤物资的地方，这些东西连他1/10都不到，真是可惜了。队长，活儿都干完了，可以开始分物资了。我们开始分物资，这一次出力最大的自然是我和叮咚。如果不是我提前安排撤离路线，和叮咚拼死把车抢出来，这些物资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其次是倩倩一路护卫叮咚，如果不是他，叮咚恐怕早就死在半路了。至于陈野和铁狮，就排在最末吧。我车上就我一个人，这么分也算不亏。当然，之前在第2小学一起行动的幸存者们也都有份。太好了，终有物资了。不得不说，楚队长真是考虑周全。单凭这一点，楚队长就配当队长。这些烟酒虽然不顶吃不顶喝，但在末世里可是硬通货，拿去和其他车队换，能换到不少好东西。楚队，看样子你早就知道我缺什么。我还感应到，很快就会遇到其他车队了。什么时候？不清楚，但这一次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动手。对了，楚队，你是不是忘了还有奇物没分？队长，你该不会是藏了什么好东西，想自己独吞吧？陈野，你算了，一起分吧。薛南，把东西拿来。好的，队长。诸位，我和陈野在大巫市遇到过一支幸存者小队，从他们手里得到了一些东西，你们应该会感兴趣。咦，怎么没子弹？楚队，不会就分这些吧？当然不是，这4把都是奇物，由一名叫夏伯的机械序列超凡者制造。这一次的战利品是我和陈野2人所得。爷子，这4把咱们1人2把怎么样？没问题，不过我得先看看再说。致命之狙编号7152，机械序列超凡者夏伯生前的最后一件作品，能力每日消耗超凡之力，生成1颗对诡异具备极强杀伤力的子弹，24小时仅1颗，最多储存3颗，代价痔疮伴随终生。我去，痔疮伴随终生，还是看看下一把吧。爆裂之星编号5829，能力每日温养枪身，可生成7颗对诡异有效的爆裂子弹，命中后引发爆裂，代价注入超凡之力时会听到枪身内部的混乱低语，意志不足者将遭受严重精神侵蚀。高输出高风险，这玩意儿是拿命在打枪。楚队，换把枪看看吧。石髓六瞳编号6225，能力枪身血管可吸附人体，以血肉为能源制造子弹，血肉不绝，子弹不绝，可储存至少300颗血肉子弹，代价必须一次性填满弹囊，否则枪械将反向吸食持有者，直至化为人干。这把枪只有铁狮能用。陈野，看看这把无声的消失编号6112，能力每12小时生成1颗子弹，仅可储存1颗，锁敌锁定后自动修正弹道，完全无声发射。环境越黑暗，编号排名越靠前，能力强度越高，代价持续脱发，直至彻底秃顶。铁狮，这把枪很适合你，不过车队规矩不能坏，得拿出相应的物资，一丝一下。末日爆发的第34天，当我们抵达临时安全营地之后，楚彻开始为车队人员分配物资，甚至还拿出了4件奇物。不过车队规矩不能坏，得拿出相应的物资，一丝一下。那我就谢谢队长了。叮咚姐，
要不你看看这把狙，反正你现在只剩一条手臂，一旦有枪在身，战斗力也能提升不少。代价痔疮伴随终生，这把我不要，你要是愿意，就把另一把拿出来，我倒是可以跟你换。叮咚姐，痔疮这种东西是迟早的事儿，没听过10女9痔吗？我给你算便宜点，你把分到的烟给我9成，再给我几袋大米和面粉就行。哈哈哈，我只听过10男9痔，你就别打我主意了。再说了，楚队不是说过吗？要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和其他车队相遇，这把枪拿去交换更值。先别走，还有一件事。过几天，可能会有其他幸存者车队和我们相遇，对方规模不小，大概上千人。楚队，大概几天？对方人多不多？不确定，可能明天，也可能10天后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对方规模很大。消息准确吗？准确，所以大家还是提前做好准备。如果不是末日，这里应该全是游客吧？大晚上还戴墨镜，要不要这么酷？你说，我们未来还有生存的希望吗？不知道，或许能活得久一点吧。楚队长说了，就算我们最后都要死，但你一定是我们之中最后一个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够冷酷，够无情，够自私，为了活下去，你什么都做得出来。胡说八道，这个话题太沉重了。陈野，如果哪天我死了，记得一定要帮我找个好看的地方，就像这样的地方把我埋了，好不好？倩倩这个年纪，本该坐在明亮的教室里，下课去小吃街，而不是讨论埋在哪里好看。你在发什么呆呢？快点答应我，不然我死了都不放心。好好好，你要是真死了，我保证给你找个比这里漂亮100倍的地方把你埋了。嘿嘿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你又不幼稚啊！快点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好啦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嘿嘿，真好。这里真美啊！你这憨货竟然也知道好看。我只是脑子不好使，不代表我真的笨。毕竟好看不好看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只能说泰坦序列的代价确实太大了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人笨一点，想的事情就少了。以前经常失眠，现在反而睡得特别香。原来泰坦序列的副作用可不是降智，是大智若愚。我也觉得。嗯？别动，我没有感觉到诡异气息。啊！我的老天爷，这是什么？好多蝴蝶，是从湖里飞出来的。陈野，快给我拍，给我拍！好美呀！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？奇怪，难道这两货身上抹了蜜不成？看来连蝴蝶都不太喜欢你啊！我就不信凭我的魅力吸引不了蝴蝶。这是楚队，你说这还是咱们那个世界吗？这已经不重要了。既然这些蝴蝶是由湖水所化，那这里就叫妖精湖吧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2031年3月18日，我们离开了大巫市，行驶约100多公里，抵达一处未知湖泊，暂命名妖精湖。妖精湖位于大巫市东南方向，风景秀丽，湖岸花草相映，适合短期露营。夜晚湖面会映出血月与星空，极具迷惑性。注意，湖中存在大型鱼类，会主动攻击人类。车队已有1名幸存者因此丧命。
一旦到了夜晚，蝴蝶妖精由湖水所化，具有人形躯干与巨大蝶翼，身高约10公分，翅膀会发光。其行为模式尚未完全明确，初步判断，蝴蝶妖精倾向接近心思单纯、情绪稳定之人。对心思阴暗、杀性过重者，表现出明显厌弃。陈野这货心思歹毒，被蝴蝶妖精嫌弃，那是他活该。凭什么我才几只蝴蝶靠过来？铁狮，你觉得从湖里弄点大鱼，做成烟熏鱼当储备怎么样？行，这事包我身上。愣着干嘛？快来帮忙！好大一条鱼，这玩意儿够吃好几天了吧？这么大的鱼，居然拖上来了！让我来。一条手臂，也这么猛的吗？全尸序列2，崩山。轮到我了。急！孙小姐果然厉害，那还用说？孙小姐可是咱们车队第一高手。陈野，到你了。你这飞剑到底是不是天生奇物？怎么这么离谱？要你管！快点儿，别磨磨唧唧的。末日爆发的第34天，就在我为倩倩拍照时，不远处的湖面忽然飘来无数的蝴蝶。然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湖水之中竟有无数鱼影汇聚而来。可也就在这时，车队中的序列超凡立即对湖中的巨鱼展开狩猎。陈野，轮到你了，你在搞什么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不会吧？他自己游过来了？这也太邪门了吧！你疯了！陈先生，也是你能随便评价的吗？你这是什么能力啊？怪吓人的。告诉你也无妨，算是奇物共生序列吧，反正以后大家都会知道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去休息了。喂，野子，你别忘了今晚答应过我的事。你真无聊。系统。升级观血月呼吸法需要多少杀戮值？观血月呼吸法升级需要10万杀戮值。随着序列等级提升，系统真是越来越狮子大开口了。不过今晚妖精湖并没有发生任何异常，或许能睡个好觉。所有人做好准备，大型车队距离我们应该不远了。太好了，这一路上我们可是收集了不少物资，总算能换点像样的东西了。可惜这些从长寿村带出来的土豆全都坏了。土豆本该是最好种的农作物之一，可惜末日之后，土壤似乎出了问题。不只是土豆，几乎所有蔬菜都无法正常生长。如果不能恢复种植，人类迟早都要撑不下去。叮咚姐，马上就要遇到楚队说的大型车队了，说不定他们有办法呢。很难，除非找到固定安全的居所，否则再多物资也总有耗尽的一天。嗨，别想太多了，今天午餐还是鱼肉为主。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地震？该不会是巨型诡异来了吧？队长，你快看那边，那是什么？天哪，这是！救命啊！诡异要来了！完了，我可不想死啊！这该不会是莫怀人之前提到过的神像吧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主队，你说的大型车队，该不会指的是神像吧？我得到的消息没说是神像啊！坏了，我从神像身上感受到了诡异的气息。
不对，这股诡异气息已经消失了。先别急，我们还是先看看再说吧。这个好，太正点了。你能不能正经点儿？各位，我是神象村的村长，领路人序列3，雪境祭祀，大家都叫我大头村长。咦，怎么跟我打招呼？队长人呢？你好，村长，楚彻，领路人序列2，神隐者。斩妖道，天师序列2，驱邪道人。大山，佛陀序列2，苦行僧。孙倩倩，剑仙序列2开封境，多多指教。拳师序列2崩山，见过村长、道长、大师。铁师，泰坦序列2，双炉巨人。陈野，轮到你了。陈野，胭脂使徒序列2，雾障师。没想到你们之中竟然还有超自然途径，而且还是胭脂使徒。超自然途径有什么不好的吗？不是不好，只是据我所知，超自然途径在很多序列上都存在分支，比如胭脂使徒，到了序列3时就要面临选择。请问有哪些分支途径？一个仍然是胭脂使徒，另一个叫做迷雾之主。至于第3个，抱歉，我也只知道这么多。迷雾之主听起来比胭脂使徒霸道多了。各位一直站在这儿也不是办法，不如到我们神象村一游，如何？末日爆发的第35天，就在我们以为即将迎来的是幸存者车队时，却万万没想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，竟是一头遮天蔽日的巨大神像。而更离谱的是，神像背上下来的人，竟然直接邀请我们登上象背同行。老李，人都齐了吗？没问题，齐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神象村了，几位请吧。我去，这村长也太厉害了吧！竟然在神像背上建村子，简直是奇迹啊！这里空气太好了，要是能一直生活在这里，该多好呀！好多的鱼肉啊！看来这些村民的物资并没有想象中充裕。诸位，不如先参观一下村子。好，那就麻烦村长了。小郑，你帮忙安排一下。好的，村长。快看，寺外来人！我去，这里居然还有老人和孩子，看起来真像个正常事件。各位，这是我们村的神庙。每个来到神象村的外乡人都会来这里给神庙里的17大爷上一炷香。17大爷？没错，我们村子最早就是由17大爷一手建立的。如果没有他们，也就没有如今的神象村。这个17大爷怎么看都像个女的。好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礼，接下来带你们去别的地方看看，希望你们能在神象村有一段愉快的经历。刘教授，过来一下。忙着呢，没事别烦我。刘教授末日前是大学教授，后来觉醒了植物家序列，这整片菜地都是他的成果。刘教授培育出了不少能在末世环境下存活的良种，到时候我们可以拿出一部分和你们交换，我想你们一定会感兴趣。咱们村子目前也只能勉强做到这种程度了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们都会组织人下去搜集物资，只是现在外面的物资越来越难找。要不是刘教授在这儿撑着，
我们怕是早就饿死了。对了，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今晚神像村会为各位举办一场简单的欢迎晚宴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参加。薛南，你去准备一些物资，用来资助今晚的欢迎晚宴。好的，队长。兄弟，你知道吗？这次晚宴的主持人叫苏曼生。苏曼生是谁呀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连他都不知道？午夜之声的主播啊，宅男女神啊！我去，竟然是他！我亲娘哎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他给我们主持，值了，真值了！你想屁吃呢？你以为他是冲你来的？他是冲陈野、楚队他们来的。这种女人不是你能惦记的。欢迎楚队长一行来到神像村。今晚略备饱宴，不成敬意。楚队长，你们是从大巫市过来的？是啊，村长，你们也去过大巫市？算是路过。雾江里有条大蛇，好家伙，要不是神像，我们怕是一个都活不了。村长，你们也遇到了雾江里的那条大蛇？可不，我们神像村什么都缺。前段时间，战道长和大山大师带着20个人，想着去大巫市搜集物资，可仅仅半天时间，回来的只剩下5人。哼，村长，你知道这些雾奴是怎么来的吗？我怀疑浓雾深处存在通往异空间的入口，否则解释不通雾奴为什么源源不断。那些被拖走的人很可能只是异空间的映射体。对了，你们在大巫市有没有遇到过灯下鬼？灯下鬼的事还是让詹道长来说吧。灯下鬼是我们在大巫市遇到的，外相通常是灯下的男人或女人，规则极其诡异。他会模仿你熟悉之人的样貌或者声音，只要你一回应，就会被他缠上，不死不休。当时幸亏我有五雷符，否则怕是也出不来了。记住，如果你们遇到灯下鬼，千万不要回应，否则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好了，大家安静一下。刘教授最近培育出了一些新的良种，正好几位贵客都在，不如给点意见如何？我们又不是什么农业专家，让我们给意见，这不是扯淡吗？村长，这不就是普通的土豆和莴笋吗？怎么就成理想良种了？诸位可能觉得这只是末日前随处可见的作物，没什么稀奇，但我要说的是，这是刘教授刚刚培育完成的理想良种。这颗被命名为新世纪72型土豆1号，仅需72小时即可成熟，而这颗是新世纪36型1号，4个月前刚培育完成，只需要36小时即可成熟。陈野，我劝你不要乱来。这种人也能当村长，脑子该不会真有点问题吧？还有陈野这个白痴，可千万别在这个时候动手啊！这些新品种具有抗旱、抗寒、抗病、抗虫的特性，就算在颠簸环境中，只要不是太离谱，都能保证存活。要是车队有了这东西，以后岂不是再也不缺物资了？不对，村长，如果72小时就能成熟可食用，那为什么村子还会缺物资？其实也不怕你们知道，这也是他们的弊端之一，并不是所有土豆和莴笋都能成为合格的理想良种，就算在我们手里，这种合格品种也不多。那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片田地又是怎么回事？末日爆发的第36天，我和幸存者来到神像村，可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这个诡异横行的末日里，神像村却像一块被遗忘的人间净土。而到了夜晚，村长更是亲自登门邀请我们参加晚宴。那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片田地又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这么多的稻田。你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，基地大半作物全靠刘教授超凡之力催熟，要是没他亲自盯着，根本撑不起这规模。
原来那些和这理想两种并不是一回事。还好陈也没动手，要不然麻烦就大了。今天的晚宴就到这里吧，明天上午吃过饭，我们开始交易。小郑，你先带楚队长他们下去休息。好的，村长。楚队长，请。好的。今晚你们多盯着点理想两种，我总觉得那个叫陈野的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今晚大家就在这里休息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今天这事你们怎么看？今天那老东西就是故意把那两种摆给我们看的，心眼多着。陈野，我劝你别像上次那样乱来。我又不是白痴，这可是神像村，我要敢动手，怕是大家一个都出不去。你们觉得呢？队长，我没意见，我的物资明天都听你安排。村长这么做，就是想让我们知道他手里有好东西，让我们心里有数。交易定在明天，也是给我们时间回去商量筹码。楚队，你不是一直在写那个什么笔记吗？那玩意儿可是硬货，估计能换不少。你别想了，要我没猜错，那老家伙手里肯定也有一本。今天我们被他们宰一刀，明天就去宰别人2刀、3刀，亏损肯定不得回来。陈野，不愧是你，也就你能想到这种路子。不过也别太悲观，只要拿到2种，学会种植，我们以后也能拿去换给别的车队。对了，楚队，你晚上要不要去偷听一下村长？万一他说点什么，明天交易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看什么看？我又不是为了自己，还不是为了车队，我就不信你晚上不想去。陈野，我和你不一样。呵，伪君子。保险起见，还是偷听一下吧。村长，刚才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有点不对劲啊。我知道他身上的煞气很重，不像是什么善茬。大师，你就不能说2句？论技不论心，论心世上无完人。那位施主最后主动散去了煞气，想来对我们并无恶意。你这和尚啊，就是太好说话。村长，明天你真打算把刘教授培育的新品种给他们？不给又能怎么办？这2个品种虽好，可对我们神像村来说还是太少了。想要再进一步，几乎难如登天。与其守着宝贝发愁，不如换点当下真正有用的东西。等明天和楚队长换了笔记，问清楚他们的鱼肉是从哪儿弄的，我们也找机会去弄一些。村长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听安排。不过那个满身邪气的年轻人，你们还是要多盯着点儿。知道了，村长。就算他们有4名超凡者，我们也不是好惹的。逼急了，直接让17大爷出手，他们还能翻天不成？胡说八道！17大爷是能随便出手的吗？你疯了不成？以后莫要再提17大爷的事。17大爷，难道指的是今天神庙里的那17尊半身像？不是吧？那玩意儿还能出来打架？倒是你小子，今天死死盯着他们车队里的那个中年妇女，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？嘿嘿，村长，你是知道我天师序列代价的。这事儿我不管，但别闹得太过分，至少也得你情我愿，否则我也帮不了你。放心放心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果然是个老色胚，这事儿说不定还是个把柄，明天可以用一用。对了，村长，之前咱们村救回来的那个外来者，你从他的死前记忆里看到了什么？死前记忆，这难道是领路人序列3的能力？这事儿也没必要瞒着你们，我确实从那个人的记忆里看到了一些东西，今天就和你们说说，也好有个心理准备。那外来者原本是某个车队的幸存者，他们走到这片区域时，遭遇了飞行诡异袭击，整个车队全军覆没。飞行诡异，村长，你具体看到了什么？领路人序列3有一种能力叫危险感知，这能力时灵时不灵，但在特殊情况下
能感知到与自己有关的灾祸。不巧的是，他的记忆已经很混乱了。我在读取他记忆时，触发了危险感知，但我很清楚地感觉到1周之后，我们会遭遇和那支车队一模一样的危机。难怪这老头非要把我们请上村子，原来是打算借我们的手对付诡异。那不能直接请17大爷出手吗？17大爷出手，自然可以逢凶化吉，但出动的太频繁，不是什么好事。我让他们上村子，也是想着借他们的力量解决这次危机，能少动用一次17大爷，就少动用一次。没想到今晚随便偷听一次，竟然挖出了这么多神像村的核心秘密。试试在神像上修炼观血液呼吸法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。为什么我的烟气模拟无法拥有本体一样的战斗力？为什么不能以假乱真？这是魔药胶囊的药效。不对，如果99%的真实加1%的虚构，假的也可以变成真的。轮在破钢铁过着平凡，手铁甲蜕变成铁甲的尸片，帐篷生哈堡垒立在荒原，近水潺潺农场藏着能力解锁烟气模拟进阶分支冠灵，烟气模拟的进阶方向之一，获得模拟对象的信息素或特征物品，可大幅提升相似度与战力，最终阶段甚至可做到真假难辨。心疼人类才敢与黑暗周旋，末日之下活着就是顶点。谁在那里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了有半个小时了，刚才看陈先生在修炼，就没打扰。你是专门等我的？可以这么说，陈先生，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？你想怎样？陈先生离开神像村的时候，能不能带上我？作为交换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关于神像村的秘密，一个支撑这座村庄存在至今的真正秘密。崔秀恩，之前也有个女孩子想让我带她离开，可惜她最终也没能达成愿望。神像村的秘密我们没什么兴趣，苏小姐也不用多说了，我们很快就会离开。陈爷，你……大爷，时间不早了，该回去休息了。陈先生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大爷，看来这村子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算了，希望一切顺利吧。楚彻说的没错，人类已经没多少，如果还能彼此抱团，或许真能熬过去。待会儿村长就要来和我们交易物资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只求被清坑就好。队长，要是代价实在太大，那就算了。放心，今天我们吃不了亏。楚队，你该不会昨晚真偷听了吧？陈岩，你胡说。楚队长，村长请几位贵客过去。几位，只要今天交易达成，这2个理想良种你们可以直接带走，甚至现场验证苗种真假。放心，神像村从不骗人。再说了，现在人类越来越少了，更应该相互扶持，彼此帮忙。村长，我们车队也希望能和神像村长期合作，只要我们有的，村长尽管开口，我楚彻保证不让您失望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绕弯子了。这两种的价值，你们心里清楚。昨天那种鱼肉，我们要你们现有存量的90%，另外大米和面粉各30袋。一张嘴就要车队90%物资来换，这哪是交易，简直就是明抢。对了，还要加3件奇物以及2件奇物材料。村长，你这就太黑了吧！你刚才还说人类没剩多少了，
要团结互助。你现在就是这么互助的吗？说实话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就是村长，我们还没开始交易你就宰我们，这也太过分了。是啊，村长，我们全给你了，我们车队喝西北风了。哼，楚队，你们也看到了这两种的神奇之处，要是放在末日前，打住！村长，你也知道那是末日前。再说了，你这两种率低的可怜，就算我们换到手，也根本养不活整个车队。低是低了点，但你们车队人少啊。村长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就是因为两种率太低，才想着拿出来换物资的。就算是刘教授，恐怕也没法保证稳定产出吧。再说了，就算真换了，你能给我们多少？到时候我们还是得外出搜集物资，照样在刀尖上舔血。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，怎么会知道两种率太低的？跟我玩心眼儿。第一个把柄，生效。楚队长，战道长，一起喝杯茶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。第二个把柄成立。哎，战友道，你要去哪儿？你先别走。楚队，再怎么样，刘教授培育的两种，只要你们拿到手，未来一定能解决很大的粮食问题，至少也得给我刚才提出条件的80%。80%也不是不行，不过真要是给了80%，1周之后你们可就别指望我们帮忙了，到时候就只能请你们神庙里的17大爷出手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村长，别忘了，我也是领路人，我也有我自己的手段。楚彻，你刚才不是说只要我开口就不会让我失望吗？你现在太让我失望了。村长刚才不也说要互相帮助吗？结果一开口就要掏空我们，你这么狠，也让我很失望了。末日爆发的第38天，就在神象村的交易会上，大头村长狮子大开口，一张嘴就要90%物资，却没想到楚队长早已暗中掌握对方把柄，村长脸色瞬间灰败下来。楚彻，你刚才不是说只要我开口就不会让我失望吗？你现在太让我失望了。村长刚才不也说要互相帮助吗？结果一开口就要掏空我们，你这么狠，也让我很失望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样吧，村长，你刚才说的那些物资，我们最多给你1成，其物你就别想了，毕竟我们也不富裕。至于两种，我们要300斤作为交换。1周之后，我们帮你们挡住即将到来的危险。这浓眉大眼的队长，原来也是个黑心肝。楚彻，你疯了吗？100斤我们都凑不出来，还300斤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既然没得谈，那我们只能走人。不就是狮子大开口吗？嘿嘿，我也会。难道这才是真正的楚队长？楚队长，等一等。这才是楚队长的真实面目。楚队长，先别离开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们了，神象村远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富裕。相反，我们已经遭受过好几次诡异冲击，如今人类所剩无几。这一次，我代表神象村所有幸存者，拜托你们了。陈岩，你怎么看？楚队，这种事你自己决定就好。村长，你这样让我也不好做人。这样吧，最终条件我们出1半物资，这是底线。至于其物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罢了，就按楚队长的意思进行交易吧。薛南，去把车队的1半物资拿出来。好的，楚队长。叮咚，以后理想两种就交给你打理。放心吧，楚队长。咦，末世还有清洁符，这东西真的有用吗？清洁符字面意思，效果相当于洗澡，但比洗澡干净多了。只要注入超凡之力就能用。那这清洁符加桃木剑怎么换？不贵，1斤大米或者面粉就好。1斤大米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最多1包泡面，再给你点干粮碎末，爱换不换？哎，孙小姐别走啊，我换还不行吗？早这样不就好了？傻大个，你在看什么呢？金刚伏魔拳，我去，真的假的？
这是真的拳法，若施主不信，小僧可以当场演练一番。我去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大神大师牛逼！和尚，你这是内功还是外功？不论内功外功，亦或超凡之力，本质都是能量的运用。诸位觉醒者拥有序列能力，而小僧不过是将佛陀序列的伏魔神通拆解成人人可修炼之法。这本金刚伏魔拳，只要按我所写修炼，也能成就伏魔之力。那岂不是人人都能学其他序列的能力？理论上可以，但实际难度极高，相近序列会容易许多。比如这位吴施主，泰坦序列主修肉身，与我佛陀序列契合，因此可以修炼此拳。嘿嘿，和尚，你说的我听不懂，不过你这拳法我喜欢，你说怎么换？100斤大米，油盐酱醋若干，冬装至少10套，秋装10套。100斤大米，你怎么不去抢？不过看在吴施主与贫僧有缘的份上，这本功法半价出售。嘿嘿，我换。还真是个铁憨憨。不过这和尚为了给村子多换点物资，竟然连自家序列能力都掏出来卖了，还当真是？咦，这是系统，这本吞气术我能修炼吗？不行，吞气术为佛陀序列专属修炼法门，与宿主胭脂使徒序列不兼容，序列壁垒无法突破。那能不能根据吞气术进行改编，让它适配胭脂使徒序列？如果可以，需要多少杀戮值？改编吞气术可行，所需杀戮值2万点。果然，系统凭空推演一部适合序列2的修炼法门要10万点，但改编现成的只要2万。这买卖血赚，只要有修炼法门，距离序列3分之迷雾之主也就不远了。大和尚，这本怎么换？150斤大米或者等价物资，最好是在保质期内的。大和尚，这么多物资我给不起，不过我有一件奇物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和你换。奇物？什么类型？编号多少？排位靠前吗？枪械类，编号7125，要不你看看？只要合适。也不是不能换。薛南，把东西拿来。那个，我再补贴2位10斤面粉，再加点零食，怎么样？成交。别急，别急，人人都有，人人都有。这么看来，神象村确实比车队好很多，至少这些孩子还能活下去。怎么，你想留下来？算了吧，我还是适合迁徙的生活。神象村的日子太安逸了。喏，这面铜镜对诡异有点作用。叮咚姐，这是从那个道士手里换来的一件小法器而已，应急时用得上。这些可是宝贝，要是真能稳定种出来，以后说不定就不用天天出去搜集物资了。叮咚姐，真羡慕你们能成为超凡者。我想拜你为师，请你教我成为超凡者。你想成为超凡者，是不是为了找陈野报仇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不会教你。叮咚姐，我没有，我不敢。其实陈野和你本就没什么仇怨。你们的事我大概知道，当时那种情况，换作是我也不会救你姐姐。就算是序列超凡，在那样的天灾面前也会死，他没有义务去救任何人。我没有，我不是这样想的，我只是想成为超凡者。只要我成了超凡者，我就能找到姐姐。我姐姐或许还没死。我可以收你为徒，可以教你拳法。但我不能保证你一定能觉醒序列，成为超凡者，你可明白？明白，师父。你才刚开始练，不用这么逼自己。师父，我不累，我知道现在开始已经很晚了，
不拼命的话，永远都觉醒不了。还真是个疯子。臭不要脸的，就盯着别人家小姑娘看。老娘年轻的时候哪点不比她们漂亮？现在诡异都要打过来了，还不给老娘滚回房间！哎呦喂，这不还是大白天吗？怕什么？这是战道长制作的镇宅符，之前培训的时候说过怎么用，你们可得小心收着。这就是你们家的保命符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谢谢郑助理。那个能不能多给2掌？毕竟家里还有老人小孩。你想屁吃呢？记得这几天把门窗关好，晚上不要出门，更要把孩子看紧喽。你这样一家一家的叮嘱，不累吗？有些人你说1、2遍，他们根本不当回事，只能反复强调。我这么做，只是希望少死一些人。对了，你认识这个姑娘吗？叫薛晴，大概20岁左右。不认识，别着急，总能找到的。谢谢。妹妹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村长，我觉得那个姓楚的简直就是个神经病。怎么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村长，你是不知道，那家伙要多恶心有多恶心。我刚才路过，看见他蹲在墙角，对着一个打火机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此生只爱你一个，我爱你。想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煎熬，要多肉麻有多肉麻，还说什么想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煎熬，那表情，你要是看见了，能当场吐出来。没想到这货浓眉大眼的，居然是这种人。不是，我刚才已经很小心了，怎么还是被他看见了？好你个战有道，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是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陈野、倩倩，听说詹道长昨晚生病了，我们几个去探望一下吧。早不生病，晚不生病，偏偏现在生病，这事儿肯定有猫腻。楚队长昨晚指定又偷听到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了。有人吗？一个大男人敲个门，磨磨唧唧的，让我来。战道长，我们来看你了。这虎娘们儿真不知道该夸他勇还是说他莽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切，你和张艳萍的事儿，谁不知道啊？还遮遮掩掩的。这道士是真敢用痔疮之居啊，难怪生病了。道长，听说你病了，这不，我们专门来看你了。这货是怎么知道我生病了？你真的打算跟着道长了？啊，队长，老战对我也不错，我也挺喜欢神象村的，我不想走了。希望楚队成全。既然你决定好了，我自然没意见。不过，接下来的危险不少，道长最好还是保持最佳状态吧。这倒是有点意思，看来不是装病，是铁了心要用那把致命之狙。那枪排名并不高，他却还要用，值得怀疑。你们两个老登，天天猜东猜西的，屁事真多。老娘先走了。年轻真好啊！不是，你干嘛学我说话？这一次神象村的麻烦估计不小，你藏着的手段是不是要用了？这里1000多口人，再怎么说也是同类。野子，我知道你够冷血，够无耻，够不要脸，但人类都快死光了，你难道就不拼一把？等世界只剩你一个人活着，有意思吗？这可是整整1000个人。楚队，我开始觉得和你组队，可能是我做过最错误的决定。我只想好好活着，你却总想把我当救世主。楚队，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？野子，救世主总得有人当，不是你就是我。死道友不死贫道，你当总比我当好。扯淡！你也说了神象村这次麻烦不小，你自己的手段是不是也该拿出来了？我的手段？我哪有什么手段？你别瞎说。楚队，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楚队，你丫是真不要脸，
末日爆发的第40天，神像村已经进入全面备战状态。虽然大战未止，可我却在楚队的吩咐下，决定留下来一同对付诡异。野字，救世主总得有人当，不是你就是我。死道友不死贫道，你当总比我当好。扯淡！你也说了，神像村这次麻烦不小，你自己的手段是不是也该拿出来了？我哪有什么手段？别瞎说。楚队，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楚队，你丫是真不要脸。算了，谁让我摊上你这么个队长？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需要人面蟹的甲壳。陈爷，车队的规矩不能坏，作为交换，你必须得付出6成物资。喂，蠢女人，在不在家？在呢，在呢，我马上出来。还记得在延州你分到的那块人面蟹脸皮吧？我现在急用。我可以给你，但你以后得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还没想好，以后再说。要是能留下死神和雪女身上的本源残留，或许我的实力会更进一步。虚渊冠灵化浊息，赋予形骸石月影，生命凝露窥神骸，迷雾是光听无令。去！不会真的诞生自我意识了吧？周小小有镜子，小鱼儿有桃木剑，他们都有护身物件，就我没有。也许吴先生压根没注意到我吧。老李，老李，这是镇宅符，好东西，明天会很危险。现在就让人把符贴满屋子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开门。就算是你们也不开门？对，诡异里能模仿人声的不在少数。危险解除，我自然会去找你们。明天过后又不知道还能剩下几个人。字的血潦草些，这样就不怕落到别人手里了。狗楚车，你这写的是字吗？你呀，是不是故意的？陈爷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今天我把神像村整个片区都巡了一遍，居然什么都没发现。楚队，难道你就一点感应都没有？没有，天上地下除了神像本身的灵压，没有任何异常诡异气息。楚队，要你何用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我们碰上了连你都感应不到的诡异？我不否认有这种存在，领路人对诡异气息的敏感度不是你们其他序列能理解的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诡异也在进化？他们早就进了村子，只是我们还没察觉。倒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只不过……野字，不好了，我感应到了诡异的气息，他们就在村子里，而且很多。他们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走，我们出去看看。奇怪，怎么刚刚诡异的气息又没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想的，我没得选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且慢！楚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我没有从他身上感受到任何诡异气息。难道这人是真的自杀？哎，都怪我晚到一步，没想到死的竟然是他。你认识他？认识，
他叫吴大伟，末日前是建筑工人，在神像村负责维修，而且人很老实，要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谁能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？各位，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，死的不止他一个。什么意思？他的家人还有邻居全都没了，现场全是刀伤，像是被人一刀一刀弄没的，而且就是他手里的那把刀，全死了，一个不剩。你没开玩笑吧？一个平时老实本分的人，杀了所有家人邻居，最后再自杀。末日爆发的第41天，神像村在楚彻的感应中，终于迎来了诡异的进攻。你没开玩笑吧？一个平时老实本分的人，杀了所有家人邻居，最后再自杀。楚队，我们快去告诉村长吧。各位大爷保佑，保佑神像村顺利度过这次难关。村长，吴大伟死了，楚队长、陈先生他们来了。什么？这就开始了吗？18大爷保佑，保佑神像村能度过此劫。快，请他们进来。请进。这是苏曼生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还成了神庙里的大爷。对了，之前那老太婆就是这么称呼他的。村长，吴大伟死了，还有132室的其他村民也全都死了。村长，你刚才可有感应？或许他们已经来了。神像村现在很危险。你不是能看到人死前的记忆吗？吴大伟的尸体就在门外，要不看看？我看到吴大伟弄了亲朋好友，然后当着楚队和陈先生的面自尽，凶手就是吴大伟。什么？我看到的就是这些，但这不一定是真相，我只能看到他死前最深刻的记忆，很多细节吴大伟他自己都未必意识到，我更看不到。只不过我能感受到他的惊慌、绝望、后悔，显然有超出他认知的事情发生过。我断定诡异就在神像村，而且可能马上又会有人死。村长，12号的人死了。什么？都死了？死了几个？全都没了。12号一共7个人全没了，除了增强自己，其他人都是被杀。先看看增强的尸体。我能清晰感受到他死前的恐惧，但除此之外没有更多。村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每使用一次能力都会消耗精力。这次的事情拜托你们了。我们答应过的事绝不会反悔。陈爷、倩倩，去看看铁狮和叮咚那边的情况。好的，队长。楚队，这件事不简单，我们得提前准备退路。这里有1000人，我们要是走了，神像村就是死路一条。不如把所有人集中起来，统一保护。孙倩倩，你傻不傻？你没发现规律吗？死的都是同一栋民房的人，而且关系都很亲近。难道是规则诡异？如果我们强行聚集所有人，很可能直接触发规则。正常人是不会突然屠杀至亲的，除非是有不可抗力的因素。不可抗力的因素，屠杀至亲之人。陈也不是好东西，楚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老娘谁也不信。楚队，陈先生，孙小姐，且慢，还有一个人没死。
你别乱来啊！你别乱来啊！快把刀放下！我们好不容易活到现在，千万别想不开啊！有人，你们看不到，面具，唱戏的。其他死者的记忆里有没有类似信息？没有。村长，要不看看他的回忆？活人我看不到。那还不简单？别乱来，他是装的，8成是知道点什么，只是碍于村长在这里。要不晚上再问。好。那个女人在神庙自杀了。该死！好不容易有点进展，结果线索断了。你选谁不好，偏偏选择了我。末日爆发的第42天，可就在我独自一人巡视村子边缘时，谁知异变毫无征兆的降临。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做出判断，诡异已经第一时间找上了我。你选谁不好，偏偏选择了我。你是谁？你给我闭嘴！兄弟，你们车队那个戴墨镜的男人，为什么让我感觉比诡异还恐怖？嘘，小声点。他呀，是我们车队的黑心尘，在末世遇到诡异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，但如果你单独遇到他，那就是十死无生。你是黑心尘？完了！你刚刚说我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给我闭嘴！1分钟只能活1个。空间领域。你只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做出选择吧，你死还是他死？没用的，超凡者，我们不在一个维度，你杀不死我，而且我在你身上闻到了很重的血腥味儿，这种选择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才对。哦，奇物共生者，没想到你们人类已经能做到这种程度。你屁话太多了，去死吧！深渊控制，哈哈哈，手段不错。如果我们处在同一位面，你的血眼的确会让我有些麻烦，但现在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。现在还剩35秒，杀了他，你就能活。我不想死，陈先生。你不会杀我的吧？闭嘴！虚渊灌灵化浊息，赋予形骸10月影。人类越来越有意思了，竟然能把死去的灵魂重新拉回人间。你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还在装什么仁慈？杀一个人而已，如果你做不出选择，最后死的是谁，可就由不得你了。赋予形骸10月影，生命凝露窥神海，迷雾视光听武令。风！你竟然连8至人面这种臭虫也能召回来！你以为你能控制他？和他合作，你只会被拖入无尽黑暗，永远出不来。我知道你有意识，废话少说，帮我，否则你永远都回不来。等等，少废话，说。你发誓每天给我1个小时活动时间，我就帮你。我发誓，只要你帮我解决眼前的麻烦，
每天给你1个小时。年轻人，我信你一次，但你若骗我，代价你承受不起。把希望寄托在人类身上，可笑。人类有种东西叫诚信，而且他发誓狠毒，不过是残缺魂魄。超凡者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快动手，否则承诺作废。不过是鱼而已，你以为我没办法？给我死！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时间到了，3、2。你是不是太小看本尊了？年轻人，记住你的承诺，否则我会来找你的。答应你的事情，什么事情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厉害，超凡者果然有点意思。既然如此，陈野，陈野，你还在吗？野子，你还活着没？大家小心，这诡异不太对劲。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，幸亏楚队长在你身上留下了印记，我们才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，这东西就交给我好了。大家小心，这诡异不太对劲。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，幸亏楚队长在你身上留下了印记，我们才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，这东西就交给我好了。赤焰，急！不对，憎恶竟然主动吸收怨气，触发了第1层状态哀嚎，难道是倩倩的火龙剑？大家小心！火焰，我也会。救命！救命！快退！深渊控制，就趁现在！赤炎，急！剑回！就这？不可能啊！规则类诡异不可能这么容易被击败。不好，这家伙还活着！抱歉，来晚了。排名7000多的致命之狙，竟然被他强化到了这种程度。不好，趁现在要他命！去！爽，真爽！
增物还在增强，这种吞噬速度恐怕马上就要开启第二状态。等等，危险！赶紧离开这里！道长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你们有预案吗？有，村长确实准备了后手，可一旦走到那一步，整个神像村都会有危险。楚队长，那是什么？不好，诡异气息在疯狂增长，我们已经非常危险了。诸位，这些是怨灵，请全力应对。引雷符。末日爆发的第45天，就在我亲手打碎诡异面具那一刻，我原以为胜负已分，却没想到那张面具之内并不是他的真容，而是无数被囚禁的怨灵。去。小心！超凡者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！这家伙竟然能打出这么爆裂的一拳！我去！等等！哈哈，野子这种家伙交给我！什么肉身强度，竟然比铁狮还要强！大山，你去村子里帮忙吧。刘教授，那您这边怎么办？我不像大头，多少还有点反击手段。我这里其实帮不上什么忙。去吧，村子那边人多，情况恐怕更复杂。有这位女士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刘教授就麻烦你了，请务必保证她的安全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刘教授不会有事的。这难道也是一件奇物？啊，这天母雷公速降神通！誓言击！陈野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了多久，增物就会显现第二层状态。
还不够，还不够！本大爷要玩个痛快！哈哈哈哈哈！这难道是超凡者怨灵？他死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居然能预测我的移动路径，不过近战可不是我的长处。去死吧！盛宴才刚刚开场，去把这里的一切全部碾碎，一个不留。末日爆发的第46天，随着双方战斗不断升级，战场上的怨气越来越浓。与此同时，我手中的血怨柴刀即将触发第2形态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那名戴着鎏金面具的鬼，竟然从面具之中召唤出了超凡者级别的怨人。盛宴才刚刚开场，去把这里的一切全部碾碎，一个不留。所有人走，快去神庙！小心！啊！对不起，丽娜姐。这是猎人序列。小郑，挺住！我终于要死了吗？这样也好，这样的日子我早就受够了。说什么鬼话！你不会死的！你们村长一定有办法，我也有药。完了！你敢！大和尚，这些诡异就交给你了。
陈施主，够了，太多了！糟糕！序列3的超凡者岳灵，还是近战途径？这次真的打不赢，要不跑吧？这些人的死活，我们管不了了。逃？你们能逃到哪里去？今天所有人都会成为我的养料。开门！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这个村长简直荒唐至极，还把门关着！再不把压箱底的手段拿出来，我们就不管了。诸位，帮我挡1分钟，1分钟就好。你是不是白痴？末日了还想当好人，为这些陌生人拼命，你能得到什么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人类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如果你逃走，这里的1000多人都会死，最后世界只剩你一个人。都给我闭嘴！1分钟就1分钟！龙破剑，起！风在不敢天过的平凡，下泪变成写下的诗篇。五雷符，引雷符。紧追成传农场藏着春天，追忆当初剧烈是唯一理解。逃亡的路没有退路可选，心脏很累才敢于黑暗。这才只是序列2，竟然已经开始影响天地规则。憎恶终极阶段铜窟已启动。憎恶第2形态，铜窟第1次降临人间，至少也算个2技能吧。或者就是最烈的宣言。末日爆发的第47天，面对无穷无尽的诡异潮汐，所有人都被逼到了极限，而我也终于被逼到了最后一步，被迫使出憎恶的第2形态。修断铁甲的车柄敲碎四季瞬间，复活的金属伤害沾着昨日胶原。随着顿时向前去列微光。陈野什么时候会这一招了？那可是序列3啊！就算只是残魂形成的序列3，那也是序列3。好恐怖的一刀啊！不敢回头望一眼。没用的，杀不完的。人海战术，我也会。铁甲可以变成铁甲的诗篇，帐篷神话堡垒里在荒原，近水沉沉农场藏着春天，追忆当初序列是唯一理解。看个毛线，我快扛不住了。心抗衡力才敢于黑暗周旋，末日之下活着就是顶点。完了，终于是走到了这一步了吗？这是神像醒了？唉，也不算是醒了，只是这次的事儿怕是麻烦了。难怪神庙这么古怪，难怪神像村能在这头神秘的神像背上建立村子。原来他们居然能如此控制这头强大且神秘的神像。这18大爷怎么可能是怪物？怪物，他们是怪物！那是苏曼生，他怎么成这样了？还有乔爷爷、张大妈，村长不是说他们去执行任务失踪了吗？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原来如此，18大爷与其说是被村民供奉，不如说是和神像共生的诡异共生序列超凡者。时间久了，
这些人最终都会在黑暗里慢慢扭曲，最后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好家伙，快点，我们扛不住了！嘿嘿嘿，陈永固，看来村子出现了大麻烦。好啊，太好了！哈哈哈哈！不管你们是恨我还是想要吃了我，我只有1分钟。1分钟之后，如果你们还不愿意出力，村子将不复存在，或者我会动用契约之力。村子没了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陈永固，我都成这样了，你觉得我还是人吗？苏曼生，契约是你自己签的，我没有逼你。而且你现在已经是序列超凡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如果不是神像村，你现在早就和其他人一样，不知道在什么角落发臭。陈永固说的真好，当初我也是被你骗了，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和死了有什么区别？哦不，村长大人，你可曾体验过在这里不知日月流转，每天都要忍受那奇异的耳边呓语？陈永固，我当初答应你，为了村子什么都可以做，但现在我错了，我后悔了。陈永固，让我吃了你，我想了好久好久。诸位，拜托你们再坚持坚持，马上就好。各位，这一次或许是我身为神像村村长最后一次和你们说话。或许几分钟之后，神像村不再存在，但我陈永固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。18大爷每个人在成为大爷之前都是自愿的，成为超凡者和神像共生，给村子提供庇护。如果没有他们，村子早就不存在了。当然，诡异共生序列的超凡者避免不了受到诡异的影响，最后成为性格扭曲的怪物。但我陈永固永远不后悔当初做下的决定。如果你们要骂要恨，记住我的名字，不要骂错人了。而现在，村子遇到了危险，需要你们之中有人站出来。村长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啊！得到18大爷的祝福，成为临时超凡者，保护村子。但24小时之后，你们会死。可有人愿意？得到18大爷的祝福，成为临时超凡者，保护村子。但24小时之后，你们会死。可有人愿意？村长，你丫到底好了没有？难道神像村今天就要结束了吗？真是可笑！我做了这么多，结果到头来在乎这个村子的只有我一个人。村长，我来。会死的，你也愿意？村长，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死了。与其被诡异慢慢折磨死，不如拖着他们一起下地狱。算我一个。你小子也不喊我一声，果然，老实人心里都藏着大事啊。面酒，你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，算我一个。临时超凡者，那也是超凡者呀！这种机会不让我张龙岗爽一把，说不过去吧？村长，这种事儿你该不会把我忘了吧？小张，你……我是治安官，穿了这身皮，端了这碗饭，保护村子就是我的职责。我也去，送我一个。还有我，我年纪大了，也活不了几年了。俺也去，俺也去，俺也去。老家伙，好了没有？老子快扛不住了，再给我1分钟，1分钟就好。孩子们，只要把手伸向18大爷，就能获得超凡之力。别废话了，时间不多了。我说大和尚，你也太不顶用了吧！陈爷，你们的爷子让开！
金睛铸破，锋芒自生。一生二，二生四，自演无穷。风笛所指，万箭诛邪。急！好想睡一觉。道长，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，你歇一会儿吧。这就是超凡者的感觉，真不错。可惜只有一天。一天又如何？一天是超凡者，多少人一辈子都碰不到这个境界，死之前能体验一把，值了！别废话了，兄弟们，接下来轮到我了。就算只有一天，老子也要让这些鬼东西知道，神象村不可侵犯。人类的火种永不熄灭！干他的！孩子们，我陈永固对不起你们，可我真的没有选择。出队！村长有什么吩咐？小子，你可知道为什么领路人序列3叫做血镜祭祀？小子，你这老东西，好吧，你要装波配合一下好了，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，还请村长明示。看好了，这就叫血镜祭祀。煌煌兮，无懈祭于斯，天地回离，万象癫狂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血镜祭祀，在绝望中以血换路。别冲了！放开我，我可饶不了他！结束了吗？可是那些孩子们再也回不来了。没想到你还藏着这么多手段，彼此，全队都带伤，就你还干干净净的。我是领路人序列，没有战斗力的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手段都是来防身，不适合战斗。那要你何用？又是这句，你除了这句不会说点别的吗？不会，我就会这一句，但这一句就够气死你。陈爷，你我大爷早没了，你去找吧。这一次多谢你们了，如果不是你们，神象村恐怕早就完了。之前答应你们的事，我们一定会做到。楚队，这老东西应该还有底牌没用吧？藏得这么深。神庙里的那18尊大爷，其实都是真正的序列超凡者。如果他们能暂时脱离神像参战，战局不至于这么被动。但情况是他们已经被诡异污染，村长不敢放。如果强行让他们出手，可能会引发更可怕的后果。还能脱离神像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猜的，我就是随便猜的。倩倩，你忘了咱们队长的爱好了？他可是有能偷听的奇物收音机，你觉得他会不听？原来如此，楚队，你还真是个伪君子啊！这对男女真的他娘的气人。算了，反正马上就要离开神像村了，这里的秘密关我屁事。你真打算留下？这一战之后，神像村未必比外面安全，但至少这里还能有一点点安静，就算只是暂时的也够了。系统，查看杀戮值。当前杀戮值219000，这波赚大了。系统，升级吞气术。升级需消耗2万杀戮值，是否确认？确认。升级中，预计72小时完成，请宿主耐心等待。快看，这是超凡之力！有人觉醒了。这应该是建筑类的辅助序列。快让开，村长来了！小谢，你觉醒的是哪个序列？村长，
我觉醒的是建筑家序列1家园建造者。好啊，有了祝家序列，村子就能够组成有效的防御。吞气术升级完成。这一次真的多谢你们，若不是你们，神象村村长，就算没有我们，神象村也未必会消失吧？看来你已经猜到了，我倒是好奇你是怎么知道的。这种事大家心里都有数。算了，在这个末日，没有秘密的人是活不下去的。不过有2件事你一定不知道。是哪2件？第一件是重返城市计划，已经有人在召集超凡者，准备重返城市。城市？那不是天堂吗？这到底是真的假的？别问我细节，我也只是得到消息。哪个城市？谁在组织？我也不知道，想知道的话，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查。那第2件事呢？传说绿洲你们听过吗？曾经有一支车队说要去那里，他们说那里有食物、有医疗、有物资，甚至像末日之前一样。说实话，我还真不信。如果真有这种地方，恐怕诡异早就找过去了。只不过他们说的太真，我也无法判断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你们该走了。所有人准备出发！各位，上路喽！呸！会不会说话？什么叫上路？楚队是出发，出发！你都这么大人了，还是队长，嘴里就能不能有点吉利的话？就是。刚才那句话是薛南说的，我已经教育过他了。薛南同志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我相信他以后绝对不会再犯这种错误。来，薛南，给大家道歉。对不起。楚队，你是真不要脸啊！楚队，你是领路人，咱们末日之前怎么可能有神像这种生物？这还是咱们那个熟悉的世界吗？你们就别想着回到原来的世界了。就算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城市，怕是生活也会大不一样。只要有人真的敢建城，不说多的，方圆千里范里范围内的诡异，怕是都会找过去。虽然诡异恐怖，但超凡者也不差呀。我们总有一天会成功的。楚队，这雨什么时候能停？至少24小时内是停不了的。不过也有个好消息，队长，什么好事？最近的危险季在50公里之外，而且没有向我们靠近的迹象，所以今晚可以扎营了。高老大，你们带人把帐篷搭起来。再这样下去，香烟迟早都会断供，到时候战斗力肯定会受到影响，得尽快想办法解决。不过迷雾之主听着倒是不错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自产资源。还有怪物皮卡，还差1000杀戮点，就差1000点杀戮值。陈野，你发什么呆？队长叫我们开会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尽量搜集保质期长的物资，长期吃过期食品对身体影响太大。3天后我们会路过一个小镇，那里就是这次的目标。大家有什么意见？如果没有意见的话，那今晚就早点休息吧。楚队，这又是什么生物？这叫游走齿霸，高约25公分左右，喜欢在雨天狩猎比自己体型过数倍的猎物。狩猎时会张开花瓣，花瓣有细密尖牙，遇到危险会把根系从土中拔出逃走，速度大约和成年人相当。6月22日早，第1名幸存者被这种游走齿豹狩猎而死。这到底是动物还是植物？应该算是动物吧，这些小家伙可是吃了一整个人。楚队，你怎么看？你们难道就不觉得我们这一路走来，动物似乎很少？什么意思？我们这一路走来，远离城市，有时候甚至专门往人迹罕至的地方走，遇到的动物虽然也有，但基本上是少得可怜，否则我们这一路走来，也不至于什么猎物都没有打到。楚队，你是说以前的动物或许和人类一样，也死得差不多了，新的动物马上就出现，而新的动物都和这东西一样？什么？也就是说，新的动物或许没那么好对付。我们人类一直都是食物链的顶端，这一次怕是要从这个位置上下来了。诸位，食物链顶端已经换了人，以后我们的日子怕是越来越难过了。陈
先生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大家不要误会，我是人，不是鬼。有人要追杀我，求求你们帮帮我，帮我！看来这个老头并没有什么异样。我的老天爷，这群活阎王终究是没追上来，谢天谢地。不过这能不能拿远点儿？老头，你突然就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要我们不怀疑你，你得拿出让我们不怀疑你的证据。不，这个小兄弟，你错了，我不是男人，你一口一个老头的，称呼不准确。难道你是老奶奶？这么称呼也不准确。好吧，那你就是老子的。你什么你？别废话，赶紧说。对于我们契约序列超凡者来说，我们属于第三性，不分男女。我叫朱自在，契约序列2首诺，你们可以称呼我老朱，反正怎么称呼都可以。契约序列，没想到之前刚刚聊过契约序列超凡者的事情，就在这儿突然冒出来一个。你之前是不是上过神像村？你是说陈永库那老东西？看来你们也是去过神像村。没错，我去过那里，和那老东西换过东西。你们是不知道那些人都有多坏，大家好好的交易，结果他说动手就动手，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时间。狗养的，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坏的人？我诅咒他下18层。大家不需要这么防备，这老不死的应该没问题。老不死的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陈爷，我找你还真有点事儿。现在都末日了，大家相聚一场都不容易。你看，你能不能给我写个同学录？以后我还能当个念想，不是？同学录？你来就是为了这个？你是不知道，当时城里有诡异，死了好多人，我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全都没了。现在我连个念想都没有了。这看似简单的要求，实则暗藏猫腻。这老不死的八成不安好心。陈爷，你先别翻了，帮我写一个吧。相聚即是有缘，你快些写，我还要去找其他人写呢。陈爷，你别想多了。老头，你要我的签名想做什么？误会，这是个误会。你把同学录给我，我不让你写了。你年轻人真不讲武德。陈爷兄弟，别着急，我没有恶意，误会全都是误会。这是奇物。朱自在，你看看我是谁？你怎么还活着？末日爆发第51天，幸存者在荒野中遭遇一名来历不明的神秘老者。你看看我是谁？你怎么还活着？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终究是狠不下心来。算了，你是队长，这种事情你看着办好了。不过这货身上有很多奇物，想来秘密也不少。放心好了，这种事情交给我，保证给你一个交代。楚队，你难道还会逼供这种技能？逼供而已，很难吗？不听话就打，我有的是手段。冤枉啊！我只是想让陈先生给我写个同学录，没有别的想法。真的，你们要信我。老不还敢跟我耍花招？铁师，先把他带下去吧。哎呀！系统，升级末日皮卡需要多长时间？升级需要24天，是否确认？确认。小子，你不守信用，不守信用，你这人，魔鬼，恶魔！你想干什么？说吧，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那本通讯录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
别挠了！我说，你放过我，我全说。契约序列有一种能力，只要拿到你的签名，就可以根据你的签名制定契约内容。所以陈野，他当时想要你的签名，是想要你身上的柴刀和枪。这能力也太恐怖了吧！没你们想的那么夸张，这个能力是有严格限制的，必须使用白纸契约，而且那张纸不能有任何字迹，不能有折痕，不能有污渍，也不能有破损。正常人不可能随便在别人给的白纸上签字。所以你之前查到的那张白纸不是普通纸，那是一张空白契约。所以那个老不死的伪装成通讯录骗我们签字。没错，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，这种契约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。朱自在是序列2，如果他针对的是你，效果会大打折扣。毕竟你是序列3，想用契约强行控制你，难度很大。那他为什么不找叮咚，反而找我？找过，我当时在忙，没理他。你呢？难道他就没找过你？也找过我，我当时也在忙。那老东西狡猾得很，之前在神像村就用这张白纸契约坑过陈永固一次。不过陈永固好歹也是序列3，没吃太大亏。这老东西当时一句都没提，估计就是想看我吃瘪。这些老东西一个比一个阴，下次让我再见到他，绝对不会放过。也不知道楚彻那狗东没上当，按那小狐狸的性子，怕是很难。这两人要是撞上，那可就有意思了。可惜我是看不到了。那老不死的人呢？野子，对不住，人跑了。跑了？那老家伙身上那么多好东西，你让他跑了？我也没想到啊，那老家伙身上还有奇物，就是他脑袋上一根不起眼的头发。谁能想到一根头发也能是奇物？就是那东西帮他逃走的。这次是我大意了，奇物也没留下。楚队，你是故意放他走的吧？看来还是瞒不过你啊，爷子，你的疑心还是这么重。至于原因，我现在不能说，等时间到了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个朱自在不是来杀你的，这一点你自己应该也感觉到了。去你的楚奢！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4件奇物啊，不对，是5件。陈野，老子好歹是队长！老子的头发，松手！你给老子松手！没事，他们都没动用超凡之力，也没用奇物，让他们打打就好，发泄一下而已。唉，算了，不管这2个神经病了。你饿不饿？早上还没吃饭呢吧？有点儿。你先还我奇物！做梦！各位，现在物资越来越少，如果再找不到补给点，我们很快连土豆都吃不上了。所以，下一个目标是西宁镇。所有人注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半个小时内必须撤离。给我3分钟，不，1分钟，等我信号再行动。居然还有粮油店，进去看看，说不定有收获。时间已经过去大半，居然什么都没有。怎么样，找到物资了吗？没有。抱歉，这次是我判断失误了。要你何用？镇子里有没有大型酒店或者餐厅？这种地方仓库里一般会有储备。看过了，西宁镇最大的酒店叫凯撒大酒店，仓库是空的，其他餐厅、饭店、小超市全部都没有物资。连那种地方都被搬空了。不是还有20分钟吗？再不找物资，我可能活不过明天。与其在这儿等死，还不如冲进去拼一把！都给我站住！你还不想想办法？楚队，看好了。你们都别上去，在下面等着。我去，陈先生也太神了吧！牛逼，陈先生牛逼！快走！不好，是缠绕的人群！我来拖住他！我来。
都杀不死。就是现在！撤！缠绕的人群，目前已知最具威胁性的诡异之一，个体之间高度融合，无明显核心，无法彻底击杀，仅能击退。综合评估，人类现阶段战力对抗此类诡异，胜率无限接近于0。看来人类想要重新夺回城市，几乎不可能，除非人类出现第一位序列军，否则毫无希望。要是我能像这家伙一样就好了，什么都不想，只想着活下去。不过这家伙最近好像有点不一样了，至少变好了一点吧。末日爆发的第52天，车队外出搜集物资时，遭遇缠绕的人群的追击。关键时刻，我与几名序列超凡者撕开一道缺口，摆脱了这只极其难缠的诡异存在。行了，今晚就在这儿休息。这次收获还真不少啊，够我们撑一阵子了。是啊，多亏了陈先生，这一路连一根汗毛都没掉。糟糕了，要下大雨了！所有人立刻行动！这里马上要下大雨了！快，小付，立刻清点人数，看有没有人没回来，其他人收拾物资，10分钟后全体撤离！快快快！好的。楚队，你确定这里会发水？我们昨天可是才在这儿扎营，24小时内，这里至少会积水30公分，而且雨势会不断加大。能有多大？比你现在看到的大很多。我去找倩倩和叮咚，你这边准备好。飞鸟传信，这种方式居然还存在，到底是谁还能用这种手段？所有人加快速度，我们没时间了！所有人听着，跟紧我的速度，不要掉队。再说一次，不要掉队。刚才那只鸟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楚队，是好消息吗？谈不上好，但很重要。之前陈永固提过重返城市的计划，时间已经确定，就是2032年农历正月初1，也就是大年初1，他们要打回去了。还有这种事？真的假的？楚队，那鸟是怎么找到你的？该不会是诡异社的局吧？那只鸟不是普通生物，应该是饲养员序列培育出来的传心兽。现在通讯中断，这种方式反而最可靠。至于真假，我没有感应到任何诡异气息，大概率是真的。就给了个时间，打哪座城市也没说。没说，但后续应该还会有消息。陈野，你会不会开车？不服？你来咬我啊！你好好的车子被你开成这样破破烂烂的，你懂什么？这车是奇物啊！他那辆是成长型奇物，从最开始一辆28大杠，变成现在这辆皮卡。这车有大秘密。哼，那又怎样？现在不还是卡坑里了，爬都爬不出来。我去，啊，这也可以。楚队，什么时候休息？现在这样太危险了。抱歉，我们暂时不能停，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楚队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没有，只是感觉这里很不安全。陈野，你来当头车，我跟在你后面，其他车辆保持队形，所有人加速。收到。我靠嘞！糟了！得救了！楚队，这是
我没有感应到领路人的气息，也没有收到领路人的信息。这支车队没有领路人。各位子民，你们好，朕乃皇帝，你们可以称呼朕为陛下，亦或者是官家，又或者是父皇。朕此次南巡，遇到此等天灾，怪朕无德，让上苍降下灾祸，朕心甚痛矣。尔等屁民虽然无视大用，但皆为朕的子民，朕为皇帝，既是尔等之父。罢了罢了，你们在前头好好领路，稍后朕重重有赏。还有，小臣子，刚才做得不错，稍后朕重重有赏。小臣子，这家伙怎么知道老子姓陈的？这白痴到底是谁？好想打人啊！大胆！你什么身份，竟敢辱骂陛下？还有你这声音难听至极，洒家命令你闭嘴，不准说话。好，你很好，别让老子抓到你这个死太监。完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陈爷，叮咚铁狮，我需要帮忙。铁狮，你丫再不醒，我们都得交代在这儿了。铁狮，还不醒来？看来还是该我来出场，就让我试试第4个能力——藏风。陈爷，救我！以吾之名，暂停！诸位，危险还没有解除，快些离开这里，我已经看到了很不好的画面。队长，刚才是什么训练？不知道，序列太多，我只知道一部分。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，先离开再说。尔等土包子连这个都不知道。陛下，不如您大发慈悲告诉他们。笨蛋，这是语录序列，那人叫陈好，虽然和你们一样蠢，但这个序列很强，可别惹他，嘿嘿，否则，嘿嘿，这帮家伙真无耻，一群白痴。该死的，这些屁民竟然拒绝和陛下沟通！如果不是陛下，他们知道什么叫语录序列？小德子，陛下，小德子在。我们还有多久离开这里？回陛下，大约2个小时。请陛下放心，小德子定保您平安。若陛下乏了，不如先歇歇。朕确实乏了，莫要扰了朕的清梦。好了，各位，危险已经解除。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我去，铁狮，你真牛！我就是感觉力气大了，速度快了，精力也更加充沛了。还有别的感觉吗？没有，就这些。一群土包子，泰坦序列外显异化而已，至于这么惊讶？真是找死！必须得给点颜色瞧瞧。嘿嘿，这下有好戏看喽！你这人长得丑就算了，竟然还如此吓人！果然，土包子就是土包子。你身上什么味儿？离我远点儿！你想做什么？我劝你最好放开我，否则……哎呀，好痛！你这个屁民，乡巴佬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别打脸，别打脸！我错了，陛下，陛下救我！末日爆发的第53天，车队在转移途中突遭极端天气侵袭，可也就在这种恶劣条件下，我们车队竟意外遇到了其他车队。敢打我！等陛下醒来，你就要倒大霉了！你好，我是陈好，语录序列2。刚才多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怕是要死不少人啊。还好，语录序列和大家一样。对了，像你这么厉害，干嘛在那种车队当受气包？来我们这边怎么样？不是我不想离开，之前和末日堡垒的主人打赌，输了。不是，输了你就听他的？
说好的，我也同意了。那还不好办？那赌约你当个屁放了就好了，谁在意这个？我知道，但不行。那你给我们讲讲，这末日堡垒到底什么来头？这个堡垒的主人是异想家系列3的超凡者。异想家？对，他可以把想象的东西变成现实。什么？也就是他想什么就能造什么？这能力太离谱了。那这整个堡垒不会也是他想出来的吧？对，就是他想出来的。那他本人能打吗？几乎不行。明白了，严重偏科，跟网游里那种全点防御的玩家一模一样。难怪我刚才揍人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有道理，不过谁会把自己想成皇帝？异想家嘛，幻想大概是副作用。那就奇怪了，这堡垒为什么还能活到现在？因为之前遇到过一个符文序列的超凡者，他在堡垒上刻满了隐蔽符文，可以完全隔绝活人的气息，而且堡垒还能给符文功能。你们这些土包子知道什么？那些诡异用普通手段根本无法杀死，就算是低编号奇物，对他们作用也极其有限。我们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活下来，只有活下来才有反攻的机会。等朕的序列等级提升，到时候什么奇物没有，那时候才是朕领导你们反攻之时。还有，你这个小小的序列2，不要勾引朕的人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陛下，您终于醒了，你要给老奴报仇啊！就是他打了。哼，小地方来的人就是这样粗鲁。小德子，他敢侮辱了朕的人，朕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兄弟，你要不直接跟我们车队混得了？我们车队5个超凡者，加上你6个，主打一个公平。你不愿意也没人强迫你。你以为陈浩会和你一样？他答应了朕的事情，就算是死也会做到。土包子，朕再告诉你一件事，雨露序列的人全是偏执狂，他们对承诺的执念不是你这种人能理解的，只要认定谁也改变不了。兄弟，咱都姓陈，我不坑你，也不让你违约，我们把你绑了，这样就不是你违约，是我强迫你，这个锅我替你背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兄弟，好好想想，跟着这样的车队，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看什么看？你们这些屁民还不去工作？系统，查看增物编号多少？目标增物当前编号为1987。这是龙的声音，表姐，刚才那是龙吟，真的是龙吟！我的老天爷，怎么可能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闭嘴，别出声。不是，这条龙怎么在看我们？不对，应该不是冲我们来的吧？那可是神龙，我们有什么值得他注意的？对对对，一定是巧合。不是，这条神龙真的冲我们来了！所有人别动，不要做出任何刺激它的动作。只要我们不挑衅它，我们还有机会活下来。一定是冲我来的，一定是。朕是真龙天子，朕才是它的主人。到底是什么东西能把这种传说生物伤成这样？不，这是怨龙。混蛋，白痴！这是我的，放开！谁抢到就是谁的。铁狮，交给你了。好。这是龙鳞，麻烦啊，这么多人。
你们看我干嘛？算了，老子不玩了。别走啊！鳞片拿出来看看。爷子，快把东西交出来！就是。既然大家都看到了，这东西交给我保管，没意见吧？没意见，同意。楚彻，你是真的很无耻。现在车队150人，该怎么安置才好？我有办法。你居然序列3了！他死了，我守了承诺，所以提升了。你们想要什么车？2辆双层大巴，至少能装150人的。以无之名，车来。什么时候车子能来？最快1天，慢一点的话得2天。这都末日了，什么时候还有胖子这种生物？陈先生，你找我？你找几个人去把那个胖子抓过来。胖子，放心好了，这事儿交给我。丽娜姐，陈先生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徐丽娜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我不想惹麻烦。陈先生想找几个人把那个胖子揪出来，高老大，你看着办。你们还有你，跟我一起去。这位女士找我，想必是想让我多复制一些食物，对吧？陈好先生，您放心，只要能帮我们复制这些2种，我们可以将复制出来的分一部分给您，绝没有让您白帮忙的意思。以无之名，复制。陈好先生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岂不是以后所有人都不缺粮食了？你太厉害了！不是的，这具语录也是积攒了好久的能量，如果直接用超凡之力巨献，消耗会呈几何倍数增长，无法频繁使用。谢谢，太感谢了。咦，胭脂使徒序列，看来我对这些了解的太少了。不行，这件事一定得告诉陈爷。末日爆发的第54天，车队在遭遇怨龙之后迎来了短暂的安全。楚队，你看看，我找到了谁？楚队，这就是之前那个异想序列的超凡者，3层的那个是假的，真身原来一直都藏得这么好，这乃真命天子，你竟敢对朕如此无礼！去你的！你再不好好说话，直接把你绑在车上！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声。堂堂一个序列3，竟然连一点战斗力都没有，也是个奇葩。朕只是脱力了，要不是那条黑龙，你们别想抓到我。你这等土包子，竟敢如此侮辱朕！你们2个再打，这人就被你们打死了。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叫皇帝，我现在也没什么打算，等恢复之后重新巨献末日堡垒。不过这么多人我带不了，还得麻烦你们。但那些愿意跟我走的，希望你们不要阻拦。还有陈好，他也得跟我走。陈好的事由他自己做决定，你得去问他自己。爷长，你们几个不要命了！薛主管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听说了没？那个皇帝居然没死，还是个白白嫩嫩的小胖子。那不然呢？都末世了，除了序列超凡，哪还有胖子这种生物？对了，听说那家伙还是个序列3，竟然连个普通人都打不过，真是个垃圾！你们这些屁民，给我闭嘴！陛下岂是你们能议论的？陛下，你总算还活着，吓死老奴了！随着能量的转化，距离系列3越来越近了。陈好，车子什么时候能有？不知道。如果今天车子还回不来，我们只能离开了。我尽快。胖子，你什么时候能恢复？没那么快，至少还要5天。拿着，这本笔记里面有胭脂使徒的相关词调。胭脂使徒竟然是个残缺系列，序列4就是顶点。你妹的！看来等升到序列3，转职是必然的了。难道是我看花了眼？系统，
查看末日皮卡。奇物检测完成，目标怪物皮卡编号0899，能力1，诡异之力溢出，八至人面为高阶诡异，具备极强智慧，其死亡属于异常情况，它残留的诡异之力对车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进一步提升车体的整体刚性。能力2，车里有怪物，你的车里藏了一只胆小害羞的怪物，它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会出现，这是一只胆小的怪物，但并不代表它不危险，除了陈野，它对于任何人都是危险的。它拥有强大的战斗力，如果条件允许，甚至可以吞噬神明。在战斗当中，如果它受了伤，也拥有重生的能力，这需要它有足够的生命力作为补充。补充生命力有2种方式，一是利用其他生物作为补充源，二是通过休眠来补充。怪物拥有一些简单的人类智慧，在初步熟悉之后，你可以让它帮你做一些它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拥有简单智慧怪物的皮卡，具体能力无法用一句话概括，这需要你在日后的生活中去发掘它的更多能力。能力3，阴影拖转进阶版，从最意想不到的角度伸出一条或者数条触手，将目标卷入车底或者车内吞噬，并且将其粉碎成为车体的燃料。能力4，怪物领域，这是一个无法评估的能力，在动用这个能力之后，方圆半径100范围内从地面探出长满吸气盘的触手攻击敌人。在暴躁状态和发疯状态下，该能力随之翻倍。禁忌：1，不要在没有征得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靠近怪物皮卡。2，如果发生惨烈的战斗，怪物皮卡会发生叛逃情况。系统，请帮我加强这台皮卡的发动机。扣除1万点杀戮值。我去，还能这样？这要是在末日之前，绝对是全球性的大新闻。整个车队加上原来的人就有将近200人啊！这么多人在没有交通工具下迁徙是很难的，要不了多久会有强大的诡异追上我们。队长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车队再在这里休息1晚，明天再出发。队长，这些幸存者当中有几个所谓的贵族，之前在末日堡垒之中做过的事件简直就是骇人听闻，不仅霸占了一位屁民的妻子和女儿，甚至还当着这位屁民的面欺辱其妻女。哦，竟然还有这种事儿，这种人你自己看着处理就好了。现在车队的稳定是最重要的，就算有超凡者，也不可能时时刻刻把精力都用在他们身上。你要尽快让这些新人适应车队的规矩。是。这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恶心。你们想干嘛？难道你们不怕陛下怪罪吗？陛下是吧？老高，你们几个给我往死里打，千万不要给他们有任何喘息的机会。小夫，你跟我们说说呗，车队到底有哪些规矩，免得我们日后违反了也让你为难不是？其实咱们车队相对还算是比较松散的，但也有几条铁律一定要记住了。说说呗，啥铁律啊？咱们车队第1条铁律就是不要掉队，在车队里掉队基本上就相当于死亡。这样啊，我觉得现在是末日，食物才是第一的。你们车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怪规定？不是这样的，只要你还在车队里，就算是没有食物，别人也会分给你一些的。去找薛南薛主管，他也不会完全不管你。车队的第2条铁律，那就是在不掉队的情况下尽量搜集物资。车队铁律第3条，公平是一切的基础，你想要任何东西都要付出对应的东西来换，所以咱们叫公平车队。小福，听说车队里还有辆车是奇物，是不是就是那台皮卡呀？是的，那台车是陈野陈先生的，你们惹谁都不要惹他。记住了，这个车队里你们招惹了其他超凡者，或许还能活下来，但如果招惹了陈先生，你们只有自求多福了。怎么会？我们只是好奇而已，好奇而已。陛下，那个叫做薛南的丑货竟然敢对陛下的子民如此！陛下，此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这些人本就是罪有应得，我的本意只是想让人们有竞争意识，让朕的子民在这样的末日之中能活得好一些。可有些人仗着朕给的权力耀武扬威，今日就当是他替朕清理害虫了。陛下如此仁心，实在苍天之幸。陛下，还有一事，不知道陛下是否知晓？您之前对付那黑龙的时候，奴婢看到那黑龙的身上掉下一块银莲，那些人以为奴婢没有注意，但奴婢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他们拿走了。陛下，这是咱们的东西。那是必须的，不过硬的肯定是不行，毕竟他们有5名超凡者，我们只能用智取。嘿嘿嘿。末日爆发的第55天，末日皮卡完成升级后，彻底蜕变为怪物皮卡。与此同时，皇帝为夺回黑龙鳞片开始暗中布局。咦，这不是末日前一手遮天的高老大吗？您怎么也在这里？都末日了，看到我有什么稀奇的？只是你
我还真有些想不起来了。像我们这种小角色，你没见过也很正常。只是我没想到您居然混到这种田地，都怪这操蛋的末世。是啊，比如徐丽娜这种，要是在末世前还不是任由我摆布，但现在有了超凡者的亲近，这个女人竟然敢对我指手画脚，谁能想到啊？高老大，要是有机会，你想不想离开这里？咱们寻一个好地方，自己组建一个幸存者基地，怎么样？你疯了！我说高老大，你当初也算是个人物，现在胆子怎么这么小？我知道你要说外面到处都是诡异，我们离开车队活不了多久。嘿嘿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咱们这之前那台末日堡垒墙壁上的符文，这种符文能隔绝活人气息的作用。只要我有这东西，再把那辆奇物皮卡偷走，在这末世还不任我们逍遥自在，又何必再对那些高高在上的超凡者卑躬屈膝？你要去偷那台车？你不要命了？只要我们搞到那台车，以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。那台车是奇物，只要我们弄到手，哪儿我们不能去？奇物啊，高老大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你算了，你要是能搞得到车，我就答应你的请求。嘿嘿，就这么定了，你就等我好消息吧。哼，这个白痴敢偷陈野的车，当初我2个兄弟的死，就是跟这辆车子有关。不行，这个消息必须得告诉队长和陈先生才行。老贺，你干嘛去？我去尿个尿，你先睡。真是见鬼了！这个蠢货还想让老子找到车去找你？春秋大梦去吧！老子现在有了车，又有了符文，嘿嘿，天下之大，哪儿不能去？不过这个超凡者还真是个白痴，居然连车都不锁，嘿嘿，这次便宜老子了。这么多吃的，这些超凡者真奢侈。陈先生，老贺和我不熟，他和我没有关系。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，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和他合作？我不敢。不错，你是个聪明人。赏你的，拿好了。多谢陈先生。陛下，这是您的早膳。小德子，他们醒了没？陛下，那叮咚姑娘已经醒了，现在正让人把她的那些花盆搬到外面晒太阳呢。叮咚姑娘，早上好啊！早啊，陛下，您这是亲自出来遛尖呢？叮咚姐，我就直说了，我找你是希望你们把那怨龙龙鳞还给我。当初在老牛山古道里，我也是听了你的声音，觉得你是个老实人，这才来找你的。当时什么情况你也看到了，为了那龙鳞，我所有的一切全都没了。按照道理，这东西应该是我的。那个皇帝啊，那龙鳞你还是问楚队长他们吧。叮咚姐，我知道你这样的人最是不会说假话的，拜托你把龙鳞给我吧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我是真的不知道，龙鳞也不在我手里。唉，陛下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去找铁狮，这货最憨，看能不能从他嘴里掏点东西出来。1加1等于3，等于3。大个子，那个怨龙龙鳞，你能不能还给我？啊？你说啥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什么龙什么鳞？我没见过啊！不在我这儿，也不在陈野那里，楚车也没有拿，叮咚和倩倩也不知道。你信我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唉，还好没露馅儿。这个白痴，当朕和他一样蠢。他那个表现明显就是知道一些什么。可恶，可恶！陛下，那咱们接下来去找孙倩倩，她年纪轻，应该好糊弄。陛下，好像没人啊。谁说没人的？你这老太监眼睛是瞎的吗？谁在说话？你是来找我表姐的，她不在，你要么就等一会儿，要么就回去，2选1，你自己看。喂，小胖子、小德子，你们俩找我什么事儿？是这样的，孙小姐，之前听说你们得到一片怨龙龙鳞，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？什么怨龙龙鳞？听都没听过，你不要乱说。怨龙龙鳞啊，就是前些天那黑龙身上掉下来的。没见过，长什么样的？跟我说说呗，我看到了一定告诉你。或者你要不去问问楚彻，楚队长见多识广，
他知道的东西最多。表姐，你的演技太拙劣了，我又不是陈野，我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表姐，她好像要去找楚彻，去呗，楚队长能把他卖了，还帮他数钱。表姐，你声音小点，他还没走远呢，他能听见。这帮屁民真是无法无天，算了，我打不过他的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楚队，那怨龙龙鳞是我打下来的，贵队帮我保管，我很感激。但是现在我希望自己保存。怨龙龙鳞啊，我见过这东西，就在陈野那里，我亲眼看到他捡了去，你去找他要。不过陈野这人很狡猾，你去了之后，他肯定说没在他那里，肯定不承认。你不要相信他的话，就找他要就完了。还有，他可能还会说那龙鳞就在我这儿，你不要信，你追着他要就好了。记住了，他说什么都不要信，知道吗？楚队，你真是个好人。我去吧，去找陈野吧。